你敢相信吗？眼前这个小女孩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赌鬼老爹活活给打死了。转天赌鬼老爹便离死，李翠花进门，而这个小女孩在家每天劈柴挑水、洗衣做饭，好不容易熬到了16岁，竟被继母强拉着卖给别人当寡妇。女孩性格刚烈，宁死不从，竟一头装死在门柱上。娘，江雨薇不会是死了吧？不能吧，我只是轻轻一推，她这贱骨头怎么这么不经推呀？娘，快看，她后脑撞到门槛上了，好像流血了。你小点声，先别慌，我看看。李翠花抿紧了嘴唇，走到躺在地上的江雨薇身边，用脚试探性地踢了她几下。喂，你别装死，就算死，你也得嫁给宁家去抵债的。娘，可别让她死，若是她死了，爹非得让我嫁给宁家那个战死鬼，我可不想当寡妇去给人家养孩子啊。江瑶瑶越说脸色越发惨白，她跌跌撞撞走到江雨薇身边蹲下来，用手指试探江雨薇的鼻息。此时江雨薇只觉得眼前一片白光闪过，浑身散架了似的疼痛，耳边只听得什么战死鬼、寡妇、养孩子，她觉得有些懵。我不是跟抢了自己的救命粮去接济弟弟的爸妈吵架吗？难道爸妈为了那个败家子弟弟还是对我动手了？呵，即便是末日，即便他们知道那是我仅剩的救命粮，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宝贝儿子饿一顿肚子。娘，他好像还有一口气。李翠花正要松一口气，便听着院外吵吵闹闹，是宁家来接人了。此时李翠花也顾不上多想，端起手边装满水的盆子，猛地朝江雨薇脸上浇去。贱骨头，还装死，快给我起来！江雨薇被这盆冷水一浇，瞬间一个机灵清醒过来，她眨眨眼，看着眼前破败的小屋子，又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陌生人，正要说话，却被人猛地拽了起来。瑶瑶，别傻愣着了，快去给他换上嫁衣，把头包扎一下，拿个盖头一盖便是。快些，我先去外面应付那些死婆子。李翠花说罢，便一把将江雨薇甩到江瑶瑶怀中。江瑶瑶身子一晃，勉强接住了。一想到自己不用嫁去宁家，也似乎有了力气，头也不回地拽着江雨薇就往里屋走去。江雨薇身子本就受伤了，眼下只觉得头痛欲裂，脑子里又不停有原主的回忆涌进来。现在她只能确定自己是穿越了，却丝毫没有力气反抗。我说亲家，你可不能反悔呀！咱们可是说好了的，用你家闺女抵将老头欠下的赌债。李翠花看着眼前陈桂香满脸的麻子和嘴边那颗带毛的媒婆痣贴脸站在自己面前，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阵恶心。饶是她在江庄是出了名的恶婆子，在陈桂香面前也落下阵来了。亲家莫急，哪家闺女出嫁也得收拾一番不是？快了，马上就出来了。我们家宁老大都死在战场上了，嫁过去也是要守寡，何必费劲收拾呢？说罢，陈桂香便也不再催了，找了把椅子稳稳当当坐了下来。二郎腿一翘，便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瓜子嗑了起来。村子里的人也都围在院门外等着看热闹。李翠花却一刻也不想等了，直接转身小跑到屋里，见江瑶瑶已经将江雨薇装扮好了，便满意的点了点头。瑶瑶，今日你陪她去宁家村，路上你拽着她点，免得让她跑了。江瑶瑶一听说要她跟着去宁家村，似乎也来了兴致，她倒要看看这个处处都比自己好的姐姐嫁的是个什么狼窝。好，你放心吧，娘，有我盯着她跑不了的。说罢，江瑶瑶便粗鲁地拽着江雨薇往屋外走去，边走还不忘在她耳边小声说道：好姐姐，今日你便要去宁家守寡了，呵呵。不过听说那个战死鬼宁老大还有一双儿女，想必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了。此时的江雨薇在原主的记忆里发现，她亲娘是被赌鬼爹活活气死的。江老头娶了现在的老婆李翠花，生下了江瑶瑶后，原主在这个家里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的日子好不好过不用你操心，如今爹娘将我嫁去宁家抵债，咱们家的名声在这10里8村也算是臭了，你还能妄想找个好婆家不成？江瑶瑶听着江雨薇这话，似乎是意识到了眼下自己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脚下的步子猛地停住了，看着院里院外众人戏谑低语的样子，后背不由得冒出了薄薄细汗。陈桂香见苦等的儿媳妇终于出来了，哪还顾得上别的，直接将手中的瓜子皮往地上一扔，便冲了过去。呀，还真装扮起来了，快些走吧，已经耽搁不少时辰了，家里那边该等急了。江雨薇透过红盖头看着眼前这个语气略带嘲讽的婆婆，两片薄薄的嘴唇配上嘴角那颗带毛的大黑痣，看上去就是不好惹的主。但想到自己在江家的处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现下自己虽是被迫嫁到宁家，但想到夫君已经战死沙场，还留下了2个孩子，自己过去便能无痛当妈，又不用伺候男人，如此也是不错的，便也不再反抗，任由陈桂香拽着自己往宁家村走去。二媳妇孙氏见陈桂香将大哥的媳妇儿领进门了，便上前说道：娘，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心儿都吵吵着，饿了要吃饭呢。喏，还不是人家身子金贵，来咱们家守寡还要穿身红嫁衣呢。哼，到了我们宁家，可不论什么金贵不金贵的，都是庄子里出来的，家里活计这么多，娶你回来就是要干活的。这位嫂嫂说的对，咱们都是庄稼人，哪有不干活的道理？况且我爹是欠了你家银子的，我姐嫁过来自然是要将欠你们的银子赚回本来的，你们尽管放心使唤她。你别看她身子瘦，力气可是一大把呢，我们家的脏活累活都是她来干的。这位便是江家妹妹吧？看你说话定是个明事理的，就留下来一同吃午饭吧。江瑶瑶见他们这一家人个个都不是善茬，生怕他们将自己也扣了下来，便匆匆赶回江庄了。注意看，眼前这个女人刚穿越过来，就被继母卖给了别人当寡妇，只为给她那个好赌的爹还债，却不知她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唯唯诺诺的她。刚来婆家第1天就不好，那就打。娘，这个女人欺负我。
我何时欺负你了？是你一直不懂尊卑，大喊大叫。如今我嫁到您家，怎么说也是你的大嫂，怎么连饭都不让我吃饱？江雨薇一边说着，一边不忘将桌上的肉菜端到自己面前，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陈桂香见她一个嫁来抵债的媳妇，竟然还敢吃自己留给二儿子的肉菜，顿时便气不打一处来，拿起立在灶台边上的烧火棍，二话不说便要朝江雨薇打去。你们宁家倒是好笑，新媳妇进门第一天就不给吃饱饭，还要动手打媳妇。你个娼妇生的小杂种，我看打你都是轻的。进门第一天就敢跟婆婆顶嘴，日后没有男人管辖你，你还要上天不成？哎呀，我那苦命的大儿子哟，你死了倒是轻快，留下一双儿女，让我个老婆子怎么养啊？我本想着给你娶个媳妇进门，也好让你的儿女日后有个人看管。如今看来这女人也是个有娘生没娘教的野杂种。在院子里吃饭的村民们听见了这边的动静，也都顾不上吃饭了，忙起身凑了过来，趴在床边，站在门口往里看。你说这陈桂香又在闹什么幺蛾子呢？这还用说，想给新媳妇立规矩呗。我听说那江家大闺女是个老实本分的，以后的日子怕是要难过了。可不是吗？你还不知道那宁老大前一任老婆是怎么死的吗？哎呀，你可小点声，别被那陈桂香听去了，找你麻烦。村民的小声嘀咕都一字不漏地落入了江雨薇的耳中。想来这陈桂香自然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宁老大前一任老婆的死估计也与他脱不了关系。他走到了陈桂香面前，用力将她扶了起来，委屈着说道：娘，地上凉可别染了风寒，你怎么骂我都成，只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你看我就说吧，这江家大闺女太老实。是啊，都这样骂她了，竟也不恼。陈桂香见众人都帮着江雨薇说话，不由得气急了，又想故技重施，坐在地上撒泼，奈何江雨薇的手劲太大，捏着她的胳膊，仿佛要将她的骨头捏碎了一般，她仍是坐不下，只能强行被架起。哎呀，你这个死丫头，你要捏死我呀！你松手，你快给我松手！江雨薇嘴角微勾，猛地一松双手，本还在拼命往后挣扎的陈桂香瞬间失去了拉力，一下子就跌坐在了地上。只听得一声脆响，竟是陈桂香的尾巴骨被硬生生的给摔断了。江雨薇见状，忙蹲下身子，手足无措的带着哭腔说道：娘，你这是怎么了？我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生媳妇的气，不想让媳妇吃饱饭，你打我骂我都行，可是你不能折磨自己的身子啊！众人看着蹲在地上的江雨薇，红了双眼的样子，分外惹人心疼。陈婆子，你差不多行了，哪有新媳妇到家第一日就不让吃饱饭的？就是，你就是要立规矩，也等这大喜的日子过了再说。哎，这大媳妇看着就是老实孝顺的，以后有苦日子受了。陈桂香平日里就是个的理不饶人的主，如今哪受得了村民们在自家指指点点，坐在地上挥舞着双手，便开始赶人。走，吃饱了都走。我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摘。众人见陈桂香又开始撒泼，便也不想同她计较，只是担忧的看看还蹲在地上哭泣的江雨薇，都无奈的摇摇头走了。宁老头送走了众人后，觉得面上无光，便盯着还坐在地上的陈桂香皱眉道：人都走了，还坐在这里撒泼给谁看？我撒泼，我都后悔娶这个丧门星进门。你看看他刚进门就把我们家弄得鸡飞狗跳，我现下是疼得起不来了。快，老头子扶我进屋躺躺。江雨薇见陈桂香此时疼得也没心情管自己了，便径直往里屋走去。刚进门屋门，便看到角落里蹲着两个面黄肌瘦的小孩，身上穿着补丁小衣，袖口和裤脚都短了一大截，瞪着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走进来的江雨薇。这应该就是宁老大留下的一对儿女吧？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娘了，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宁昭，她是我妹妹，叫宁婉。江雨薇笑着拍了拍宁昭的头，从兜里拿出了一块饼子，分成两半递到他俩手边。宁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雨薇手中的饼子，却迟迟不敢伸手去接，只是不停地咽着唾沫。宁昭则是看看江雨薇，又低头看看饼子，鼓足了勇气才将两块饼子接了过来，两人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江雨薇看着眼前两个孩子这副样子，自然知道陈桂香并没有尽心照顾他们，心中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挨饿的样子，不由得捏紧了拳头。既然当了人家的便宜娘，日后照顾这两个小家伙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了。今日进门便知道了，这宁家的人也不是善茬，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做打算了。两个小家伙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饼子后，便乖乖地上床睡觉了。江雨薇折腾了一天，现在也是有些乏了，不知不觉便沉沉睡去了。在梦中，她来到了一个茅草屋前，门口处有一个小溪，不知怎么的就觉得有些渴，便趴在小溪边喝了几口水，几口水下肚，顿时觉得全身通畅，头好像也不那么疼了。江雨薇又起身走到茅草屋后，看见了一片空地，随后脑子里便传来一道声音：欢迎宿主来到专属空间，赠您良田1亩，灵泉1汪，快点开垦吧。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空间吗？正当他在思索着，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意识猛地从空间中抽离出来，只见陈桂香叉腰，拿着鸡毛掸子，一脸怒意地盯着他和两个孩子。你这个赔钱货，都日上三竿了还睡着，快点起来割猪草去，没听见院子里的猪饿得直叫唤吗？
奶奶，您别生气，我们这就起床去割猪草。别急，娘来帮你们穿，睡个觉都睡不清闲。看来今日要在这门上按把锁了。你个贱货还按门锁，我看你是长本事了，磨磨蹭蹭的干嘛？想偷懒？江雨薇依旧不搭理在一旁气急败坏的陈桂香，慢悠悠的将宁昭和宁婉的衣服穿好后，先去吃饭，猪饿一顿没什么，你们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不能饿着。上一世他一味的忍让自己的父母，骄纵自己的弟弟，所有的委屈都是自己一人吞下。这一次他定不会再让自己和这两个小家伙再过那样憋屈的日子了。接上集，陈桂香见江雨薇竟然如此敢忤逆自己，拿着鸡毛掸子就要朝江雨薇身上打去。江雨薇自然是不会吃亏的主，直接反手捏住要落下来的鸡毛掸子，盯着陈桂香冷笑道：怎么是昨日摔得不够疼？说罢就将陈桂香手中的鸡毛掸子一把夺了过来。陈桂香看着眼前的江雨薇，气得咬牙切齿，伸手摸摸自己昨日刚摔断的尾巴骨，不由得叫出声来：你个不孝的小贱蹄子，你刚进门第一天就敢忤逆婆婆，你这是大不孝。既然你无情，也别怪我无意，我那死去的儿子命苦啊，人都死了还要娶你这么个丧门星进门。呸！你能不能注意点卫生，别随地大小痰，要吐出去吐啊！陈桂香一时气急，指着江雨薇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江雨薇也不管她气急败坏的样子，直接往厨房走去。刚进厨房便看见宁家众人其乐融融的坐在饭桌上吃饭，而宁昭、宁婉却被赶在灶台下面蹲着，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吃饭。这家人还真是不当人啊，连这么小的孩子都要苛待。江雨薇拿着饭勺自顾自地舀了米粥，便往他们手中塞。两个孩子看着眼前的米粥，都不敢伸手去接，反而是歪头看向跟着进来的陈桂香，眼神怯怯的。只见陈桂香满脸怒容，正恶狠狠地瞪着那两个孩子。怎么，他们不是你的亲孙子，还是宁老大不是你的亲儿子？陈桂香被这话问得一阵慌乱，急忙转头看向正在桌边默默吃饭的宁老头，他干咳了几声，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怎么会？老大是我一手拉扯大的，要不是他，咱们宁家哪能出得起人去当兵？哦，这么说来，你还挺有自知之明。那你应该知道，宁老大是为了整个宁家才去当兵的，他的牺牲和付出，你们难道就不该有所回报吗？一旁的宁老头见江雨薇不是个善茬，忙起身笑道：大媳妇说的这是什么话？老大当然是我们的亲儿子，这俩孩子也是我们的亲孙子。宁昭、宁婉，你娘替你们盛饭，还不快接着？两个孩子见状，忙接起江雨薇手中的米粥，就大口喝了起来，生怕喝慢了被别人抢去似的。江雨薇无奈地摸摸了他们的头，喃喃道：看来娘要多赚点钱，养活你们两个小家伙。吃完了早饭，江雨薇便让宁昭领着自己去寻能做草鞋的材料。三人走了不久，江雨薇就发现了一处长满了蒲草的池塘，不一会便割了满满一背篓。江雨薇看着背篓里满满的蒲草，满意的踏上了岸边。宁昭凝视着眼前这个女子，不由自主的轻声呼唤：娘，你真的很了不起。江雨薇微微一愣，这是她第一次被人如此称呼，但感觉却意外的舒心。她微笑着，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走吧，咱们再去割些猪草，就回家去给你们做鞋子。一群在半坡上挖野菜的妇人们远远的看见江雨薇过来了，便小声嘀咕道：哎，快看，那不是宁家刚进门的大媳妇吗？这是成亲第2日就出来干活了。哼，那陈桂香的歹毒样子，怎么可能让她过上安生日子？江雨薇自然是远远的便听到了他们议论自己，便不动声色的带着孩子上前去打了声招呼，冲他们笑了笑。妇人们见他是个识大体的，便也冲他一笑，更有几个热心些的主动和他攀谈道：我说你呀，看着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可别被你婆婆给欺负了。就是，哎，你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治这俩孩子亲娘的。江雨薇听闻此言，眉头一皱，连忙问道：您知道这俩孩子亲娘是生什么病走的吗？嗨，你别听你周婶胡说，她呀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江雨薇看那周婶似乎还想再说些什么，就被身旁的人拉走了。到家后，江雨薇凭借着前世的记忆，很快便编好了2双小鞋子。昭儿、婉儿，你们试试这鞋合脚吗？两个孩子一脸兴奋，双手郑重地接过自己的鞋子。他们以前都是穿宁老二女儿宁馨剩下的，从来没穿过属于自己的新鞋子。如今有了新娘，又有了新鞋子，他们心中自然欢喜。娘，你看他们抢我的新鞋子。江雨薇抬起头，只见一个身穿鲜艳红袄的胖女孩正拉着刚踏入门槛的孙氏，尖着嗓音指向宁昭和宁婉的方向喊道：宁馨，这不是你的新鞋，这是娘亲做给我们兄妹的。哼，这家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我的，你们俩凭什么跟我抢？宁馨毫不客气的就要上前来抢。就在这时，江雨薇快速起身，挡在了宁昭的前面，直视着孙氏，那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满和责问：你平时就这样管教你的孩子吗？让他如此蛮横无理，欺负家里的其他人？小孩子之间抢东西是正常的，再说了，在宁家，馨儿就是比这2个赔钱货讨喜，1双草鞋而已，让馨儿稀罕够了再给他们也不迟。
即使是小孩子也不能这样蛮横无理，更何况宁昭和宁婉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他们的东西也有权利得到保护。你不能因为希儿是你的心头肉就一味的纵容他。你看看他俩的鞋子都破成什么样了，怎么没见你这个当婶婶的给他们换双新鞋？宁心见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新大娘凶，新大娘坏，以前的大娘都是把新东西先给心儿的。心儿乖，心儿不哭，不就是一双破草鞋吗？咱们明日便去集上给你买双好看的绣花鞋，比他们的草鞋好看上百倍。孙氏一边安抚着宁心，一边不满地朝江雨薇说道：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教孩子？难道还要你来指手画脚？这些草鞋本来就是给贱人穿的，心儿是宁家的宝贝，为什么要和他们抢？江雨薇被孙氏的态度激怒，但她努力保持冷静，不再理会孙氏，转过身来笑着对宁昭和宁婉轻声说道：这鞋是你们的，应该属于你们，没有人可以随意抢走，放心吧。宁昭和宁婉眼中闪烁着感激的泪花，他们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保护过。江雨薇眼中流露出温柔的光芒，她轻声细语地安慰道：乖，别难过了，既然明天要赶集，娘就把剩下的蒲草都编成草鞋，咱们拿到集市上去卖，卖了钱，娘就给你们一人做一身新衣服，让你们穿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她的话语温柔而坚定，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两个小孩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一定要努力赚钱，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嗨，你这个不长眼的死娘们，老子的摊位也敢抢！接上集，天刚蒙蒙亮，江雨薇就用背篓背上了昨晚编好的草鞋，带着两个孩子就往集上赶。刚找了个摊子将草鞋摆下，便来了一对气势汹汹的母子。那男子见江雨薇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奶娃娃，二话不说，直接上前掀了他的摊子。嗨，你这个不长眼的死娘们，老子的摊位也敢抢！这位大哥，你说这里是你的摊位，可有何凭证？凭证？我这张脸就是凭证。我说这摊位是我的，就是我的，你废什么话？江雨薇眼含泪水，看向围观的众人，柔声道：还请各位乡亲们评评理，他一个男人欺负我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还掀了我们的摊子，硬说这是他的摊位，可明明就是我们先到的。你少在那里装可怜了你！江雨薇敏捷的身形轻巧一侧，脖子顿时失去了目标，一个踉跄摔倒在地，疼得直哼哼。那男人见状，急忙上前想要扶起他的娘亲，然而江雨薇却趁人不备，巧妙地伸出脚一绊，那男人顿时失去了平衡，直挺挺地倒在了他娘亲的身上。哎呦哎呦，你这死儿子是想把你老娘压扁吗？母子俩真会玩花样，摊位争不过，难道还想联合起来讹诈我们孤儿寡母吗？各位乡亲，你们可得给我们孤儿寡母的做个见证啊！他们母子俩是自己摔倒的，与我们无关。没错，牛儿一直就喜欢欺负孤儿寡母，你别怕，我们都看见了，他们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都让开，别在这里挡道！突然间，一名身着官服的男子闯入了人群。发生了什么事？快告诉我！江雨薇见是巡街的捕快来了，便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给他听了。一旁围观的众人也纷纷帮江雨薇作证。牛二扶着他母亲，刚想要反驳，就被那捕快瞪了一眼，喝道：牛二，你刚从牢里放出来不久，难道今日还想进去？官爷，这是哪里话？俺可是老实本分人，牢里那种地方不适合俺，不适合俺。你少给我闹幺蛾子，快些向人家赔罪，还有记得将这摊子复原。牛二道好谦后，随后当着捕快的面不情不愿地将方才自己掀翻的草鞋一双双摆好后，这才拉着自己的老娘快步离开了。乡亲们看看，这些都是昨日刚编好的草鞋，我家孩子都穿着呢，很舒服。今日我们就是穿着这草鞋走到集上的，完全不累脚。家里的有孩子的可以给孩子带一双回去。娘，这双鞋上有小兔子，我喜欢，我想要。这些都是我娘亲手编的，很好穿的，你试试看。那妇人见宁昭这般主动，也不好意思推辞，便接过鞋子给女孩是穿起来。没想到那女孩穿着草鞋大小刚刚好，又在地上动了几圈，高兴地喊道：都来看我的草鞋，有小兔子。众人被他这么一吆喝都看了过来，打听了下这草鞋只卖10个铜板一双，和普通草鞋的价格差不多，便都纷纷掏钱来买。才一上午就将昨晚做好的10几双鞋子都卖完了，忙了一上午，母子3人还滴水未进。此时江雨薇也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便不好意思地看着两个孩子说道：都是娘不好，现在咱们有钱了，下次咱们来赶集就坐牛车来，也不让你们饿肚子。走，咱们去吃好吃的去。3人吃饱了之后，江雨薇就拉着两个孩子去了布庄，替宁昭挑了一块蓝色的布，又替宁婉挑了一块红色的花布。江雨薇发现有摆摊卖黄豆的，脑子突然有了灵感，便直接买了一些黄豆，又去找粮店买了些玉米面。买完东西，江雨薇就拉着两个孩子去坐回村的牛车了。娘，我们走回去吧，我和婉儿不累的，不用坐牛车。江雨薇一眼便看穿了他的想法，笑着说道：可是娘累了呀，昨晚编草鞋编的那样晚，今日又起的这般早，娘可没力气走回去了。那咱们就坐牛车回去。江雨薇笑着点了点头，就将两个孩子抱上了牛车，又把买的满满当当的背篓放在了牛车上。3人刚坐好，便见孙氏领着宁心也来坐牛车回村。
孙氏见江雨薇竟然有钱坐牛车，又伸头朝她的背篓望去，看起来是满满当当，但是却被布盖着，不知道装了些什么。难不成江雨薇嫁过来的时候，她家里还给了她一些嫁妆钱，让她自己私藏下了？若当真是这样，那可不成，自己男人挣的钱也都是要上交给婆婆来支配的，线下都没分家。江雨薇若是有钱不交出来，那岂不是让自己家男人养着他们孤儿寡母的？孙氏越想越气，便直接开口道：大嫂今日不在家里给婆婆帮忙，颠颠的领着2个孩子来集市干嘛？既然你如此心疼婆婆，你又如何不在家中帮婆婆做事，偏要颠颠的带着宁心来集市呢？孙氏没想到江雨薇竟然如此的伶牙俐嘴，便支吾道：我今日来赶集，是对了，是婆婆让我来的。果真如你所说？那是自然，婆婆向来心疼我，平日里总是让我带着宁心来赶集。倒是你没有婆婆的准许，你还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足足买了1背篓的东西，看你回去婆婆怎么说你。经孙氏这样一提醒，江雨薇自然想到了陈桂香那副嘴脸。如今只能在回家前将东西藏到空间里，用的时候再取出来。今日剩下的钱也得藏起来，免得被陈桂香搜刮了去。目前我与2个孩子仍与宁家同在一个屋檐下，若是有了钱财，自然得按照家中规矩交给陈桂香掌管。牛车刚进村口，江雨薇就带着2个孩子下车了，又冲孙氏喊道：我还要去割些猪草，今日还没喂猪，你同我一起去吧。割猪草本就是你活计，如何又要拉上我一起去做？哼，我可不去。五叔快些走，我还赶着回去做晚饭呢。江雨薇看着牛车往村里去了，便放心的牵着2个孩子去割猪草了。他先让宁昭牵着宁婉去前面割草，自己则是背着背篓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将东西都放进了空间，才去寻2个孩子。宁昭见江雨薇的背篓空了，面上一惊。江雨薇见状忙安抚道：咱们今日赚钱的事情可不能同家里的人说，还有咱们在集上买的东西我都藏了起来，等用的时候我再偷偷来取，免得被你奶奶他们知道了，全部都抢了去。放心吧，娘，我不会说的。昭儿乖，今日多亏了你陪娘一起去卖草鞋，日后娘赚了钱就送你去读书。宁昭听到江雨薇要送自己去读书，心中瞬间暖洋洋的，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温。注意看，眼前这个女人刚穿越过来就被继母卖给了别人当寡妇，只为给她那个好赌的爹还债，却不知她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唯唯诺诺的她。接上集，江雨薇刚迈进门槛，便听到了陈桂香尖着嗓子在院子里骂人：那个小娼妇，她也配去赶集？莫不是她身上还藏着银子呢？去，给我搜她屋子去！婆婆这是说谁呢？江雨薇听着这话，脸色一沉，将背篓放在地下，走到陈桂香面前冷声道：陈桂香没想到江雨薇这么快就回来了，看着江雨薇阴沉的脸色，到了嘴边的骂人话似乎说的没那么有底气了。你还知道回来？家里一整日都不见你人影。媳妇去割猪草了，今日猪草有些少，费了些心思，所以回来晚了。娘，就是这个背篓，我明明看见他买了1背篓的东西，你快去看看。陈桂香闻言，眼睛一亮，转身就要往门口的背篓走去。江雨薇见状，眼疾手快地拦在了她的面前，沉声道：婆婆就这样不信我？方才还要来翻我的屋子，现在就被人挑唆的来翻我的背篓。你不想想，若是我娘家有银子贴补我，又何苦将我送来您家守寡？陈桂香听闻此言，脚步一顿，思索了片刻，觉得江雨薇说到似乎有些道理，便又回头有些犹豫地看向孙氏，问道：你当真看到了他那背篓都是买的好东西？娘，媳妇敢肯定，他定是瞒着娘藏银子了，你去翻翻看就是了。我才进门几日，你们当真是想像逼死宁昭亲娘那样逼死我？陈桂香听江雨薇提到了宁老大的前任妻子，面色一变，急切地问道：你说什么？你胡说什么？可不敢出去乱说。谁在你耳边嚼舌根子？宁老大前任妻子定然不是生病走了的，如此便是拿捏了陈桂香的一个把柄，现下只需要再费些心思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便可。江雨薇见陈桂香还在焦急地询问是谁向自己透露了这些事情，便抬眼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孙氏。孙氏见状忙摆手道：娘，不是我可什么都没说，他死的那样惨，我怎么可能？闭嘴，给我滚回屋去！孙氏见状也不敢再多言，慌忙往自己房内走去。江雨薇则是当着陈桂香的面将背篓中的东西全部都倒了出来，那背篓里除了猪草什么都没有，这才失望地离开了。近几日，江雨薇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用灵泉水洗澡，原本粗糙的皮肤竟然变得细腻光滑。于是她将白天购买的黄豆全部取出，泡在了那神奇的灵泉水里。我要用这些黄豆生出豆芽来，为那片荒芜的良田播下希望的种子。毕竟良田荒着也是荒着，不如让它焕发出勃勃生机。泡完黄豆，江雨薇为2个孩子选购的布料，按照之前精心量好的尺寸，她开始为孩子们缝制衣裳。她心灵手巧，不过片刻，2身精致的小衣裳便在她的手中诞生。疲惫袭来，江雨薇回到自己的床上，很快便陷入了沉睡。在梦中，她仿佛看到了孩子们穿上新衣的喜悦场景，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了微笑。娘亲，求您快醒醒！娘，您快去瞧瞧吧，宁心她
江雨薇眼见宁昭焦急的几乎要哭出声，她匆忙起身，紧跟着宁昭的脚步冲向屋门口。只见院子里，宁馨正狠狠地拽着宁婉的头发，尖叫声响彻整个院子。你个哑巴也配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快说，你这红衣裳是从哪里偷来的？江雨薇看到这幅情景，心都揪了起来，忙冲上前将宁馨一把推倒在地上，抱起吓得瑟瑟发抖的宁婉。婉儿，别怕，娘来了，别怕，婉儿，好婉儿，乖婉儿，我的婉儿受苦了。一旁的宁馨见江雨薇如此护着宁婉，又对自己这样粗鲁，便委屈地哭了起来。娘，大娘她打我，呜呜呜！孙氏听着自己姑娘在院里哭得撕心裂肺，也顾不上锅里还煮着的菜糊了，举着锅铲就冲了出来。你个做大娘的，怎么就能下得去狠手打我们心儿？我们心儿可是娇生惯养的，你的心怎么就这么歹毒呢？你的耳朵倒是不聋，方才宁馨在院中那样欺负宁婉，你听不见。如今你女儿只哭一声，你便急吼吼地冲了出来，兴师问罪了。那是他们孩子之间玩闹，又怎能当真？再说了，宁婉她不是没事吗？我看她都不反抗，许是同我们心儿玩得很开心呢。江雨薇听着孙氏这番不要脸的发言，便也不想再忍了，她直接死命拽住了孙氏的头发，做事就要往冷水盆里按。孙氏此时怀里还抱着宁馨，自然腾不出手来反抗，只吓得大喊道：你松开我！你要干什么？你疯了你！真是造孽呀！你这还牵刀的！陈桂香挖完野菜一进门，看着院子里一片狼藉，她急忙冲上前。难道是想杀人吗？这可怎么活呀？娘，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和弟妹只是在闹着玩呢，方才宁馨也是这样和婉儿闹着玩的。你看弟妹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能有什么事？江雨薇毫不理会仍跪在地上的孙氏，径直走向宁婉。看我们婉儿玩的连衣裳都湿透了，来，娘亲带你去换衣裳，下次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哦。江雨薇把宁婉身上的湿衣服拿到厨房里，放在锅盖上烘干。正烘着衣服，突然听到院子里好像来了几个生人。有人在家吗？请问这里是宁怀之的家吗？宁怀之是谁？这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几位兵爷找宁怀之有何事？这里到底是不是宁怀之的家？兵爷息怒，这里确实是宁怀之的家，但是他已经多年未归，应是早就死在了战场上了，所以休得胡言，既然是宁将军的家就行，快让开。对了，再去请个大夫来，快些。那壮汉示意身后的人将马背上的人背进屋里。宁老头看清楚了背上的男人，顿时脸色一变，忙按照壮汉的吩咐去请村里的赤脚医生宁伯。接上集，在厨房烘衣裳的江雨薇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心中大惊。宁怀之，宁将军，难不成他是？江雨薇觉得自己一开始设想的美好生活，可能要因为这个男人的到来而结束了。此时也没什么心情烘衣裳了，只好拿着衣裳回到了屋内。既然宁将军送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等宁将军醒来，还请您转告宁将军，让他好好养伤，不必操心军中事务。说罢，一众人便都行礼离开了。陈桂香呆愣在原地，丝毫没有自己亲生儿子从战场归来的高兴，反而是满面愁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刚进来的江雨薇，嘴里念叨着：这下又来一个吃白饭的，还是个生病的，家里就这么点钱，全都让你们这些败家子糟蹋没了。快让我看看怀之怎么样了。此时宁老头也带着宁家村唯一的赤脚医生宁伯进来了。还没死呢，里面躺着呢。此时宁怀之仍旧是昏迷状态，身上的血将衣裳都染红了大片，气息也极其微弱。老大媳妇，来帮我把他的裤子脱下来，怀之腿上的伤好似更严重。江雨薇听宁伯这样说，顿时红了脸颊。自己还从没碰过成年男子的身体，今日就……老大媳妇愣着干嘛呢？快些！江雨薇无奈只得强撑着上手去帮宁怀之解裤带，刚解到一半，突然响起一个冷漠的男声：放手，我自己来。好，那你便自己解。怀之，你跟你媳妇还那么见外干什么？我不认识她，我媳妇不是周素吗？此事说来话长，日后再谈。你如今受伤了，不可多思虑，你且闭目养神一会，我先替你上药。宁伯忙活了好一阵子，才将他身上的伤口都包扎好了，又开了一剂药方，对江雨薇叮嘱道：老大媳妇，如今怀之这伤势十分严重，这几日需要日日换药，你拿着这方子明日去镇上抓药煎给他喝。只是他腿伤的厉害，怕是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能保住这条命我也是尽力了，这几日万不能疏忽了才好。说罢，一脸惋惜的看着仍旧闭眼躺在床上的宁怀之，叹了口气，才拿了枕巾离开了。陈桂香听宁伯说宁怀之的腿再也站不起来了，便直接在门外破口大骂道：刚来一个败家娘们，这又来一个吃闲饭的，我们老宁家得赚多少钱才能够贴补那老大一家的？偏偏就他家人口多，有4张嘴等着吃饭，一个能赚钱的都没有，都是赔钱货。江雨薇听着陈桂香的咒骂声，只想着找个时机尽快分家才好，免得被这些吸人血的家伙拖了自己赚钱计划的后腿。你在想什么？我是你娘前几日刚替你娶进门来，照顾你一双儿女的新媳妇，我叫江雨薇。至于你前任媳妇，我倒是没见过，不过据说她已经死了。至于是怎么死的这件事，你要去问你娘。
说罢，江雨薇也不等宁怀之反应过来，便直接转身出了屋子去找2个孩子了。第二天，江雨薇拉着刚起床的宁昭和宁婉柔声说道：“昭儿、婉儿，今日娘要去镇上替你爹爹抓药，就不带你们去了，你们就乖乖留在家里，好好照顾你爹。娘出去半日就回来了。”宁昭和宁婉听了江雨薇这话，忙乖巧的点了点头。江雨薇安排妥当后，便去找陈桂香要银子抓药。娘，今日我要去镇上替怀之抓药，他昨夜疼得一夜未眠，今日必须得吃药了，不然伤口会加重的。哼，我看疼死他活该！出去当兵那么多年，1分钱都没给家里寄过，如今成了摊子，倒是回家来要钱治病了。昨个宁伯不是也说了，他这病是治不好的，就这么拖着吧，能给他口饭吃就不错了。我可没钱给他看病。娘有钱拿去给二弟赌博，都没钱给怀之救命吗？你个挨千刀的，为了娶你，我都给老大花了多少银子了，如今有你照顾他，能让他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别妄想用我的钱给他治病了。有你这样当娘的吗？活活治死了周素，现在又想置自己亲儿子的死活于不顾。陈桂香听到周素这个名字，身子明显抖了一下，脸色也白了许多。你怎么知道周素的？是谁告诉你的？你若是不想让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就趁早拿银子出来给你儿子治病。陈桂香似乎是不想再同他纠缠，直接给了10个铜板，满脸不舍地递给江雨薇。江雨薇见他抠门，只给10个铜板，让自己去镇上买药，直接伸手抢过陈桂香手中的钱袋子，就往门外跑去，边跑边喊：“娘，我不知道买药需要多少钱，你这钱带我先拿去用，如果有剩下的钱，我1分不少的给你带回来。”你个丧门星，你还我钱袋子！陈桂香反应过来，起身要出去追的时候，江雨薇早就跑得没影了。你个丧门星，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哎，我的钱袋子！江雨薇到了镇上后，寻了一块空地，就开始摆摊卖豆芽。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豆芽，也不知道该怎么吃。江雨薇就现场做了一盘凉拌豆芽，供来往的客人试吃。一个背着菜篮子的大娘先上前试吃了一口，眼神瞬间亮了起来。好吃，好吃！姑娘，你这是什么菜？就是用这个豆芽做的，爽脆的凉拌豆芽，您带点回去试试看。这一扎豆芽多少钱？5文钱，我今日带的不多，卖完就没了。不贵不贵，快给我来4扎。江雨薇带的1背篓豆芽，不一会便都被人抢光了，还有许多没买到的都问江雨薇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摆摊。我7日后会来镇上赶集卖豆芽，诸位若是想吃，便去集市上寻我就好。忙完之后，江雨薇又紧赶慢赶找到了药铺，按照宁伯给的方子抓了药，这才去找了宁武叔的牛车，跟着他们回村了。到家之前，江雨薇先是将今日买的东西和自己赚的钱都存到了空间里，这才安心进了家门。江雨薇一进门便看到陈桂香坐在门口等她，眼神甚是急切。快给我钱袋子，花了多少钱？坐牛车来回花了10文钱，抓了7日的药，花了50个铜板。你还配坐牛车？去镇上又不远，你走路去不行吗？再说了，宁怀之他都瘫了，抓那么多日的药又有什么用？江雨薇见陈桂香这副胡搅蛮缠的样子，也不想同他多争辩，直接扭身进屋查看宁怀之的伤势去。接上集，江雨薇刚进门就看见宁怀之眼神阴郁地盯着窗外的方向。江雨薇无奈摇头，放下背篓，从里面拿出1包药来递给宁昭，笑着说道：“昭儿，去将这药先泡上，娘一会儿出去熬药。”宁昭见江雨薇回来了，很是高兴，急忙接过药包就出去了。江雨薇看着宁怀之皱眉道：“你这个家中的老大也太不讨喜了些，卖命的活计让你去做，如今你活着回来了，家里的人也没一个人高兴的。”宁怀之收回自己的视线，方才陈桂香的话他都一字不漏地听进了耳朵里。谢谢你今日替我去买药，不过娘说的对，我祖不过也是要瘫在床上了，治不治也都无所谓了，这点疼我还能忍住，日后你也不必再去镇上拿药了。哪有生病不治硬扛的道理？你现在还没死，就自己放弃自己了？你若是怕我花你娘的钱，大不了日后我想法子自己赚钱治你的伤。江雨薇一边想着，一边上手去脱宁怀之的衣裳。宁怀之见状，绷紧了身子，将头扭到了一边，沉声道：“不劳你替我换药，我自己来吧。”我倒是懒得伺候你，如今你伤成了这样，就不要逞强了。再说了，你我已经是夫妻了，我都不避讳，你一个大男人扭捏的什么劲？宁怀之见江雨薇这样说，便也不好再拒绝。江雨薇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灵泉水，替宁怀之擦拭伤口。虽然不知道这灵泉水的具体作用，但是自己干活累了，用灵泉水洗澡，每次都是觉得浑身轻松，像是被打通了血脉一样。如今用灵泉水来帮宁怀之清洗伤口，再用灵泉水来替他熬药，平日里的饮食也放入灵泉水，想必他会好得快一些，就算好不起来，也不会那么难受了。你再睡会，我先出去替你熬药，现下你养身子要紧，别想旁的事。江雨薇找了一个陶罐，在院子里架起火堆，就开始熬药，又喊来宁昭和宁婉帮忙看着火。娘，你可真厉害，怎么什么都会做？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会娘再给你和婉儿做个竹蜻蜓来玩，保证你们没玩过。对了，昭，那药已经熬好了，你盛出来端给你爹喝了吧，小心烫哦。宁昭小心翼翼端着药碗送去给宁怀之喝。
如今他身子行动不便，若是能在屋里如厕，自己也能省事些。江雨薇凭借前世的记忆，3下5除2就将马桶的雏形做了出来，便接上水拎到了屋里。诺，给你的，以后你腿脚不方便，就在这里如厕吧。见他一脸难色盯着自己，又讪讪道：“知道了，知道了，就你讲究，你先上吧，上好叫我。”说罢便退了出去。宁昭，你想死？你哪里弄的好玩意儿？快拿过来给我玩玩！宁昭将竹蜻蜓死死捏紧了，护在怀中。民警嘴唇一脸警惕地盯着眼前这个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男孩。宁昭，你这孩子就是小气，也不知道像谁了，不就个破竹子，给你弟玩玩能怎么了？听姑姑话，来，给姑姑。不行，姑姑，这是娘亲给我和婉儿做的，不能给旁的人。娘，你看他那的小气鬼样子，跟他废什么话？我打他一顿，抢过来不就行了？昭儿，婉儿，快闪开！江雨薇直接将方才马桶里面的排泄物朝宁云云泼去，宁云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泼了一身脏污。原本还站在他旁边的2个孩子都一脸嫌弃的捂住了口鼻，叫嚷道：“娘，你身上太臭了！娘，你太脏了，你身上还有屎！”哎呀，这可怎么办？我不是故意，方才我不是喊了让你们避让吗？怎么还跟个木头似的傻站在这里？昭儿，方才娘是不是让你们躲开了？你听到没？娘，我听见了，所以我才拉着妹妹躲开了，不知道姑姑为什么不躲。一旁的徐峰继续捂住口鼻，不耐烦地说道：“就是娘，我们也听见了，你咋不知道躲开点呢？”是啊，娘，我和哥哥都听见了的。江雨薇强忍着笑意，转手去舀了一大盆冷水冲了过来，不等宁云云说话，直接将一整盆冷水泼到了她身上，急忙解释道：“云云，你这身上太脏了，着实看着难受，我先帮你冲冲，一会让徐峰、徐景去给你烧点热水好好洗洗，今晚就住在这里吧，这副样子回婆家定也会遭人嫌弃的。”宁云云本就被泼了粪水，这会子又被泼一盆子冷水，现在自己浑身上下是浇了个透，一边冻得瑟瑟发抖，一边尖着嗓子喊道：“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没安好心。我娘说你是丧门星一点也没错，宁家也是倒了没娶你进门。哼，我那个不成器的哥哥也是的，死在战场上倒也利落，如今又摊这个身子回来作甚？还不是想在宁家白吃白喝，让宁家的人白白养着你们一家4口。你怎么弄成这副德行了？”陈桂香从地里回来，进门便看到了一身狼狈的小女儿，奈何她身上实在太臭了，咬了咬牙，仍是没敢靠近一步，只是皱眉问道：“还不是你这个丧门星儿媳妇搞的鬼？娘，你看看他都把我弄成什么样了！”江雨薇见状，忙冲徐峰、徐景呵斥道：“你们2个还愣着干嘛？快去厨房给你娘烧水洗澡去！你们还真想让你娘亲染上风寒病死榻中不成？哪就那么严重了？你干嘛呵斥我儿子？你算哪根葱？我是他们的舅母，就有资格提点他们。既然你如此说，那便不要让你的宝贝儿子去烧水，你也不必洗澡，就站在这寒风中站上一夜，等身上的脏污干透了，你明日再回婆家便是。昭儿，婉儿，走，咱们回屋睡觉，眼不见心不烦。”宁云云看着江雨薇的背影，气得一边跺脚，一边指着她怒骂道：“娘，你看他都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也不管他，就让他这样嚣张。徐峰、徐景还愣着干嘛？你们真要冻死我，让你爹给你们找个后娘吗？快去烧水去！你今日过来做什么？我这不是来看看爹娘吗？而且我听人说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回来了，还成了残废，这么大的事，我不得回来看看吗？”陈桂香听他说起宁怀之，心中的不满全部都展现在脸上了，扯着嗓子便骂起来：“确实是个不争气的，还不如死在战场上，倒也省得回来拖累我们这一家老小了。你都不知道他花了我多少银子，刚回来那日便请了宁伯来看病，第2日那个丧门星媳妇就抢了我的钱袋子去镇上替他买药。娘，你真是命苦啊！老了，摊上这么一家的败家子，你也是好心，这人都残废了，还要白费那银钱去替他请大夫，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接上集，江雨薇带着2个孩子进屋，将陈桂香母女2人的对话都一字不漏的听了来。江雨薇便摸了摸他俩的头，柔声道：“有娘在，不怕。”说着又从怀里拿出来4个烧饼，给他们1人分了一个，笑道：“快些吃，莫要让他们看见了，这是娘今日去镇上给你们买的，吃完就去睡觉，别管大人的事。”江雨薇看着宁怀之阴沉的脸色，便也递给他1个烧饼，说道：“吃吧，你别听你娘的，我就问你一句，我想同你爹娘分家，你同意吗？”“我不吃，你吃吧，我吃了也是浪费。”“你现在是病人，不吃东西病怎么好？你吃了怎么会浪费？只有你好好活着，2个孩子才有爹爹撑腰。如今你回来也有几日了，你家人对你的嫌弃你也看到了，现下我们提出分家，对他们肯定是有好处的。”“我知道我娘有时候会不讲理，但是她毕竟是我娘，我们做晚辈的理应顺从些。你说想要分家，你可想过我现在没办法下地劳作，若是当真分家了，那我们一家4口就全指着你一人养活，你一个女子如何能？”“好了，你说的我都懂，你放心，我有办法赚钱养活咱们家，你不信问昭。”“娘能赚钱，我也能帮娘赚钱，我都听娘的。”
好，那便听你们娘的。江雨薇见说通了宁怀之，便走出门去。此时院外已经围满了村民，都在嘀嘀咕咕讨论。陈桂香这婆子也太不厚道了，这大儿子能活着回来就是万幸了，如今又这样说。就是，快看他大儿媳妇出来了。江雨薇见众人都伸着脖子往院里看，此时宁云云还是一身脏污的站在院子里。孙氏和宁家老二都也回来了，面上带着哭腔，柔柔弱弱的说道：我知道，如今我们老大回来了，你们一个两个的都看我们大房不顺眼。他现下是病着，只要娘给我们银子治病，定能治好了，再帮家里做活，他才回来几日，你们就这样容不下我们了吗？你个丧门星的贱种，从你嫁过来，我们家就没有一天好日子，一分钱不会赚，只知道吃白饭，花我们二房赚来的钱。现在老大那个拖油瓶还要吃药吊着身子，你还指望那个残废能好起来？就是我听说我大哥已经废了，当时死在战场上，我们还敬他是个英雄，如今身子不行了，想起了回村了，这不是拖油瓶是什么？他可是你亲大哥，你个当妹妹的不但不帮他说话，却跟着孙氏一起来嫌弃他，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陈桂香见江雨薇敢骂自己闺女，气得拿起手边的锄头就要往江雨薇身上招呼，嘴里还咒骂道：你个搅家精，也不知你爹娘怎么生养的你的，养出你这么个丧门星，你们江家就把你这样的货色塞到我们家来，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个贱种！乡亲们，我才嫁进来几日，我娘就要打死我，我什么也没做呀！求求你们救救我！宁五叔，快些帮我去叫李正来，宁家容不下我了，救救我吧，我不想死！一直站在人群里担心的跺脚的宁五叔本就是个心善的，如今江雨薇被陈桂香追着打，宁五叔头也不回的往李正家跑去。宁昭见自己奶奶正高举着锄头要砸江雨薇，也顾不上旁的，直接跑过上去企图拦住陈桂香。陈桂香此时早已杀红了眼，想也没想的直接一锄头下去，狠狠地砸在了宁昭的后背上。啊，奶，我疼，别啊！陈桂香，他可是你亲孙子，你怎的就如此歹毒了？宁昭这孩子可怜啊，这么小的孩子怎的就要遭这样的罪，真是造孽啊！快去叫宁伯来，快救救我的昭，救救他！接上集，江雨薇哭着看着怀里颤抖的宁昭，心疼的喊道：昭儿，你醒醒，你不能有事，娘不是说过让你待在屋里不要出来吗？娘，别哭，没事了，奶奶打了我，就不会打你了。宁昭强撑将这句话说完，便又昏迷了过去。江雨薇见状，更是泣不成声。快闪开，宁伯来了，都闪开！多好的孩子啊，真是造孽啊！他还这么小，怎得就要受这般罪？宁伯给宁昭包扎好了，这才擦了擦自己额上的冷汗，对着江雨薇嘱咐道：如今昭儿只是暂时稳定了，不知何时才能醒过来。夜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的状况，如果浑身发热，一定要及时退热，免得伤口感染撑不过去。江雨薇点头道谢后，便抱着宁昭回屋去，盯着一脸着急的宁怀之冷冷说道：我说过不要让孩子们出来，外面的事情我会解决，你也老实在炕上待着，别给我添乱。此时院子里还站着许多人，江雨薇走到院子中便喊道：请问哪位是李正？你是宁家大媳妇吧？我就是宁家村的李正宁海，有什么事你说吧。方才的事情想必你也看到了，如今我家老大是个残疾的，宁家人容不下我们4口人，我们也不想再赖在宁家吃白饭了，不如今日就在诸位的见证下，请李正为我们做主分家吧。你可知道，你若是分家出去，你家4口只能靠你一人养活了，你真的想好了吗？我知道，李正，今日的情形你也看到了，如今宁家是容不下我们了。娘，大嫂闹着要分家，我看您也别拦着人家出去过好日子了。也算你自己要脸，不强行留在宁家拖累我爹娘，你们早该滚出去了。对，分家，今日一定要分家，快把他们一家的丧门星赶走。既然如此，那今日我便来帮你们拟文书。陈婆子，你们过来盘点下家产。我们家人口多，赚一点花一点，攒不下钱，也没什么家产，就是这么一间破房和10亩薄田。别的我不要，我只要2亩地和我屋内那些东西。好，那村东头那2亩都给你，你屋里的东西你都搬走，放在那里我也觉得晦气。既然今日分了家，我们一家4口也定是要搬出去住的，如今还要请李正帮我们在村里找一处闲置的房子，我们也好尽快搬走。村东头，你家那2亩地前面倒是有一间小房，只是没有院子，也没有院墙，是多年前一个猎户来村子打猎，为方便上山盖的房子。如今那猎户倒是早就死了，那房子也是无主的，你们若是不嫌弃，可以搬过去住下。我们哪还有嫌弃的份儿？既然李正同意了，那我们这几日便收拾搬过去住。那间房子年久失修了，还需要修缮一下才能住人，你们就安心在宁家多住几日，等房子修缮好了再搬过去也不迟。多谢李正，还请李正将分家书写好，我们来按手印。陈桂香见这么容易就将大房那一家4口赶了出去，便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忙也点头道：是啊，李正，我们今晚就签分家书。李正看着陈桂香急迫的样子，无奈的摇了摇头，很快就将2份分家书写好了，让他们签名后又按了手印，这才分别交给了他们。宁老头送走了众人，这才回来，嘴里念叨着：
怎么就分家了呢？老大那孩子也不容易，为我们这个家。方才你死哪去了？有事就当缩头乌龟，家里的大事小情你什么时候管过？赶紧闭嘴，回屋睡觉。接上集，江雨薇拿到了分家书，急忙回屋查看宁昭的情况。此时宁昭正疼得缩成了一团，脸色惨白的像纸一样。一旁的宁婉见自己哥哥伤成了这样，不停地抹着眼泪。婉儿乖，哥哥没事的，你先去睡觉。明日娘要去看咱们的新房子，你留在家里照顾哥哥和你爹，好不？宁婉眼含泪花，冲江雨薇乖巧的点了点头。宁怀之沙哑着喉咙对江雨薇说道：雨薇，都是我不好，是我拖累你们。别说了，如今能拿到分家书，我已经满足了。日后的日子就要靠我们自己。你是2个孩子的爹，我不会放弃你，我也不想看到你一个大男人整日怨天尤人的。你得快些养好身子，振作起来。你先睡，我先守一会宁昭。宁怀之见江雨薇这样说，自己便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默默记下了他的好。第二天，江雨薇一睁眼就去找李正大人，带自己去看村东头那处小房子。李正喊上了自己老婆和闺女，拿了些打扫的工具也跟着来了。看着眼前这地，江雨薇这才知道当时陈桂香为何会那么痛快地答应给自己这2亩地。李正的老婆宁婶则是一脸愤愤不平地说道：陈婆子这是要置你们大房于死地，你一个女人家分给你这样荒的地，春播都快结束了，你又要重新开垦，你自己一个人怎么种得过来呢？无妨，能从那吃人的魔窟里逃出来已经是极好的了。今儿就让你宁婶和宁秋帮你先将屋子简单收拾出来，也好有个地方睡人，你且先住着。过几日你若是想要垒个院墙，便来找我，我另指派人手来帮你做。还有那屋顶也是需要修缮的。多谢李正，今日我就厚着脸皮麻烦宁婶和宁秋妹子了。我们且先收拾一下，等我攒点钱，再将这屋子大修一番。现下只有1间小房，住人也确实挤了些，也只能先将就着住了。无需言谢，你现在一个女人家要照顾全家人，自然是有难处的。我们村里人也是能帮一把算一把。说着，李正便回村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江雨薇和宁婶、宁秋也不闲着，直接开始帮忙清理。3人整整忙活了1日，才简单收拾了的大概。江雨薇冲宁婶不好意思地笑道：如今这房子才刚收拾好，还不能做吃食，我也不能留你2位吃饭了。等我忙完了这几日，专程登门道谢。咱们都是女人家，深知你的不易，你也不必如此。你嫁到了宁家村，日后咱们免不了常来常往的，不急这一时。江姐姐，你看这房子连个灶台都没有，日后你们搬过来怎么做饭呀？要不明日让我爹找人来帮你垒个灶台吧。我家的事已经够麻烦乡亲们的了，这些小事我自己就能做了。一会我去寻些合适的材料，明日再来垒灶台。宁婶，你们先回去吧。送走宁婶后，江雨薇也回了宁家。江雨薇刚进门就见孙氏拧着宁婉的耳朵尖叫道：你这个浪蹄子，你胆子大了，还敢来偷鸡蛋，看我不打死你，跟你那个刚进门的丧门星娘亲一样讨人嫌。这么小的孩子你都要折磨，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了？哼，你搞清楚，咱们都分家了，你家人怎么还死赖着不走？你这个贱种女儿也是坏得很，竟然还敢来厨房偷东西。娘，不偷，哥饿了。江雨薇见宁婉竟然开口说话了，心里又惊又喜，也顾不上在旁边叫嚣的孙氏，抱着宁婉就进屋了。看到宁怀之便高兴地喊道：他方才叫我娘了，婉儿开口说话了，咱们婉儿不是哑巴，她会说话。婉儿很乖，谢谢你雨薇。不必道谢，这儿好些了吗？娘，我好多了，你不用担心我。江雨薇早就料到了宁家人不会再给他们留饭了，就从背篓里拿出小番茄和烤玉米。宁怀之看着江雨薇手中的烤玉米，喃喃道：这个季节哪里来的玉米？雨薇你只管吃便是了，我是不会害你们的。宁昭、宁婉，咱们家吃的东西千万不能跟外人说，知道吗？2个孩子也不问为什么，只是乖巧的点头。他们只知道娘不会害自己，也不会让自己饿肚子。接上集，第2天，江雨薇赶到了新房子处，开始垒灶台。一个灶台，她1上午便垒完了。江雨薇便满心欢喜的去周婶家借了一辆板车回宁家搬东西。刚进门便听到了宁云云的声音：你这个贱种，我看看你藏的什么？你们都分家了，还赖在这里不走，真是不要脸。宁云云，你这是做什么？江雨薇此时也顾不上旁的，将板车放下，就快步跑到屋内，一把朝他脸上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江宁婉挡在身后怒道：你才是贱种，贱人生的贱种，有娘生没娘教的贱种。你一个出了嫁的姑娘，日日往娘家跑，管你娘家的闲事，说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了大牙？你才是贱种，你全家都是欠债不还的贱种。你看看你那个赌鬼爹，他日日出去赌钱，我看他再这样赌下去，老婆都要卖了还债了。这些话自然是刺激不到江雨薇的，毕竟她也希望娘家那群人都不得好死。江雨薇一边伸手抵挡宁云云的攻击，一边不忘腾出手来打她。你弄疼我了，快松开我！哥，我的好哥哥，快管你媳妇！你若是再管我们家的闲事，再让你那2个猪脑儿子来欺负宁昭宁婉，我便去你婆家闹。你娘管不好你，便让你夫君、你婆母好好管教你。
宁云云平日最怕她婆婆，见江雨薇这样说，忙陪笑道：呵呵，好嫂嫂，你放了我，日后我再不敢招惹你了，我保证让徐峰、徐景也不来招惹你家孩子，你就放过我这一次。滚！宁云云见状也不敢多停留，只得屁滚尿流的跑了。你会擒拿术？你一个女人家怎么懂那些东西？只是略懂些皮毛，小时候在山上捡了本画册，便是照着那上面学的，如今再找那画册也找不到了。原来你儿时还有这样的故事，怪不得你如今身子这般硬朗。江雨薇也不想同他多聊，只是讪讪笑了几句，便转身去收拾东西了。这间屋子里的东西并不多，只用一板车便可以拉走。江雨薇装好车后便喊道：我先去送一趟东西，一会回来拉你们。说着便头也不回的走了。到了新房子，把板车上的东西搬了下来，归置好后才回去接宁怀之他们。江雨薇到了宁家，便看到陈桂香气势汹汹的等在院子里，一脸怒意的瞪着他吼道：你个丧门星，你竟然还敢动手打云云，我真后悔当初把你娶进门，你根本不值1两银子，既然已经分家了，你爹欠的债便由你来还，还有老大和宁昭看病的钱你也得还给我，不多，你写个3两的欠条给我，我便放你们走。孙氏见自己婆婆要朝江雨薇要银子，忙殷勤的拿出纸笔扔到江雨薇面前。大嫂，你要是个要脸的，就快些把欠条写好了，要不然我们也不能放你们走。哈哈，刚好我们也不想走，不如这样，分家书作废，我们就继续留在宁家白吃白喝，反正你个当娘的也不能饿死你亲儿子不是？江雨薇说着看了看孙氏气得涨红了的脸和陈桂香一脸便秘的表情，又继续说道：你放心，你好好出钱出力养着我们一家4口，等孩子的病好了，我夫君的病也好了，那我们就能干活养家了，这样长远看来宁家也不算亏本不是？你还真是恬不知耻，你不要脸。分家书已经写了，自然不是儿戏，你们刚分家这钱我也不会催着你们还，宁昭和老大治病的钱我来出，可你爹欠的钱必须你来还，1两银子少1分都不行。接上集，江雨薇见天色越来越暗，若是晚上推着板车过去看不清路，再将宁怀之和宁昭摔个好歹，便更是得不偿失了。于是便直接拿起纸笔写了1两银子的欠条扔给陈桂香，便进屋去背宁怀之了。娘，我们走了，日后每年的节礼我们会回来送东西给您，既然已经分了家，平日里无事也就不用再往来了。走吧走吧，快些走吧，我也不图你能给我送啥东西，你们一家4口不赖在家里吃白饭就是好的。江雨薇见陈桂香这副嘴脸，心中更是看不起她，于是头也不回的推着板车走了。到了新家后，宁昭高兴的说道：娘，以后我们也有自己的家了。我家。雨薇，这阵子辛苦你了。这房子虽然破败，但是好在还能将就着住人，过些时日，咱们赚了钱再请人来好好修缮一番，多盖几间屋子，院墙也要垒得高高的，弄个大院子，将来养些鸡鸭自己吃也方便，反正这里空地多。还是雨薇考虑的周全，我这里有5两银子，你先收着，日后也能用得上。你怎么会有钱？你不是……你别忘了，我在军中大小是个将军，每月都有俸禄可以领，只不过是这次因中了奸人的计谋才受了伤，之前在军中攒下的那些银子估计也拿不回来了，只有这5两银子还是我属下走的时候留给我的。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这银子在宁家的时候你怎么不拿出来？我本是想将这银子交给娘的，可是自从我回家，她便没去看我一眼，平日她是如何苛待你和孩子的，我也尽数看在眼里了。如今我们也分了家，这银子自然不能再交给娘来保管了。江雨薇将手中的银子收了起来，便也不再多问。既然宁怀之不是个眼盲心瞎的，且并不是对陈桂香愚孝，反而知道为自己的小家考虑，那我也就放心了。睡梦中，江雨薇的意识进入了空间，想要给空间里的作物浇点水，一抬头便看见头顶出现一行字：恭喜宿主搬家，赠送良田1亩。江雨薇见眼前的空地又多了1亩，心中大喜，又将剩下的种子都拿了出来种上，顺便又采了些成熟的红豆和黄豆拿出来晒在了院子里。刚做完这些活计，就听见宁婉哭着从院外跑回家，只见宁婉的右胳膊肿起来一个大大的红包。江雨薇心疼地问道：婉儿，你这胳膊是怎么弄的？这疼，蜜蜂弄的。婉儿乖，一会娘亲去把那些蜜蜂赶走，这几日你不要再出门了，娘在外面设了陷阱，你若是掉进去可就危险了，等过几日你哥身子好了，你再同他一起出门玩。宁婉此时只觉得手臂没刚才那样疼了，便乖巧地点了点头，她再不敢出去乱跑了。江雨薇很快便在屋后的一棵槐花树下发现了蜂窝。我若是能将蜜蜂多养一些，那也不用担心白糖的问题。明日正好是赶集的日子，我今日就要在家将油炸糕做好，炸个7、8分熟，明日一早复炸一下，就可以带到集市上卖了。如此想着，江雨薇也不敢再耽搁，寻了个棍子将蜂窝打了下来，拿回家去。接上集，宁婉见江雨薇在厨房忙碌个不停，似乎也想出来帮忙，但是看见了地上的蜂窝，又吓得红了眼眶。婉儿不怕，这个是蜂窝，娘已经将里面的蜜蜂都赶走了，不会再蛰到你了，你等着，娘给你弄勺蜂蜜尝尝。江雨薇从里面舀了一勺蜂蜜出来，递到宁婉嘴巴，示意她尝尝。宁婉接过勺子，轻轻舔了一口，眼睛一亮，她从没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忙拿着勺子往里屋跑去，递到宁昭嘴巴，急切地说道：哥，吃，甜。
谢谢婉儿，真的好甜，你吃吧，哥哥不吃了。爹，吃。宁怀之见宁婉肯叫自己爹了，一个在战场上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男人，此时竟然红了眼眶。他将头扭向一边，强忍着泪水哽咽地说道：“婉儿乖，婉儿自己吃，爹不吃。不哭，爹吃。”宁怀之此时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他看着宁婉急切的小手，笑着也尝了一口蜂蜜，说道：“好吃，真甜，婉儿乖，婉儿自己吃吧。”宁婉见大家都尝过了，又跑到外屋，递到江雨薇嘴边，一脸天真的笑道：“娘，吃。”真甜，谢谢婉儿，去玩吧，娘今日有点忙。江雨薇先做了一些油炸糕给孩子们和宁怀之吃。娘，你做的真好吃，这个什么油炸糕我第一次吃，里面还有馅料，真的好吃，好吃。入口软糯香甜，虽是油炸的，但是却一点也不黏腻。豆沙馅料的颗粒感也为油炸糕增加了口感上的层次。这油炸糕确实是好吃。江雨薇见三人吃得很香，便高兴地笑道：“怎么样，好吃吧？我明日便要去集上卖这个油炸糕，明日要辛苦婉儿照顾爹爹和哥哥喽。”宁婉也顾不上回话，只是一边吃一边点头。宁昭则是一脸崇拜地看着江雨薇说道：“娘，你的手艺太好，这个油炸糕在集市上一定很受欢迎。”雨薇，辛苦你了，你明日自己去集上要小心些，别舍不得钱坐牛车。若是我这腿能动。好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去镇上赶集了，你就安心在家看孩子，你这腿会好的，大不了我们赚了钱再去镇上请大夫来看就是了。若是镇上的大夫看不好，我们就去城里寻大夫。宁怀之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伤口虽然都已经愈合了，但是这双腿却是伤了骨头，很难再好起来了。他只当江雨薇是在安慰自己，苦笑道：“好，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乱说话了。”我要去给李正家和周婶送些油炸糕和芝花豆浆，这次搬家他们帮了不少忙，日后还是要常来往的。娘，什么是芝花豆浆？也没什么，是我将栀子花和磨好的豆浆混了蜂蜜一起煮的，我给它起名叫芝花豆浆，既有豆浆的醇香，还保留了栀子花的清香和蜂蜜的甜味，好看又好喝。你们的我也留出来了，放在外屋，一会凉了，让婉儿端给你们喝。说完，江雨薇就将打包好的油炸糕和芝花豆浆放在背篓里，先去给周婶送去了。周婶看见是江雨薇来了，忙热情地招呼她进门。江雨薇见状，直接拿出背篓里的油炸糕和豆浆塞到周婶手中，笑道：“周婶，我还要去一趟李正家，就不进去了。前几日多谢你帮忙，这是我自己做的油炸糕和豆浆，你别嫌弃，拿回去尝尝。”周婶刚要开口拒绝，江雨薇就小跑着离开了。周婶看着江雨薇的背影，嘴里喃喃道：“雨薇真不容易呀。”自己一个女人家要拉扯这一大家子人，好在是个明理之恩的，日后能帮则帮。接上集，宁秋见江雨薇来了，忙上前拉住她的手，关切地问道：“雨薇姐，我听说你们搬过去住了，那房子现在能住人了吗？”多亏你和宁婶帮忙，现在房子都收拾好了，住人是没问题的。今日我来就是特意来感谢你们的，这些油炸糕和芝花豆浆是我自己做的，你们尝尝。宁秋也不推辞，直接拿出一个油炸糕递给宁婶，又拿了一个递给宁晨，自己才拿起一个吃了起来。一入口就惊呼道：“雨薇姐，这个油炸糕太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油炸糕。”确实好吃，雨薇，你还有这手艺呢。雨薇姐，你做的太好吃了。雨薇姐，你都是怎么做出来的？这豆浆也太好喝，你都可以摆摊去做买卖了。你们喜欢便好，我本也是要明日去赶集卖这些东西的。好呀，赶集好，正好我明日也要去赶集，我去帮你打下手，你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的。好，那咱们就说定了，明日就坐你五叔的牛车去赶集。第二天，江雨薇小心翼翼地把油炸糕和准备用来装豆浆的竹筒放在背篓里，又提着装满芝花豆浆的竹筒就出门去赶牛车了。宁秋见江雨薇来了，忙上前接过她手里的竹筒，笑着说道：“雨薇姐，我都等你好久了。”哟，我还当是谁呢？看来分家了，你也不安生，还坐着牛车去赶集，你哪里来的钱？既然都分家了，你就少在我面前晃悠，我的钱从哪来的还要向你汇报。那咱们宁家村家家户户每日赚了多少钱，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都要同你报备？雨薇姐，你同他讲什么理？他就是个无理都要缴3分的野蛮人。江雨薇感激地看了一眼宁秋，二人都默契地不再理会孙氏。孙氏本想再说些什么，可一想到宁秋是李正的闺女，便也不敢再开口了。他们很快便到了集上，江雨薇直接带着宁秋去上次自己卖草鞋的那个摊子，见那里没人，便过去摆好了摊子，开始叫卖。好吃的油炸糕3文钱一个，好喝的芝花豆浆4文钱一杯。啥是芝花豆浆啊？江雨薇直接掀开竹筒的盖子，芝花豆浆的香气顿时飘了出来，众人闻着香气都凑近了看。江雨薇笑道：“芝花豆浆，快来买，只此一家，快些来买啊！给我来一杯尝尝。”江雨薇忙拿出之前备好的竹筒，将豆浆递给了妇人。好喝，好喝，我从来没喝过这样好喝的豆浆，快，再给我来上3杯，我带回家给孩子们尝尝。一旁凑热闹的人也早就馋得不行了，见着妇人直夸好喝，都忍不住来拿出钱买。江雨薇在旁边收钱，宁秋就负责装豆浆，忙得不亦乐乎。
芝花豆浆配油炸糕才好吃，我家的油炸糕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快来买，快来尝。方才买了豆浆的人听说配着油炸糕更好吃，便都纷纷掏钱来买油炸糕。这下江雨薇和宁秋都开始手忙脚乱了。大家排队来买，不要乱，排好队，不排队的恕不接待。江雨薇和宁秋越干越熟练，两个人搭配起来速度快了不少，不一会功夫就油炸糕和豆浆都见底了。江雨薇见后面排队的人还有很多，就吆喝道：油炸糕和芝花豆浆只剩下10份了，后面的乡亲不用排了，等下次再来买吧，实在是不好意思，下次我定会多备些，让大家都能吃到。接上集，众人听说卖完了，都十分不情愿。哎，我说这个摊主你怎么不多做点呢？白排这么久的队了，我家孩子哭得不行，就想吃你这油炸糕，你还卖完了？你倒是会捣鼓，又做什么油炸糕、什么豆浆的，都不知道先拿去孝敬公婆。江雨薇正一边收着钱，一边给没买到的人赔礼道歉，就看见孙氏急吼吼地拉着正哇哇大哭的宁心跑了过来，冲江雨薇说道：你心还真是够黑的，快些将剩下的油炸糕和豆浆都拿出来，我们家心儿要吃。哈哈，你真是个天大的笑话！我为啥要拿给你家心儿吃？你要买下次再来吧，今日的已经卖完了。江雨薇说着，就把最后一份油炸糕和豆浆打包好，递给一个男子。孙氏见状，就要上前去抢那男子手中的东西，脸上还不忘陪笑着说道：你看看这位大哥，不好意思，这是我们自家买卖，我们家孩子要吃，你就别跟一个孩子抢了，你下次再来买哈。我可是付了钱的，你算老几啊？上来就抢我东西，臭婆娘！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江雨薇和宁秋见状相视一笑，便收拾了摊子，刚要离开，孙氏就拦住江雨薇怒道：好你个江雨薇，你亲侄女都馋哭了，你都不舍得给她吃，哪有你这样当大娘的？你家闺女你惯着，旁人可不惯着。再说了，我可没有这样黑心烂肠的侄女，小小的孩子就知道欺负弱者，都让她娘教坏了。好你个江雨薇，你等着，咱们走着瞧，我回去就告诉娘，你有钱还不还她银子。江雨薇拉着宁秋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从怀里拿出20个铜板递给宁秋，笑道：这是你今儿上午的工钱，多亏你来帮忙，不然我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下次赶集我多做些，咱们也能多卖些，到时我再多给你些工钱。不用雨薇姐，我就是来帮忙的，左右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别提什么工钱不工钱的。你再推脱，下次我可不敢用你了。听话，拿着，我得去给你宁大哥抓些草药，再买些吃的用的，你自己去逛逛集市吧，咱们到时去宁五叔的牛车那边会合。江雨薇到家后就忙进去看宁昭，见他在地上陪宁婉玩，忙担忧道：昭儿，你那伤口才刚好，怎么就下地了？该多养养才是。娘，我身子都好了，现下也不疼了，整日躺在炕上，我实在受不住了。身子还是要日日擦洗的，好好养着，那疤痕能淡些。都听娘的。娘，你今日去赶集，东西都卖完了吗？今日准备的东西都不够卖，下次赶集要多准备些才行。雨薇，今日你一个人去赶集，定是忙坏了吧？不是我一个人，今日李正家的宁秋帮我一起去卖货，我和他脾气处得来，下次赶集他还同我一起去。今日我给了他20个铜板工钱，下次多卖些也能多给他一些。有人帮你就好，我本还担心你自己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几人正说着话，突然听见屋外一阵巨响，江雨薇立马绷紧了神经，沉声道：不知是人还是猎物，我先出去看看。说着便往自己挖的陷阱跑去。宁昭见娘跑了出去，实在不放心，便也跟出去了。接上集，江雨薇看着眼前的野猪，直接找了个长竹竿，用力的朝野猪头部扎去。一旁的宁昭似乎也被眼前这个场景给震撼到了。这么多猪肉，咱们是怎么也吃不完的。猪板油留着做炸猪油，以后做油炸糕也用得上。猪头和猪下水不值钱，可以研究着卤出来，下次带去集上卖。至于猪肉，可以留一些自己吃的，再给李正和周婶家送些。上次分家宁五叔也是出了力的，这次也该去送点东西还人情了。再剩下的猪肉就在村里10文1斤便宜卖了吧。今日也不赶集，自然也不值当拉到镇上去卖了。昭儿，你快些跑到村里喊，就说李正家门口卖野猪肉10文1斤，数量不多，想买的快些来。江雨薇也不敢耽误，拉着剩下的猪肉就往李正家赶去。路过宁五叔家的时候，又拿出2斤猪肉去敲门。宁五叔见江雨薇送给自家这样贵重的东西，忙摆手道：老大媳妇，你这是作甚？我也没帮上什么忙。方才我听着宁昭在村里喊了，我正好也要出去买猪肉，既然你送来了，就当是我买的，也省得我跑一趟了。五叔，你帮了我大忙，这点猪肉不算什么，日后咱们常走动。江雨薇很快便来到了李正家，门口已经有不少人在等着买猪肉了。此时宁昭也满村子吆喝完了，气喘吁吁的跑过来给江雨薇帮忙。昭儿，你先去一边歇歇，看你累得满脸都是汗。这小宁昭是个做生意的料，我就是听见他吆喝才来买的。是啊，老大媳妇，宁昭真是个好孩子，这么小就知道帮忙了。江雨薇冲他们笑了笑，手上的动作也不停，很快1板车的猪肉就卖完了，只剩下一个猪后腿。
江雨薇便想着带回家自己炖了吃，刚招呼着宁昭推起板车要走，便碰见陈桂香和宁老头。陈桂香没想到江雨薇在卖猪肉，顿时气得牙根痒痒，上前指着江雨薇的鼻子就开骂：好你个黑心肝的玩意儿，你这分家出去几日就忘了家里还有我这个老娘了，有猪肉都不知道往家里送些。陈桂香看见那板车上剩下的猪后腿，伸手就要去抢。宁昭见状忙起身拦在前面：好你个宁昭，你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宁家的种，如今你竟然敢为了一个外人同我作对，我白养你那么多年了。你也想吃猪肉？等下刚好剩下这一个猪后腿，再来晚点可就没了，我先帮你称称。不用称，那么麻烦干嘛？都给我吧。称称而已，不麻烦的哟。刚好是6斤5两，多的5两算我送你的，6斤一共是60文钱。你看是现在给钱，还是我们跟着你回宁家取？你个狼心狗肺的，我是你婆母，我要吃你点猪肉，你竟然还要跟我张口要钱？你是我婆母不假，若是按照之前没分家的时候，别说这猪肉了，就连这卖猪肉的钱我都得一分不少的上交给你。可如今咱们已经分了家，你也知道我一个女人家的拉扯全家人不容易，你还故意分给我村东头那2亩荒了好几年的薄田，如今就连我赚点糊口钱你也看不下去，还要过来闹得我做不了生意。你可知你儿子瘫在床上等着用钱买药，宁昭前些日子被你伤得刚能下地，宁婉也是个小的，等着我回去给他做饭。你说的没错，这些都是你们宁家的种，可你曾管过他们的死活吗？一旁围观的乡亲们也听不下去了，纷纷开口道：陈老婆子，给老大一家留条活路吧，看看人家都被你逼成啥样了。哼，分家的时候我可在场，好东西一点没给老大家，如今怎么有脸来要这猪肉的？陈婆子，你又不是吃不起猪肉，你若是真想吃，就花钱买了吧。陈桂香见众人没一个向着自己说话的，顿时气得上气不接下气，指着江雨薇刚要开骂，就被宁老头冷脸瞪着：你还嫌不够丢人呢？快给我回家！宁老头也不管陈桂香如何反抗，只是拉着他的胳膊就往家拽。接上集，见陈桂香走了后，宁昭才松了口气，对江雨薇说道：娘，你可真厉害，咱们回家吧。昭儿，以后娘保护你们，你不用事事都冲在娘前面，你还小，等以后你长大了，你再保护娘。娘，我一定会尽快长大的。江雨薇无奈地笑了笑，便带着宁昭回家了。到家后，江雨薇将猪板油切成了小块，在锅里填了水，让宁昭帮忙看着火，以免糊锅，这才安心开始清理猪下水。江雨薇费了很大的劲清洗干净后，这才查看猪油炼得如何。没想到2个小家伙干活很认真，宁昭一直控制着火候，宁婉则是不停地翻炒。你们做得不错，这一锅猪油熬得很成功。江雨薇将炼完的猪油渣盛到盘子里，递给2个孩子说道：给，拿到炕上和你爹吃去，刚出锅才最好吃。宁昭拿着猪油渣递到宁怀之面前笑道：爹你尝尝，这是我和婉儿熬的，娘说趁热吃才好吃。如今看来，她还真是同寻常女子不一样，也许她真的能将这个家的日子过起来。吃，好吃，猪油渣好香啊，真好吃，是不是婉儿？宁昭又夹了一筷子，跑到厨房递到江雨薇嘴里。宁昭见江雨薇自己在厨房忙活，就直接坐在锅台边开始帮她烧火。昭儿，这一锅是做的卤味，我现在盖上锅盖，你先大火烧开后，再烧小火慢炖，这样才能入味，知道吗？娘交给我你就放心吧。现下气候不热，放在通风的地方，保存上几日是没问题的。等赶集前1晚再拿出来上锅熬煮一遍就可以了。晚饭时，江雨薇做了一道糖醋排骨，一道卤味，还有猪油渣。江雨薇怕太腻了，又炒了一个青菜，配上米粥。对当时的村民来说，这顿饭是相当奢侈的。宁怀之看着这样一桌饭菜，也十分高兴地说道：雨薇，你辛苦了。确实辛苦，不过你们爱吃我就高兴，快些吃吧。宁昭、宁婉，你们多吃点，明日要陪娘上山捡柴火，家里的柴火快用完了。第2天天刚亮，江雨薇就带着宁昭和宁婉上山了。刚上山，江雨薇就看到了满地的菌子，于是就让宁婉负责采菌子，江雨薇和宁昭则是去捡柴火。不一会便捡满了2个背篓。宁昭，你先背着背篓下去送一趟柴火，我在山上多捡一些，过几日赶集还得用很多柴火。江雨薇又在山坡上挖了一些竹笋，刚挖好竹笋，就见宁昭又自己背着空背篓来接他。见他满头大汗的样子，顿时心疼的不行，嗔怪道：昭儿，我不是让你下山吗？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这样来回跑多累啊！娘，我不累，我怕柴火不够，咱们再装一篓子就下山。江雨薇无奈的点了点头，2人一前一后下了山。接上集，清晨江雨薇被宁昭喊醒：娘，你快醒醒，我听着外面又有动静，莫不是又有猎物来了？听到猎物2字，江雨薇一个机灵就醒了过来，忙上前去看，只见陷阱里面正蹲着一窝野兔。宁婉也跟了出来，趴在坑边看着坑里面的小兔子，咯咯就笑了起来。这是小兔子婉儿，小兔子，兔子可爱。
既然婉儿喜欢，那咱们就先养着，日后也可以攒些兔毛，替你和哥织毛衣。兔子繁殖能力强，以后多养些，也可以做了麻辣兔头去集上卖。对了，还有冷吃兔肉。宁昭和宁婉见自家养了一窝兔子，很是高兴，俩人连饭都顾不上吃，背起小背篓就去山脚下给兔子割草了。江雨薇将包子包好下锅去蒸后，两个孩子才背着满满2大背篓的野草和野果子回来了。江雨薇见状，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冲院里喊道：可以先将果子扔到笼子里喂它们，吃不完的野草就晒在院里晒成干草，它们也喜欢吃，别喂太多，够吃就行。知道了，娘。怀之，我上次在镇上替你找木匠打了个轮椅，明日赶集你同我一起去吧，我让宁五叔来家里拉你，你也好去集上试试新轮椅，再逛逛集市，总是在家里闷着也不是个事儿。好，那明日我便同你们一起去赶集。江雨薇见宁怀之答应了自己，便十分高兴，便喊宁昭和宁婉回屋吃包子。可不许再吃了，包子有的是，留着下顿再吃，莫要一次撑坏了肚子。宁昭，你吃完去厨房帮忙看着火，我先去给周婶还有宁五叔送一份。道别周婶后，江雨薇又去找了宁五叔，他家里刚好也在吃饭。江雨薇忙把包子递过去，笑着说道：五叔、五婶，快尝尝这刚出锅的柳叶包子，鲜着嘞。老大媳妇，你刚说这是柳叶包的包子，那柳叶那样苦，还能包包子？是呀，五婶，柳叶摘下来以后要泡上几日去了苦味，包包子才好吃呢。你尝尝我包的。老大媳妇，还得是你会做饭，这包子确实是好吃，竟然比那集市上卖的肉包都好吃呢。好吃，好吃，果真好吃。你个死老头子，慢点吃，别噎着了。你看你跟几辈子没吃过包子似的。五叔，明日赶集，我想带着我家怀之一起去。你也知道怀之那腿不方便走路，所以想麻烦五叔绕点路去我家接他，我们可以多付一点银子。老大媳妇，你这是什么话？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哪能多收你银子呢？你放心吧，明日一早我便先去你家接人。那便多谢五叔了。五叔、五婶，你们先吃着，我先回家收拾了。接上集，江雨薇早早起来，将油炸糕足足装了2个背篓，豆浆也装了2桶，再加上1桶卤味，全家4口齐上阵。走到村口时，见孙氏已经在等宁五叔的牛车了。孙氏见江雨薇拉了这么多东西去镇上，顿时眼前一亮，上前就直接冲宁怀之说道：你好歹也是宁心的大伯，家里做这么好吃的吃食，也不知道差人给宁心送点。还有公婆上次想吃你家的猪肉，你那抠门媳妇都不舍得给。宁怀之皱眉听着孙氏的抱怨，又扭头看了看江雨薇。弟媳，你也是女人，自然能理解你大嫂一个人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既然宁心想吃，今日我便做主送她一个油炸糕，再多了可是要花钱买的，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你大嫂她一人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你可是宁心的亲大伯，怎么就这样小气呢？江雨薇见宁怀之这样说，便也放下心来，拿出一个油炸糕递给孙氏，不耐烦地说道：给你，你要走就快些上车，莫要耽误了，我们去赶集。我不去赶集了，你们走吧。随后孙氏又似想到了什么的，突然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微笑，盯着江雨薇说道：咱们走着瞧，不就是个油炸糕吗？没了孙氏耽搁，很快众人便到了集上。江雨薇先是让宁五叔将宁秋和宁昭、宁婉3人送到集上去摆好摊子，自己则是让宁五叔帮忙拉着宁怀之去木匠那里取轮椅。雨薇，谢谢你，有了这个轮椅，我也能下炕帮你做些事了。今日就要让你帮我摆摊卖货，不然还真是忙不过来呢。咱们快些过去吧。江雨薇见状，忙将宁怀之推到了放卤味的摊位前，冲他说道：怀之，你负责卖卤味，就按15文1斤来卖。刚开始可以先给他们试吃一下。雨薇姐，这些客人都是上次吃了好吃，这次又来买的老主顾，我还没吆喝，这小半桶都快卖完了。辛苦你了，秋妹，咱们早些卖完，也好早些回家。多谢诸位捧场，还请各位排队购买。今日我们还带了卤味来卖，大家可以免费试吃哦。哦，这个卤味还真好吃呢，口味刚刚好。不行，我得买点回去下酒。是啊，确实好吃。卤味15文1斤，大家想吃可以过来称些。我看就是一些猪下水，15文1斤会不会有些贵呢？这卤味是我娘子费心做的，做这些东西属实要费些事的。而且你们不也是吃了吗？难道不好吃吗？好吃，好吃，先给我来2斤，带回家给孩子尝尝。众人见有人先买了，也吆喝着要买点带回去。快到中午时，油炸糕和芝花豆浆还有卤味都卖完了。江雨薇也没想到这次能卖得这样快，很是开心，忙拿出30个铜板递给宁秋，笑道：秋妹，今日辛苦你了，日后你若是没事，还能来和我一起赶集吗？雨薇姐，哪里就用到了这样多？你还是跟上次一样，给我20个铜板就成。村里的人出去打长工，1日才能赚30文钱，如今我只忙活了半日，你就给我30个铜板，这实在是太多了。拿着，这是你应得的，以后你来帮我赶集卖货，我每次都会给你30个铜板的工钱。雨薇姐，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宁秋，你带着这些空桶先去宁五叔的牛车那里等我，我趁着这次机会带宁怀之去回春堂看看他的腿。
接上集，江雨薇推着轮椅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城北的回春堂，进门便对伙计说道：“你好，我们想请大夫看看他的腿。”林大夫替宁怀之把脉后，又仔细查看了他的腿伤，只见他又点头又摇头的，弄得江雨薇云里雾里的，于是便直接开口问道：“林大夫，今日来是想请您看看他这腿还能医好吗？”能好也不能好。大夫，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腿受伤不轻，如今能养到现在这般模样已是不易，定是你家人细心呵护才养成这样的。本来这腿是不用指望还能站起来的，可如今却有一丝希望，只是……大夫，只是什么？您只管说，只要能医好他的腿，我们都会尽力去做。他这腿需要扎针配合艾灸治疗，当然这些只是辅助作用，他还需要每日泡药浴来养这腿伤。更重要的是要喝我给他开的药方，这药方别的药材倒也常见，只是那药引须得用千年野山参才可发挥起作用。这千年野山参是极为珍贵的药材了，别说你们家能寻来，就连我日日守着这药铺，与诸多达官贵人打过交道，都不曾见过这千年的野山参啊！你们又如何能寻来呢？林怀之听了林大夫这番话，无奈的一笑，对江雨薇说道：“雨薇，你的心思我明白，只是我这腿是不中用了，咱们回吧。”林大夫，若是我能寻来这千年的野山参，你就有把握医好他的腿吗？林大夫欲言又止，只是冲江雨薇点了点头。江雨薇得了肯定的答复，心中便有底了，离开了药馆。宁武叔的牛车刚进村口，便见周婶一脸急切的在村口等他们。周婶见江雨薇回来了，忙招手喊道：“雨薇啊，快些回家看看，你家着火了。”宁武叔听说着火了，更是着急，驾着牛车就往村东头赶。等众人到之后，宁怀之一脸阴沉的看着自家房子被烧了个干净。宁昭和宁婉见自家房子没了，便直接扑了起来。但江雨薇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肯定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于是江雨薇拉着宁秋的手说道：“秋妹，还劳烦你今日回去请李正帮我们找人修房子，我们出2顿饭，线下各家地里也有活计，能来帮忙的，我们也不让他白干，一人1日20文的工钱。我们不怕人多，这次房子要加盖，还要大修，所以人越多越好。”我知道了，雨薇姐，你放心吧，我这就回去让我爹去找人。说罢便转身往家跑去。江雨薇被周婶拉住说道：“雨薇，如今你家烧成这样，怕是不能住人了，这几日你们就先将就着住我家里吧，虽然几些，但是好歹有个睡觉的地方。”周婶，今日之事多亏了你发现的及时，如今再不能去你家麻烦你了。你家房子也不大，若是再住进去，我们一家4口更是不行的。好在如今天气热了，露天睡上1晚倒也无妨。今晚我先简单收拾一下，能睡就成，明日大伙来帮忙修了屋顶就好了。周婶见江雨薇这样说，便也不好再说什么，自己则是留下来帮着江雨薇打扫。接上集，周婶帮着忙活完了之后，对江雨薇说道：“雨薇，你们这也没办法做饭，不如你们今晚去我那里吃饭吧。”已经够麻烦你了，周婶，我们今日去赶集，还买了些吃食，晚上够吃的了。你快些回去休息下，帮我们家忙活了一整日了。雨薇，这话我本不该说，只是我憋在心里实在难受。今日你们去了集上后，陈桂香便带着孙氏来过你家，还翻了院墙进屋，不知在翻找什么。我本想出来拦着，可是你有才疏，非不让我来掺和你家的事，毕竟那是你婆母和弟媳。于是我便回了屋，等我再出来的时候，你家就已经着火了。江雨薇听闻周婶的话，面色顿时一冷。周婶见江雨薇脸色不好，忙摆手道：“雨薇，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帮你们的，你也知道你婆母那人刁蛮得很，我怕被她缠上。”周婶，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如今你已经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知道的，你的难处我都知道，你快些回去休息吧，今日多谢你了。周婶见江雨薇这样说，才放心的点了点头回去了。江雨薇将宁怀之推进了屋里，看着露天地屋顶，无奈的笑了笑。今晚咱们要遭罪些了，我的竹床也被烧没了，咱们4个在炕上挤一挤，没有被子盖，睡在一起也能暖和些。我先烧炕，热点饭菜，咱们吃了睡觉。雨薇，跟着我，你受苦了，只可惜了，这房子都是你一点一点收拾出来的，如今全没了。无妨，反正咱们也要修大房子了，这次我定会修一个又大又安全的房子，定不会让贼人再闯进来。雨薇，你是说这场火是人为的？别想那么多了，我先去烧炕。江雨薇很快便烧好了炕，而宁昭和宁婉还在低声抽泣着。他们毕竟是小孩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又是自己心爱的家被烧了个干净，自然是接受不了的。2个小哭包，可别哭了，明日咱们家就要修大房子了，快吃，吃饱有力气，明日帮忙盖房子。娘，咱家真的要盖房子吗？当然了，不光要盖，还要盖一个大大的房子。宁怀之看着江雨薇对2个孩子温柔的样子，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暖意。这个女人确实很厉害，身处逆境也丝毫不抱怨，反而是她一次次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我这个男人倒是显得有些多余，我也要多吃些，明日盖房子我也要帮忙。如今有了轮椅，自己活动起来就方便许多了。江雨薇早早就起来了，李正也带着一大帮子人来了。
今日咱们主要是先将屋顶补好，再帮我在院里厨房门口这个位置垒一个连锅灶。日后我准备重新挖地基，在这间小屋并排的左右两边各盖一间大屋，连着两侧便直接盖上2个厢房。后面的2亩荒田我准备盖个大院墙围起来当后院，前面这个院子也要围个大院墙，门口两边和房前要盖上大的遮雨棚，屋后帮我盖个猪圈和鸡棚，如此就麻烦诸位了。老大媳妇，你这样盖可得花不少银子。放心吧，李正，银子我都备好了，只管让大家尽心帮我做活，吃食和工钱上自不会亏待大家伙的。怀之，今日咱们请大伙来帮忙，咱们做主家的自然得伺候好大伙的饮食，你和宁昭、宁婉就帮我做饭吧。宁怀之觉得江雨薇说的有道理，便点了点头。陈桂香和宁老头准备去地里干活，正好经过这里，看着宁怀之院里的情形，两人都是一惊。陈桂香瞪着院子，嘴里嘀咕道：“他们哪里来的银子修房子？昨日我怎么没找到？”宁老头不知发生了什么，想要过去看看，一把被陈桂香拉住了，瞪着他怒道：“你少管闲事，咱们都分了家，如今他家的事也不该我们管了，地里的活你不干了。”宁老头见陈桂香发火了，便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朝院里看了一眼，便耷拉个脑袋。接上集，江雨薇见此事已经晌午了，便招呼着众人先吃饭。李正，你也知道，昨日我家里着火了，如今我们家住在这村东头，离村里有些远，所以这次建房子，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想建个砖瓦房，只是我手头银钱不足，后院的地就先用石头垒个高院墙，日后等有了银子，我们再修整。只是这前院和这6间房，我们定是要按照砖瓦房来修的。你家的事，秋儿昨个回去就跟我一五一十的说了。如今你家忙着修房子，也顾不上找那放火的人。你想盖砖瓦房自是好的，这样吧，下午我便去镇上帮你买砖瓦。江雨薇正有此意，忙从怀中掏出5两银子，递到李正手上，笑道：“那就多谢李正了。如今我们家盖房子许多事，我顾不周全，还望李正多帮着提点些。如今这房子盖好了，我们也不准备搬去别处了。这房子的地契，我们也想早些办下来，还请李正帮忙算算面积和价格，我也好留出来银子。”这都不妨事，我一会便回去你的地契，下午去镇上，正好一同办了。这屋后边的地本就是你们宁家传下来的，这6间房和前院的位置有2两银子就足够了。江雨薇一听这话才安了心，她去忙活着和宁怀之他们吃饭。江雨薇刚走到饭桌前，就被众人夸赞道：“老大媳妇这手艺太厉害了。”就是，我去年进城吃过一次酒楼里的饭菜，竟也赶不上老大媳妇的手艺，老大有口福了啊！是啊，这简直是人间美味。此时，从地里回来的陈桂香和宁老头正好走到这里，闻着院子里的肉香，二人都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又听见众人吵吵闹闹的夸着江雨薇做饭好吃，陈桂香便忍不住了，抬脚就要往院里去。宁老头一把拉住了他，小声说道：“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咱们自家儿子盖房，我们宁家没出一个人去帮忙，如今又如何能舔着这张老脸进去吃饭呢？”我看你这副窝囊样就来气，我是宁怀之的老娘，我辛辛苦苦将他养大，又帮着他养2个小杂种，如今我去他家吃口饭都不成了。陈桂香头也不回地往院里走去，宁老头见状一脸无奈，只得快步跟了上去。陈桂香一脸怒意地走了进来，冲正在吃饭的乡亲打招呼，笑道：“今儿个诸位帮我们宁家盖房子，着实是辛苦了，大家吃饱了就抓紧去干活吧，我来收拾桌子。”众人听着陈桂香这话，似是催人快些吃，面上便都带了些不悦。有人开口道：“哟，陈婆子，你和老大不是都分了家，今日是来帮忙的？”我看倒不像，哪有趁着饭点来帮忙的？我若是主家，定要拎着扫帚将人赶出去的。陈桂香心一横，也不管旁人怎么说她，伸手就要去抢肉。江雨薇见状，直接拦下了她。婆婆不必来我家操劳，如今我们也分了家，就不是劳你费心了。我本也不想操劳，可是哪有你这样过日子的？雇人做事还给吃这样好的饭菜，我们老大命苦，本就受了伤，又找了你这么个丧门星的败家子，如今怕是房子还没盖起来，钱都让你给挥霍光了。娘，你莫要再闹，我们这个家是雨薇撑起来的，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听雨薇安排，我们已经分了家，你就不要再来插手我们的家事。好好好，你有了媳妇忘了娘，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早知道当时就该将你扔到山里喂野兽，也好过白养你一场。婆婆若是不想将昨日的事闹到官府去，便老老实实回家去，日后也别再来打我们大房的主意，否则我定会让你和孙氏在牢里度过余生。接上集，陈桂香听了江雨薇的话，顿时脸色一变，脚下差点没站稳，此时早已没了方才的气势。只见她支支吾吾地说道：“你好你个江雨薇，我才不稀罕吃你一顿饭，咱们走着瞧。”说罢就拉着宁老头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江雨薇看着陈桂香的背影，冷笑一声，便扭头回去招呼众人。被陈桂香这样一闹，众人也都没心情吃了，纷纷起身干活去了。李正那边也赶在天黑前将砖瓦都拉了回来，又将地契亲手交给了江雨薇。次日，江雨薇早早的起来，打开院门，让宁怀之在家等着人来干活，自己则是准备出去转转。
空间里存的猪肉昨日已经吃完了，今日得再找点别的吃食才行。江雨薇看到池塘，突然灵光一闪，江雨薇抓了4、5条，这才满意的提着鱼回家了。来干活的人见江雨薇手里提的鱼，顿时惊讶道：“老大媳妇，这鱼不能吃啊，腥气的很，而且还很苦，还有鱼鳞，吃在嘴里可难受了。”是啊，若不是荒年，没人会吃这种东西的。大伙安心干活，这鱼交给我处理就行，保准让你们吃了一次还想再吃。宁怀之在战场的时候，因军粮短缺也吃过这种鱼，确实是一言难尽。此时他也面露难色的看着他。江雨薇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噗呲一声笑道：“我的手艺你还不相信？”宁怀之见他这样坚定地说这鱼好吃，便只好冲他点了点头。1上午的时间，众人齐心协力，很快便将地基打好了。到了饭点，众人见江雨薇果真将一盘鲫鱼端上桌了，有一个胆大的直接夹了一大筷子便往嘴里送。江雨薇见状忙笑道：“这鲫鱼小刺多，大家吃的时候小心些，莫要扎了嘴了。”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样的鱼。好辣，好辣，怎么回事？越辣越想吃。这鱼怎么和我之前吃的不一样，一点也不苦。就是也没有腥气味，真鲜美啊！好吃，好吃，真下饭。如果这些人之前不懂如何吃鱼，那镇上的酒楼里自然也不会做这道菜。不如明日便去酒楼看看，若是可以将这做鱼的方子卖给酒楼，家里的日子也能宽裕些。房子建好之后，还要找人做家具，更是一笔不少的费用，自己必须多赚些银子才够用。这银子花起来还真是攒不住。宁怀之见江雨薇一脸愁容，便柔声问道：“雨薇有什么心事？”没事，明日我要去镇上一趟，饭菜我提前备好，明日中午你热一下便好。你和宁昭、宁婉就留在家里监工，我下午便能赶回来做晚饭。你自己一个人去镇上能行吗？我又不是小孩，再说那镇上我去了许多次，你就不要担心了，顾好家里就行。接上集，江雨薇想着今日要去镇上，便取了个背篓，将自己做好的辣椒酱都装上。到了镇上之后，江雨薇来到了平安镇上最出名的醉仙楼。江雨薇提着一桶鱼缸迈进醉仙楼，就被一个小二喝住了。你哪来的？快出去！一身子的鱼臭味，莫要扰了贵客。这位小二，烦请您通禀一声，我是来卖方子的。就凭你也配？你也不看看我们醉仙楼是什么地方？你们庄户人家的吃食也配拿到我们酒楼里来卖？江雨薇见这小二实在势利眼，又看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补丁衣裳，后悔赚了钱没先给自己买身体面的衣裳。江雨薇正想着，就见一位挺着大肚子、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不耐烦地吼道：“吵什么吵？莫要惊扰了楼上的贵客。”林掌柜，你看，就是这满身鱼腥味的妇人，非要来卖什么方子，赶都赶不走。胡闹！什么人都往店里放，赶紧给我赶出去！就连掌柜的都如此狗眼看人低，那这酒楼自然是干不长久的。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屑同他们做生意。江雨薇转身刚要走，就看见了对门的莲香楼生意冷淡，低头思索了片刻，便直接大步走了进去。请问掌柜的在吗？我就是莲香楼的掌柜，客官是来吃饭的吗？掌柜的，我今日来想替您做道菜尝尝。夫人，这是说笑了，我们这里就是酒楼，本就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又如何要劳烦夫人做菜给我吃呢？也许这道菜会改变莲香楼的命运。眼下莲香楼铺面上的银子只够我在强撑1个月的，再多了也没有了。将莲香楼经营成现在这副光景，我也实在是没法向东家交代。若是今日这妇人所言不虚，不如就让她试试，反正莲香楼也快完了。左右今日也是无事，既然夫人如此说了，那便请夫人跟在下一步后厨。到了厨房后，江雨薇也没耽误，过了1刻钟的时间，鱼就蒸好了。在院里等着的众人都不由自主地咽了下口水。江雨薇笑了笑，便递到了徐掌柜手上，示意他先尝尝。好吃，好吃，这真的是鱼肉吗？我从未吃过这样好吃的鱼，这简直停不下来。徐掌柜不一会便将一盘鱼吃了个精光，这才想起还站在一旁的江雨薇。您可真是我们莲香楼的贵人，若是我们莲香楼能做出这道菜，那便就不愁生意了。徐掌柜言重了，贵人谈不上，我只是来同莲香楼做生意的。徐掌柜可想要这做鱼的方子？这方子我确实想要，只是不知您想开价多少。这做鱼的方子10两银子可以买断，只是想要这鱼味道好，还需要我这辣椒酱。这腌辣椒酱是祖上传下来的方子，别人也做不出这个味道。徐掌柜日后想要做这鱼，还是直接从我这里买辣椒酱好些。这方子我买了，只是这辣椒酱我不敢买太多，线下我还需要试卖一下看看。若是这方子当真能盘活我们酒楼，那这辣椒酱日后也只从你这里买。既然这样，那咱们便签个文书，对你我都好。接上集，江雨薇签订好契约后，临走之前又对徐掌柜说道：“这鱼想必镇上的人家是极少吃的，所以头3日咱们可以每日做1份鱼来摆在门口免费试吃，只要让客人们尝了这鱼，就定然是不愁卖的。”徐掌柜觉得江雨薇这个法子极好，不由得心中对他的敬意又多了几分，连连道谢后，亲自送他出了门。对面的醉仙楼林掌柜见徐掌柜这样恭敬地对待一个村妇，便不由得嗤笑一声。哼，这姓徐的怕是病急乱投医了，一个村妇也值得他那样对待，还真是上不了台面的。回到家的时候，刚好李正过来查看进度，十分惊讶道：“
老大媳妇，你家这活干的确实又快又好，这才几日便建起了一间屋子了，也不枉费你这般费心招待乡亲。也要多谢李正帮我寻了些妥帖的人来做事，否则我一个女人家如何能应付得来？今晚我要做油炸糕和豆浆，还有中午剩下的肉，李正你就留下来一起将就着吃点。李正听说有肉吃，不由得咽了下口水，也不推辞，直接应下了。第二日一早，宁武叔直接将牛车赶到了江雨薇家门口。宁武叔，我本想着今日怀之不去集上，便也不用麻烦你跑这一趟。无妨，咱们两家不必计较这些。我想着你去集上卖吃食拿的东西定然多些，左右我上了岁数，觉也少，便早起过来接你一程也是无事的。宁武叔，您说的对，我一个人确实不好搬动这些东西，日后我坐车就给您多出3文，是要劳烦您过来拉我一趟的。这钱不多，你也千万别推辞，我本就是去集上卖货的，带的东西也比旁人多些，这钱我早就该给了的。宁武叔见江雨薇说的坚决，便也不好再推辞。刚到村口，便瞧见了孙氏拉着陈桂香两人背着背篓鬼鬼祟祟的样子。一旁的村妇打趣道：哟，陈婆子，你这要买多少东西啊？还带着2个背篓，莫不是你家宁老二赌钱发财了？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了，我这是2个背篓都是装了东西的，你们懂什么？哟，装了啥好东西，还要拿块布盖着，我看看。你干啥？别拿你的脏手乱碰！宁武叔被这群婆子吵得头疼，见牛车都坐满了，便也不再等了，直接赶车走了。到了集上，江雨薇和宁秋仍是带着自己的东西来到了上府的摊位摆好，只是两人刚准备吆喝，便看见了陈桂香和孙氏也将背篓放在对面的地上，便直接开口吆喝：油炸糕，好吃的油炸糕，只要2文钱，便宜又好吃。众人听着孙氏吆喝2文钱一个，便动了心。毕竟江雨薇这边一直都是卖3文钱一个的。不一会儿，孙氏那边就排起了长队。孙氏一边忙活着给客人打包，一边冲江雨薇这边呸了一口，喊道：不就是个油炸糕吗？还卖3文钱，可真是赚黑心钱呀！大家都来买我这2文钱一个的，可别平白无故的给人家送钱去。雨薇姐，怎么办？他们真不要脸，竟然也来集上卖油炸糕了，还卖2文钱一个。宁秋见江雨薇只是沉着脸不说话，便急道：怎么都去他那里排队了？雨薇姐，要不咱们也降价1文，不然这些油炸糕全都浪费了，岂不是可惜？不降价，你去多切几个油炸糕，让客人们免费品尝。宁秋听了江雨薇的话，切好油炸糕后，直接就去了孙氏和陈桂香的队伍旁，吆喝道：油炸糕3文一个，免费试吃，尝尝吧，客人试吃不要钱。这油炸糕确实好吃，只是卖的太贵。就是，人家才卖2文钱一个呢，你家的太贵了，好吃也不买你家的，我还是排队买这家的吧，这家可是便宜1文钱呢。接上集，宁秋听众人这样说，便又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好了，秋妹，过来帮我打包。宁秋看着江雨薇准备的这些吃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心中暗暗发愁。今日这些油炸糕和豆浆怕是卖不出去了，自己断不能再要雨薇姐的工钱了。光是浪费这些粮食，便也需要不少银钱。眼下雨薇姐正在修房子，到处都是要用钱的。你这是哪门子的油炸糕？都糊了，太难吃了，根本不值2文钱。做这种东西也敢拿出来卖，退钱。就是退钱，你家的油炸糕一点也不好吃，连馅料都没有，跟对面那家的根本没法比。原来之前买孙氏的油炸糕的客人尝了东西之后，就来找孙氏和陈桂香退钱。后面排着队的人听着买过的人都说不好吃，便也不敢再浪费钱去买，都去跑到江雨薇那边买了。孙氏见自己的客人被江雨薇拉走了，哪里肯算，直接上前骂道：好你个贱种，敢抢老娘的客人！是你的客人，我如何抢得来？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大家喜欢吃我家的油炸糕，你便是模仿也模仿不来的，所以是我的客人，你也抢不走。说罢便不再理孙氏，专心忙活自己的生意了。陈桂香生气地看着自己眼前这个不争气的儿媳，骂道：平日里不能给家里赚1分钱不说，如今花了这么多本钱做出来的油炸糕竟然全砸手里了。我当时也迷了心智，就信了你的鬼话，才会同意你来集上卖油炸糕。这下好了，油炸糕一个没卖出去，倒白贴了坐牛车的钱。收拾，背着走回去，赔了这么多钱，牛车你是别想坐了，你个丧门星，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江雨薇此时只忙着收钱，哪里还有功夫去看孙氏？还未到中午，2人就卖光了。照例给了宁秋30个铜板，江雨薇则是去看看莲香楼的生意如何。江雨薇没想到自己刚到了东街的酒楼，就看到了长长的队伍，前头的人还在不耐烦地喊道：今儿个也该轮到我们了吧？等了这么久，那双焦土鲫鱼还有没有了？此时徐掌柜正在安抚客人的情绪，看样子是急得焦头烂额，还冲一旁的小二喊道：快去将那日卖方子的夫人给我找来。那小二刚要出门寻江雨薇，抬头便看见了他。掌柜的，人找到了。不对，人来了。快，你今日来带了辣椒酱没？后厨的辣椒酱用完了，前头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可真是愁死我了。你数一数，一共100罐，我今日就是专程来给你送辣椒酱的。见到了辣椒酱，徐掌柜的焦急的心情便也放松了。
敢问夫人尊姓大名？我叫江雨薇，我瞅着今日客人不少，徐掌柜这铺子怕是越做越红火了吧？还不是托了你的福，送来了那张救命的方子，还教我如何吸引客人。今日又及时送来了辣椒酱，日后这辣椒酱你只管多做些，我这店里用的多，你每7日来送100罐辣椒酱，日后你再有了新的方子也只管送来，我都要。那日后便要多靠徐掌柜照拂了。接上集，江雨薇装好了银子，刚从莲香楼出来，便一个人拉住了胳膊，回头一看，竟然是那日醉仙楼的林掌柜。林掌柜，这是何意？男女授受不亲，你这是要当街污我的名声不成？不，您误会了，我只是方才有些急了，便拉了您一把，您小点声，咱们去店里说。就在这里说，我还忙着呢。不知夫人手中可还有别的方子能卖给我们醉仙楼的？我一个无知村妇，如何能入得了林掌柜的眼？再说了，那日林掌柜见着我可是避之不及，今日怎么又来向我讨方子了？您这是哪里的话？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夫人莫要见怪。夫人若是手头上还有别的方子，我定花大价钱买了。你当真要买我的方子？夫人，这里人多眼杂，咱们里头说。此时江雨薇也不再推辞，直接跟着林掌柜进了大堂。江雨薇环视了一圈，这醉仙楼确实不如上次来的时候人多，线下大多数人都在莲香楼那里排队呢。眼下我确实有个方子可以卖给你，还是2个。若是您肯将方子卖给我们醉仙楼，我定然不会让夫人吃亏的。这方子我本是不愿意卖的，就连那莲香楼的掌柜朝我要，我都没给。如今看你如此诚恳，我便也想同你做成这桩生意。如今这莲香楼得了我的双焦土鲫鱼的方子，中午晚上皆是人满为患。眼下客人都尝了鲜，还在兴头上，左右这生意你一时半会也抢不走，索性你就用我这方子干早晨的买卖。那依着夫人的意思，我做这早上的生意便能红火起来吗？我瞅着这条街靠着码头，来往的商户自是不少，你可别小瞧了做早餐，若是经营得当，自然也是门大生意。你买了我这油炸糕和芝花豆浆的方子，做成套餐来卖，定然是不错的。那不知道这2个方子您想卖多少钱呢？江雨薇先是神秘一笑，随后拿出一个油炸糕和一杯芝花豆浆，递给林掌柜说道：林掌柜先不急着问价钱，您且先尝尝我做的这2样吃食，可合您的胃口？林掌柜尝了一口油炸糕，眼睛便亮了起来。这样甜而不腻又软糯可口的糕点我还是第一次吃，就连我这个不喜甜食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好，这2个方子我要了，你开个价。这2个吃食本是我自己谋生的手段，如今卖给林掌柜，我就再不能靠它谋生了。若不是今日同林掌柜聊得投机，我是断不会卖这养家的方子的。这吃食林掌柜也尝过了，口味自是不必再说。这2个方子我要卖40两银子。这40两会不会有些贵了？40两是我的底价，这可是我谋生的方子。若是不今日看林掌柜态度诚恳，就是打死我也不会卖这2个方子的。既然价格谈不拢，我也就不耽误林掌柜的生意了。好，40两，这方子我买了。江雨薇出了醉仙楼，转头便去了回春堂。大夫，你说那人参我会去找来，只是现在我想着，若是能用药草先给我夫君泡药浴，是否也能好一些？确实会好一些，平日里也能缓解下他的疼痛。只是这药浴一旦泡起来，便是花大把银子进去的。我先给你抓7日的药，你每晚让他泡1刻钟便可，若是有效便再来开些。江雨薇知道林大夫这是怕自己没钱给宁怀之治病，便也没说什么，只是痛快的付了银子，便拎着草药出门了。接上集，江雨薇走到了木匠铺的门前，掌柜的见到便十分高兴的起身迎接。今日我想来定制一些家具，有些家具比较特殊，不知掌柜的可否按照我的设计图纸来做？若是费事，我可多付些银钱。掌柜的一听说又有新图纸，忙说道：不费事，不费事，日后您家需要什么都来我这里做便是，我不会多收银子的。上次您送来的轮椅图纸确实也让我小赚一笔。掌柜，今日我要来做1张床、4张桌子和1套沙发、2套储物柜和2个货架，全部用红木给我做。今日我会将这4样东西的图纸都画给你，到时候你定然会再赚一大笔。但是这些图纸出自我手，你怎么也得给我些辛苦费。前些日子那轮椅我便不同你算了。既然这样，我便不收你的银子了。你要这些，我全部都帮你做好，外再送你4张凳子，你看如何？那你再帮我做个梳妆台，这图纸我也送你。如此便有了5张图纸，这些图纸日后都可以传承下去。自家有了这手艺，怕是要在平安镇做大做强了。江雨薇到家时，见宁怀之正坐着轮椅在院门口等着自己，心头一暖。今日我去集上又买了许多吃食，还定做了家具，15日后便可去取。如今我瞧着咱们这房子修得很快，再有10几日也差不多修好了。等房子修好了，我就去林子里给你找野山参。娘，快些回屋，天要下雨了。宁昭见自家爹娘一直在门口站着不进门，就冲出来喊道：这晴空万里的，也不像要下雨的样子呀，只是这云十分有特点，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十分好看。3人刚起，就听见身后一阵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倾盆下。
难不成宁昭对天文地理这方面颇有些天赋？只是现下这孩子尚不识字，所以这启蒙之事也十分重要。自己虽然识得几个这个年代的字体，但是却不精通，也没时间教孩子读书识字。怀之，我前些日去镇上买了本启蒙书回来看，不知你可识字？会一些。那不如你就先教2个孩子识字启蒙，日后咱们手头有了余钱，再将孩子送去私塾念书，也是不错的。好，我就如你所言，我会教孩子们认字。第二天，江雨薇刚出门就瞧见了周婶，便笑着打招呼道：“周婶，这是要去地里忙活呀？”你家有才叔带着2个儿子去地里，我瞅着刚下完雨，山上的菌子都出头了，今日是要去摘蘑菇的。好巧，我今儿个也要去捡菌子，咱们一道去吧。好，我知道哪里的菌子又多又好，你今日就跟着我。江雨薇点了点头，便跟着周婶去了村口的小山坡上。到那一看，已经有许多妇人在捡菌子了。周婶和江雨薇也忙蹲下捡了起来。哎，你们快看，村道上来人了！一个婆子突然的一句话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只见一个男人赶着牛车，拉着大包小裹，正往村里走。牛车上还坐着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妇人。那不是徐家的大姑娘徐芊芊吗？这怎么大包小裹的？难不成要搬回咱们宁家村来住？我听说她婆家人上山干活都死在山里了，就剩下她一个寡妇，估计是在婆家村里过不下去了，来投奔娘家人了。哎，也是苦命的。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了着。江雨薇对这人也不感兴趣，只是低头捡菌子。接上集，江雨薇将今日采的蘑菇拿了出来，找了片空处晾了起来，便看见远远的走来一个女子。这人不正是上午自己在村道看见的那个寡妇徐芊芊吗？她来我的院里作甚？江雨薇正疑惑着，便见她一扭一扭的径直朝宁怀之走去。芊芊，你今日怎么来了？徐芊芊一见着坐在轮椅上的宁怀之，原是皱着眉，又抬眼看了看眼前这正在盖的6间砖瓦房，便立马换了副脸色，眼含泪水的抬头望着他，柔声道：“怀之哥，你这腿还能好起来吗？”我这腿怕是。怀之哥，眼下我婆家的人都没了，我也成了个寡妇，今日回村便是回来投奔娘家的。我听我娘说了你的事，我只觉得心疼得紧，便跑着来见你。如今见你这副样子，我实在是不忍心，日后我无事便常来这院里照顾你。不劳芊芊费心，我这腿也就这样了，眼下有你嫂子替我坐的这副轮椅，好歹也能下地了。徐芊芊听宁怀之提到了嫂子，便也回头朝江雨薇看去，只是一眼便噗呲一声笑了出来。哟，嫂子看着是挺生猛的，瞅着倒不像个女人，尽做些男人活计。江雨薇听徐芊芊这样说自己，便是再也忍不了了，举起手里的菜刀就朝她走了过来。你想干什么？我没干啥，杀鸡呢。你就是那个克死了婆家全家人的寡妇吧？来我家干啥？怀之哥，你找的这个婆娘也太凶了，可惜了你这个人。你看她怎样说我的。雨薇，你怎么能这样说芊芊？当着徐芊芊的面，竟然也不叫我媳妇了。哼，男人竟然向着她说话，果然不管是哪个时代，绿茶都是受男人欢迎的。宁怀之心里或许本就没有自己，这场婚姻也就是个笑话，自己又有什么立场吃醋呢？怀之哥，你知道我自小便心地善良，我婆家人不是我克死的，他们的死我也不愿意，我现下也是实在无法了，才回来投靠娘家人的。如今回到村里，竟然还要被人这样羞辱，我实在是不想活了。芊芊，这不是你的问题，我知道雨薇方才话说重了，我替她向你道歉。至于要死要活的事，你不要再想，既然回了娘家，就安心住下吧。怀之哥，日后我可以常来看看你吗？若你还念着咱们小时候的情谊，便别拒绝我。你若是无事可常来走动，就知道怀之哥对我最好了。那我先走了，明日再来看你。徐芊芊说罢，便冲江雨薇勾起唇角，轻蔑一笑，又一扭一扭的出了院子。等徐芊芊走了之后，明昭这才跑到江雨薇，小声的说道：“娘，我讨厌方才那人，以后别让他再来我们家了。”昭儿乖，娘也不喜欢那人，可是你爹喜欢他，日后他要来，娘也管不了。眼下看来，这个家里能支撑我留下来的，就是这2个懂事的孩子了。怎么能将2个孩子过继给我一个人？至于宁怀之那个臭男人，他既然喜欢徐芊芊那种人，便成全了他俩也行。自从徐芊芊走了，江雨薇便没再看一眼宁怀之，也没同他说一句。宁怀之心中疑惑，但是见江雨薇似在气头上，便也不敢开口去问，只得默默帮着干活。怀之哥，我真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苦日子，陈大娘也是糊涂，怎么就替你娶了个这样不着调的媳妇进门，真是白花了彩礼钱。这样的女人到我们婆家村上，便是白给也没人要的。接上集，早上江雨薇刚到池塘边想要抓鱼，就看到了水边小龙虾到处乱窜，瞬间心情都变好了几分。没一会，江雨薇就钓满了一整个贝勒。宁怀之见江雨薇回来了，刚要笑着同她打招呼，江雨薇就径直走到了厨房，将门关了起来，便再没出来。怀之哥，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徐芊芊扭着屁股跑了进来，将手上用帕子包好的饼子递到宁怀之眼前，笑着说道：“怀之哥，你看，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饼子，我又做了带给你尝尝。”
芊芊，家里不缺吃食，以后不用这样麻烦做吃食送来，今日中午就留在这里尝尝你嫂子的手艺。好，今日我便留下来陪怀之哥一起吃饭。到了晌午，江雨薇的麻辣小龙虾也炖好了，大家忙碌了一上午，见中午吃小龙虾便又犯了难。老大媳妇，这东西不能吃啊。是啊，这样子看着就可怕，张牙舞爪的，我们到田里就怕有这玩意儿，若是被它夹上一下要疼好久的，可是这闻着倒是挺香。乡亲们别怕，这麻辣小龙虾很是好吃，线下我都已经处理好了。再说了，这龙虾都死了，还怕什么呢？死龙虾是不会夹人的。哟，嫂子，你就是这样待客的？我还听人家说你有钱，伺候的好，舍得给大家伙吃肉，如今看来倒是弄些我们庄户人都不吃的东西来糊弄大家。江雨薇看着这个啥也不敢跑来吃白食的徐芊芊，瞪了一眼说道：你还没吃就敢妄下定论？你问问这些来帮工的乡亲们，我的手艺怎么样？老大媳妇的手艺确实没得挑，我来帮工这些日子都吃胖了不少。就是，我相信老大媳妇的手艺，我先尝尝。徐芊芊看着众人都帮江雨薇说话，心里便觉得生气，于是看着说要尝尝的那人劝道：大哥，你可小心着点，别回头乱吃东西，吃坏了肚子，做不了活，今日的工钱也没了。大家只管吃，若是当真吃坏了肚子，今日下午做不成活，今日工钱我照付。大家都忙了一上午了，快些尝尝吧。众人听他说吃坏了肚子，也照拿工钱，便有几个胆大的汉子照着江雨薇的样子开始剥皮吃虾。啊，好辣，太爽了！我从没吃过这样好吃的吃食，还有这个甜丝丝又冰凉凉的东西叫什么？这是凉茶，配着麻辣小龙虾来吃，最是好吃。哼，我还当是什么好玩意儿呢？这绿油油的东西当真能喝？你可别把这群乡亲都当傻子，看着都反胃的东西怎么会好喝？怀之哥，我真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苦日子，陈大娘也是糊涂，怎么就替你娶了个这样不着调的媳妇进门，真是白花了彩礼钱。这样的女人到我们婆家村上，便是白给也没人要的。芊芊，不要这样说，你嫂子她做得很好。老大媳妇，再给我盛一碗凉茶。好吃，这太好吃了，这辣的嘴都麻了，但是越吃越想吃，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没想到这东西做出来竟然这样美味。老大媳妇，我能给我婆娘带点回去吗？她可做不出这样好吃的饭食。江雨薇见众人吃得不错，便对赶集去卖麻辣小龙虾这件事更是信心满满。接上集，宁怀之见众人吃得如此香，现下他也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龙虾想要尝尝，哪知刚剥完皮就被徐芊芊一巴掌拍掉了。怀之哥，你可别吃，如今你还伤着，万一再吃坏了肚子，岂不是雪上加霜？芊芊，你若是不想吃你嫂子做的饭，你就先回去吧。徐芊芊见自己方才的举动似乎是惹怒了宁怀之，便也收敛了些，笑着说道：怀之哥，方才是我着急了，我帮你剥虾吧。不必，我只是腿残了，手还是好的。徐芊芊听了这话尴尬一笑，便也忍不住拿起一个剥皮塞到了嘴里，没想到只是这一口，她便惊艳了。没想到这江雨薇身材不如我，这做饭的手艺却是不错的，怪不得自家娘说她会赚钱，还带着宁秋去集上卖吃食，还给宁秋付工钱。若是她能带着自己去集上卖货，每日给自己开些工钱，那自己在娘家的日子定然也能好过些，不然整日看着哥嫂的脸色过活，实在是难受。众人吃完饭，徐芊芊就忙起身帮着江雨薇收拾碗筷，然后又抢着帮江雨薇刷碗。宁怀之见徐芊芊既然肯主动帮自家媳妇干活，又想到方才自己对徐芊芊冷淡的态度，便觉得有些愧疚。芊芊，多谢你来帮忙，刷累就歇一会。怀之哥，我不累，我多干些也能让嫂子多歇一会。芊芊，我知道你自小便是个心善的，今日多谢你了。怀之哥，这点小活不算什么，我如今投奔了娘家，家里的哥嫂都不待见我，我只能不停的干活，向他们证明我不是吃白饭的。可是我一个弱女子，终究是不如男人干得多。徐芊芊见宁怀之面上露出怜惜之色，便趁热打铁的说道：我若是能像嫂子一样会赚钱就好了，这样我也能赚些银钱去贴补家用，想必家里的哥嫂见我能赚银子，便也不会太过为难我。如今谁不知道我是个寡妇，本就名声不好，又被家里人嫌弃。宁怀之见状，忙将自己的帕子递了上去，徐芊芊接过了宁怀之的帕子，胡乱擦了下眼泪，便笑着说道：怀之哥，你看我还跟小时候一样，总是爱哭，又弄脏了你的帕子，等我洗干净了再还你。怀之哥，我听我娘说嫂子每次都会带着宁秋去赶集卖吃食，还会给她付工钱，我本是不信的，可是今日尝过了嫂子的手艺后，我真的很佩服嫂子，身为一个女子也能抛头露面的去赚钱。如今我的腿伤成了这样，若是你嫂子再不出去赚钱，这个家怕是过不下去的。若不是你嫂子，我们家盖不起这砖瓦房，是我没本事，让你嫂子跟着我受苦了。若是可以，哪个女子又不想在家里相夫教子呢？这点你也应该有所体会。你嫂子做了许多女子做不到的事情，你佩服她也是应该的。平日里怀之哥可不会同自己一口气说这样多的话，如今我只说了江雨薇一句，他便有10句在维护江雨薇。果然还是自己回村晚了些，让江雨薇那个贱人占了先机。
我知道，怀之哥，你心里苦。我是想着嫂子能抛头露面的去赚钱，我自然也能。我本也想自己同嫂子说这件事的，但是我看嫂子她不太喜欢我，便想着让你帮我在嫂子面前说说，也带我去集上卖货。我能干活的，不像宁秋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在家里也不曾做过什么活计，出去卖货自然是抹不开脸面的。我就不同了，我是个寡妇，也不在乎什么脸面不脸面的，我自小便勤快。怀之哥，你是知道的。你就帮我同嫂子说说，我是想着，若是你开口了，嫂子一定会同意的。好，这事我便同你嫂子说说，若是可以，下次你就跟着她一起去赶集。接上集，宁怀之见徐芊芊走了，便进了屋，见江雨薇对自己还是那副爱搭不理的样子，便忍不住开口道：雨薇，这几日你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没怎么，你那个青梅竹马走了。什么青梅竹马？我看你这几日似乎心情不太好。江雨薇此时也不愿意同宁怀之多说话，一看到宁怀之这张脸，便想到了在院中他冲徐芊芊笑的模样，便直接将头扭到了一边，继续忙着自己手里的事。雨薇，不管是因为什么，我真的不希望你难过。若是因为我，你一定要告诉我，不然我实在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为了我，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虽然我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早就已经认可你了。我真的庆幸能娶到你这样好的媳妇。雨薇，你怎么了？有什么话你一定要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我怕你憋坏了。江雨薇将这些日子的委屈都哭了出来，宁怀之被江雨薇这连哭带笑的样子弄得手足无措，刚想拿出帕子替江雨薇擦泪，又想到方才自己的帕子给了徐芊芊，于是便直接用袖口替江雨薇擦拭起来。你可真傻，眼泪脏，别用袖子擦。我不嫌媳妇脏，在外人面前怎么不见你叫我媳妇，还不是雨薇雨薇的叫着。你不是也没叫我夫君，在外人面前我不好意思叫你媳妇。媳妇，我今日有事要同你说。有什么事你说便是了。是芊芊今日吃了你做的麻辣小龙虾，很是佩服你，就想着找我跟你说说，看下次赶集能不能带上她一起。如今她在娘家的日子也确实不好过，她也是想着，若是能出去赚点钱补贴些家用，便也不用老是看她哥嫂的脸色。我还当是为了谁呢，原来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徐芊芊。果然是你心尖上的人，不过眼下我有宁秋帮我赶集卖货已经够了，至于徐芊芊，你告诉她，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我不像你们男人，她抹抹眼泪，扮扮可怜，我就要怜惜她，你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媳妇，你怎么了？你若是不喜欢徐芊芊，那我明日便告诉她不缺人手了。只是你也不要这样背后说她坏话，再怎么说她也是个可怜人。好好好，她可怜，她最可怜了，她是你最怜惜的妹妹。以后你俩那些龌龊事少在我面前说，你也不必在我面前假惺惺装好人。江雨薇说罢，便转身出了屋。江雨薇看着已经盖好的几间房子，心中十分难受。原来光是有钱也不是那么开心。眼下若是宁怀之真的休妻另娶，自己又该如何呢？难不成再被赶回娘家那个狼窝？不成，不成，就算是流落街头，自己也万不能回那个狼窝里去，不然下次还不知道要被那个人渣爹卖到哪里去呢。若是自己能找来千年野山参，或许可以用治好宁怀之的腿为条件，让他过继一个孩子给自己。若是2个孩子都能过继给自己就好了。否不过他同徐芊芊再生养几个罢了，看着徐芊芊的屁股就是能生的。第二天，江雨薇早早起床做好了饭。昭儿，饭菜我做好现成的，只需要上锅一热便可端出来吃。我今日要去山上捡柴火，你和婉儿好好在家招待乡亲们。娘，家里有爹和婉儿就行，我同你一起去捡柴火，你一人上山我不放心。你还跟个小大人似的，娘不用你保护，娘自己能保护好自己。乖，你就留在家里等娘回来。接上集，这边江雨薇刚走，江家3口人便找上门来了。李翠花看见了新盖的6间砖瓦房，眼睛顿时一亮。如今江雨薇能有钱盖房子，自然也能有钱帮衬娘家人了。若是盖房子将钱花光了，便将这砖瓦房卖了，也是能换不少的银子。3人相视一笑，便快步走了过去。打住的江老头只顾着看眼前的房子，没有注意脚下，直接一下子踩空了，掉到了江雨薇先前挖好的陷阱里。哎呀，是哪个挨千刀的，在我闺女门前挖陷阱，可摔死我这把老骨头了。你们是谁？李翠花见出来了一个小屁孩，便直接开口道：你是谁家小孩？快去找个梯子来救人。我就是这家的小孩。你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救你们？你若是这家的孩子，那你得喊我祖母，我是你娘亲的娘，快些去搬梯子来救你祖父。明昭听李翠花说她是自己的祖母，便也不敢耽误，忙转身往院子里跑去。爹，门外有个人说是我祖母，让我搬梯子去救我祖父。快些搬梯子出去救人。此时站在一旁的江瑶瑶也看到了坐在院门口的宁怀之，只是一眼他便看呆了。这男子不会就是姐夫吧？一个庄户汉子为何会有这样强势的气场？那张刚毅的脸庞未免也太好看了些。这姑爷儿怎么是个残废的？我不喜欢这样说我爹，哼！爹，你可别忘了咱们今日是来干嘛的。你若是还没进门就得罪了姑爷，堂的就别想了。江老头这才惊觉方才自己话多了，换上一副笑脸说道：你就是我大姑爷吧？我闺女呢？怎么不出来接我和她娘？
您就是岳父吧？雨薇她今日一早便上山捡柴火了，现下还没回来，咱们先进屋吧。昭儿，去将你娘做的凉茶拿出来。宁昭一脸不情愿地进了厨房去端凉茶，姜老头则是一进院就直接进了厨房，瞧见了房梁上挂的肉，眼睛都亮了。这死闺女还当真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家里有肉吃也不知道惦记着点我。说着便直接将房梁上晾晒的肉取了下来。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娘晒的肉，你别动。你娘是我闺女，她孝敬我是应该的。别说我吃她2块肉了，她就是将我接到这院里来住，也是理所应当的。宁怀之皱眉看着厨房里发生的一切，刚想发火，却又想到这是江雨薇的娘家人，便又强忍着怒意对宁昭说道：“昭儿，进里屋去，大人的事情你别管。”还是我姑爷懂礼数，老婆子，既然大闺女没在家，咱们就在家等着她回来。今儿个早上忙着过来看的，连饭都没顾上吃，现下也确实有些饿了，你先将这肉做了去。江瑶瑶看看自己爹娘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着实是有些脸红，又看看宁怀之沉着脸也不说什么，便心中又开始不平衡了。若是早知道江雨薇嫁过来后是过这样好的日子，那当日还不如直接摔死江雨薇，自己替她嫁过来，如今也能同这样好看的姐夫成为夫妻了。江瑶瑶正胡思乱想着，徐芊芊扭动着腰肢就进了院，一进院也不管旁的人，直接站在宁怀之腿边，可怜兮兮地看着他。怀之哥，昨日我求你那事可说成了？芊芊，我昨日便同你嫂子说了这事，你嫂子说现下也不缺人手，不能带你去赶集。不缺人手就别带宁秋了呗，再怎么说她也是李正家的闺女，这工钱拿不拿都一样的，可是我不一样啊，我确实需要这笔钱。芊芊，话不能这样说，你嫂子刚去摆摊的时候多亏了人家宁秋帮忙，如今怎么能说不用就不用了？做人是要讲良心的。一旁的江瑶瑶见徐芊芊这副样子在自己姐夫面前，心中早就不舒服了。这时候见宁怀之似有些不满，便忙上前一步插嘴道：“就是还是姐夫明事理，我姐姐怎么可能为了你这种妇人做那样下三滥的事？你是嫂子的妹妹，自然我姐去赶集都不带着我这个亲妹妹赚工钱，又怎么会带着你这样一个不守妇道的妇人？这岂不是引狼入室了吗？”芊芊，今日你嫂子的娘家人来了，家里忙不开，你就先回去吧。怀之哥，我又不是外人，嫂子娘家来人了，我自然是要留下来帮忙的，哪有这就走的道理？哟，也不知道你是想留下来帮忙，还是想留下来勾人的。徐芊芊见着江瑶瑶在宁怀之面前丝毫不掩饰对自己的厌恶，眼神一转，便又蹲下，直接趴在宁怀之的膝头低低抽泣起来。芊芊，你这是作甚？快些起来，莫要再哭了。姐夫，我姐不在家，你就是如此同这妇人做出这般不堪入目的事情。若是今日我们没在，真的不敢想你们会。这倒也没什么，毕竟在我面前，他们俩也是这卿卿我我的，你们在不在都没什么区别。江雨薇刚进门便瞧见了眼前这一幕，不由得苦笑一声。宁怀之听了江雨薇这话，脸色顿时一沉，再看眼前还爬在自己膝头哭泣的徐芊芊，顿时明白了这几日江雨薇的情绪为何如此反复无常。看来这徐芊芊日后是不能让她再来自家院里了。若是日日这样挑拨自己与媳妇的感情，那这日子定是没法过下去的。只见宁怀之猛地将轮椅向后一撤，徐芊芊一时没稳住身形，直接整个人扑倒在泥地里。众人都被眼前这突来的变故震惊了一下。江瑶瑶看着趴在地上摔得一脸黑泥的徐芊芊，不由得笑了起来。你现下的样子也太丑了些，你还是快些回家去，莫要在这里丢脸了。芊芊，你回去吧。如今我已经成了亲，我也都不是小时候了，你该知道男女有别，日后你也不要再来我家院里了，传出去对你我的名声都不好。徐芊芊见宁怀之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说自己，便也无脸再待下去了，只是哭着跑了出去。若是没有江雨薇，那自己回村便能同宁怀之成亲；若是江雨薇死了，或者江雨薇被……徐芊芊想着想着，突然笑出声来，头也不回地往村西头张赖子家里走去。好你个江雨薇，如今嫁人了，翅膀变硬了，看我不打死你！李翠花猛地跳起，抓向江雨薇。此时一个泥弹迅速飞过来，直直地砸在她脸上。李翠花被砸中，重重地摔倒地上。接上集，江雨薇瞧见了厨房里忙活着做饭的李翠花和江老头，顿时脸色一变。你们来我家干嘛？眼下不需要多余的帮工了，你们回吧。哟，这嫁出去的姑娘就不认娘家人了？如今你爹娘和妹妹来看你，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就是你可不能不孝顺我和你娘，我们江家可不养白眼狼。你们江家养过我几日？小时候我娘活着时便是由她负责养家，娘死了以后，我在江家就没吃过一顿饱饭，还要日日下地干活。我从小到大干的活计比你这个当爹的干的都多。你说你养我，简直可笑。我大了以后，你们可曾给我一分钱？还不是我整日做活补贴家里，直到我出嫁，不是被卖给您家，你们可曾给我出过1文钱的嫁妆？
姐，不管怎样，你如今嫁得不错，你该感谢爹爹那日输了银钱，不然也轮不到你嫁给姐夫，你也不能只顾着自己过好日子，忘了娘家人不是？呵，感谢，那我便祝你日后被你爹赌钱输了，卖到青楼时，也能时刻感谢你爹爹那日输了银子，将你送进青楼。娘，我们好心来看姐姐，却要遭受姐姐这样的对待，你看看她对我说的那些恶毒话，娘，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亲娘就是个浪荡的，才生出你这么个满嘴胡言乱语的女儿，你怎么能对你妹妹说那样的话？你们也不用舔着脸到我这里来找不自在，我不管你们今日来我家有何目的，马上滚出我的院子。你们要记得，我是被你们卖到您家来抵债的，不是拿了你们给我准备的嫁妆，欢欢喜喜嫁到您家来的。从你们卖了我那一日，我江雨薇便同你们再无瓜葛了。再怎么样，你也是我的种，怎么可能没有瓜葛呢？如今你嫁得这样好，就连砖瓦房都盖起来了，家里还日日吃肉，你也可怜可怜你娘家人。你让我可怜娘家人，你们可曾可怜过我？自从我被卖了那日，我江雨薇便再没有娘家人了。好你个江雨薇，如今嫁人了，翅膀变硬了，看我不打死你！李翠花猛地跳起，抓向江雨薇。此时一个泥弹迅速飞过来，直直地砸在她脸上。李翠花被砸中，重重地摔倒地上，抬头看到满脸怒意的宁怀之护在江雨薇身前。既然我媳妇不喜欢你们这群人，日后你们也别想再踏进我家一步，趁我还没发火之前，马上滚出我家。这边的江老头见这个残疾姑爷似乎也不是个好惹的主，便拉了拉李翠花，小声说道：今日来的不是时候，我们先回去，这事还得从长计议。李翠花眼下也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便拉着江瑶瑶就要往外走。江瑶瑶十分不舍地看了眼宁怀之，走到他身旁时还小声嘀咕道：我这姐姐有什么好的，竟还能让你这般护着她？宁怀之也不搭理他，只是冷着脸看着这三人走出自家院子。接上集，宁怀之一脸担忧地看向江雨薇说道：雨薇，对不起，今日是我没护住你，害你受伤了。没有，今日还要多谢你帮了我。对了，我想通了，你若是真心喜欢徐芊芊，我同意你那切。我从来没喜欢过徐芊芊，我对她只有同村的情谊。小的时候她曾接济我过，所以我也就对她没有设防。今日我才知道，原来她同我之间的关系竟然让你误会了。如今我是个残疾的，也就是你能不嫌弃的待我了，旁的人又如何会看得上我？而我眼里也只有你，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被无关的人破坏，我不会纳妾的，我有你就够了。江雨薇看着脸红了大半的宁怀之，噗呲一声便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你现下这样子太可爱了。我这人嘴笨，不会哄人，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对你是真心的，我心里只有你，容不下旁的人。好了，我知道了。今日我娘家人来闹了这一遭，日后也希望他们能收敛些。若是以后他们还敢来我们家找事，你万不可让他们进门。我怕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对付不了他们，他们是不要脸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也要警惕些。好，全听媳妇的。如今李翠花弄了这么一大锅炖肉和白面馒头，中午就给乡亲们先吃这些吧。江雨薇一早便听见了院外有动静，忙起身查看，原来是宁得知早早就起床在叫你多练功夫。希望宁昭能多学些东西，如今这练功夫若是没有天赋，便只用来强身健体也是好的。怀之，今日我去赶集，或许回来的要晚些。如今我们手头上也算是有些余钱了，眼下这房子也快盖完了，我想去书院里打听一下宁昭去学堂的事情。若是回来的晚了，我便不坐宁武叔的牛车了，走回来也没多远。那你快些去，若是东西能早些卖完，还是跟着武叔的牛车回来，我也放心些。好了，知道了。江雨薇同宁秋刚将摊位摆好，就围上来一堆老客户。哟，你这次是做了啥稀罕玩意儿？这能好吃吗？哎呦，这东西叫什么名字？这个是麻辣小龙虾，5文钱一碗，还要配上这个4文钱一杯的凉茶，来吃才过瘾。给我来份尝尝。那男子付了钱，便直接在路边就吃了起来。走过来一个妇人见了便笑道：这不是徐府的张管事吗？今日也出来采买呀。李婆子，你家员外又让你出来买稀罕货了，快来尝尝我这麻辣小龙虾，甚是好吃。太辣了，好吃，好吃！这东西我家孙员外定会喜欢，我要买些回去给员外尝尝。给我来10碗，还有那绿油油的也给我来10杯。你这吃是太好吃了，给我也来10份。我们家少爷就喜欢这辣味的食物。众人看两个贵人家的管事都来买这小龙虾和凉茶，自然也都一窝蜂的涌上来，想买来尝尝。本以为这次带了这么多的龙虾和凉茶要卖到下午了，没想到竟然只用1上午就全卖光了。秋妹，我下午还有些事情要办，就不坐牛车回村了。你让宁武叔不必等我，这些竹筒和背篓你帮我带回家，给我家怀之捎个口信就行。接上集，江雨薇到了东街以后，才发现这次莲香楼排队的人比上次少了许多。应是大家都尝过鲜了，客流量稳定下来了。如今能够借着一道菜盘活莲香楼已是不易，若想要长期稳定的留下客人，单靠一个火爆的双椒土鲫鱼定是不行的。下次来该给徐掌柜带个新方子才行。江雨薇，你可坑死我了！江雨薇正想着，突然被一声暴喝给拉回了思绪，抬眸便看到了醉仙楼的林掌柜。林掌柜，何出此言？
还不是你卖给我的2个早餐方子。那油炸糕在菜市上便有好几家仿卖的，根本不是独一无二的。那2张方子你收了我40两银子，可是那油炸糕却卖不上价格，顶天了卖5文钱一个，这本钱我何时才能赚得回来？林掌柜此言差矣，这方子当时我可不想卖，是你求着我，非要买我的方子。至于这方子的价格，当日我们也是银货两清的，如今你自己经营不善，却要来找我这个卖方子的撒气，这怕是说不过去吧？你坑得我好苦，我要带你去见官。呵呵，林掌柜还真是会说笑呢。这方子当日我们是正常买卖，而且也是签订了文书的，你就算是去告官，我也不怕的。若是我真的有错处，那便让官府来抓我好了。江雨薇说罢，便也不再理会胡搅蛮缠的林掌柜，直接迈步走进了莲香楼。身后的林掌柜见状，气急败坏地指着江雨薇骂道：好，你个泼皮村妇，我林某人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咱们走着瞧。徐掌柜瞧见了街对面的林掌柜一脸怒意地盯着江雨薇的样子，忙一脸紧张地问道：江夫人，你这是怎么惹到对面的林掌柜了？我看他方才瞧你的眼神，似要吃了你一般。无妨，只是卖了2个方子给他，他自己经营不善，找上门来了。江夫人，是我给你的银子不够吗？咱们不是说好了的，日后有方子您先来卖给我吗？这2个方子不能卖给你，只能卖给对面的醉仙楼。我日后还是想同徐掌柜长期合作的，下次来我便会带个新的方子来。江夫人，那你下次一定要给我个好方子，让我们莲香楼再火爆一次，那我们家酒楼在平安镇的名声便也就打出去了。我给徐掌柜的自然都是好方子，至于对面的林掌柜嘛，那人我不喜欢，他家的生意自然不会好了。徐掌柜忙将手中的5两银子递给了江雨薇。江夫人，这是买辣椒酱的银子，您收好，我就等着您下次来给我带新方子了。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处理完酒楼的事情后，江雨薇便来到城北一家老秀才开的书院，询问孩子办理入学的事宜。这位夫人今日来是有何事？您就是李夫子嘛，我今日来是想看看我家孩子能不能来书院读书。哈哈，读书是好事，只是这读书的费用略高了些，不是普通人家能供养得起的。夫子说的是，既然想送孩子来读书，银钱肯定是要备足的，就是不知这读书的费用需要多少。1年10两银子，学子都在书院里吃住，每月有3日旬假，1年有1月的田假和1月的授衣假，除去田假和授衣假不用交学费外，剩下的学费需一次交齐。好的，夫子，那我先交上1年的费用，明日我便送孩子来书院。眼下入学的铺盖被褥需要自带，还有笔墨纸砚也需要备上一套，这份书单也要照样买来，出了书院便有好几家书局可以去采买。好的，多谢。接上集，天黑了，江雨薇加快了脚步往宁家村走去。正当他走到村西头那片小树林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黑色的身影从树林里窜了出来，一把捂住了江雨薇的口鼻。救我，快来人，救救我，有坏人！别喊，小心我杀了你！你别杀我，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呵呵呵，我想要什么？我只想要你这个人。你别动，你放了我，我给你想要的，我给你钱，你去青楼找个貌美的女子，比我强上100倍。我不要，我就要你。江雨薇见这人油盐不进，忙想到之前学的女子防身术，找准了位置，用尽了吃奶的劲头，使劲地将自己的膝盖往上一顶。哎呀，死娘们，疼死老子了！黑衣人捂住了自己的命根子，就在地上打起滚来。江雨薇也顾不上旁的，一边跑一边呼救道：来人啊，救命啊！雨薇姐，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里？江雨薇借着月光细看一眼，原是周婶家的大儿子宁铁柱，瞬间就放下心来。你个臭娘们，你敢偷袭老子，你别跑，看我抓住你不打死你！是谁在那里？嘿，臭娘们还敢找帮手来，等下次我抓住你，定不能轻饶了你！只见那黑影一边咒骂着，一边瘸着腿往村西头跑去。这人定是认识自己的，不然他也不会放出狠话说下次还要抓自己。看来自己要多想些防身的法子了。果然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太舒心了，导致自己放松了警惕。宁铁柱见那人跑远了，这才回头看向吓得一脸惨白的江雨薇，担心地问道：雨薇姐，咱们快些回去吧，我看你吓得不轻，要不你坐着板车，我推你回去。不可不可，我自己能走，方才多谢你了。无妨，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见着了就该帮把手，我送你回家吧。好，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快些走吧。江雨薇远远的便看到自家院门口亮着一个火把，宁怀之正一脸焦急的坐在门口等自己，方才的不好的情绪瞬间都没了。雨薇，怎么回来的这样晚？我担心，只是我这腿也不能出去接你，我实在是没用。江雨薇看着一脸自责的宁怀之，此刻再也忍不住的哭了起来。雨薇，你怎么了？可是回来的路上出了什么事？怀之，我也想学武功，你教我吧。雨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快告诉我，是有人欺负你了吗？方才我进了村，走到村西头的时候，有人偷袭了我，将我拉到了小树林里。不过我挣脱了，还用石头将他的额头打破了。等我跑出树林时，便遇上了周婶家的铁柱，他帮我赶跑了那人，将我送回来的。宁怀之听着江雨薇的描述，手狠狠地捏紧了轮椅的扶手，似乎要将其捏碎一般。江雨薇见状，忙心疼地说道：怀之，不要这样，求你了。
雨薇，我知道，我想我的腿能快些好起来，这样我就能够保护你了。是我没用，都怪我。我知道了，怀之，你的腿会好起来的。等过几日，我便去山上替你巡野山参，你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接上集，江雨薇仔细想了想，又说道：今日这是颇有些蹊跷，我一路从镇上赶回来都无事发生，却在进村后出了事，想必这人定是咱们村子里的人，而且那人还说日后还要来找我，那定是认识我的人。雨薇，明日一早你便去找李正说明此事，让他将这人揪出来，不然我实在不放心。江雨薇点了点头，她也正有此意。第二天一早，江雨薇想着今日送宁昭去镇上读书是要紧事，便先将宁昭喊了起来。昭儿，快些起来，今日娘送你去书院读书，去了那里要听夫子的话，好好念书，等放假的时候娘再去接你。我不是在做梦吗？娘真的要送我去念书？别傻愣着了，快些穿好衣服出来，我们一起去宁武叔家，坐牛车到镇上。送完宁昭去书院，这才安心的坐着宁武叔的牛车往宁家村赶。武叔，先将我送去李正家里吧，这车上的东西还要劳烦你跑一趟，送回我家去。无妨，反正今日你是包了车的，我给你送去便是。江雨薇提了一些从镇上买来的点心，便进了院子。宁婶见是江雨薇来了，忙上前招呼道：雨薇，你来了，是来找宁秋的吗？婶子，我今日来是想找李正说点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真是破费了。何事？是为家里的房子吗？不是的，是昨夜我回来的有些晚，经过村西头的时候遇上了歹人，应是咱们村里的男人，他将我拉进了村西头的小树林，好在我跑了出来，又遇上了回家的铁柱，才救了我一命，不然咱们村竟然还有这样的恶人。雨薇，你定是受惊了。雨薇姐，你怎么样？你受伤没有？你有没有事？秋妹，现下我已经无事了，昨夜我用石头打伤了他，如果咱们现在去找，或许还能找出来那人是谁。爹，快些找村里的人去排查，这是不能耽搁。若是不查出那人是谁，那咱们村子里日后恐怕要出大乱子。确实不能耽搁。明秋，你去请村里的族长到村西头来，老婆子你去找咱们几家的旁亲也到村西头来，咱们先从西边开始排查，若是咱们自己村里的人，就是掘地三尺也要将他找出来。雨薇，这是你是亲历者，还得劳烦你陪我走一趟，去指认罪人，你可能去？我自然是要去，我要亲手抓住他才放心。李正带着江雨薇去挨家挨户敲门走访，等走到第4户的时候，李正和江雨薇怎么敲门也不见有来人开门。李正纳闷道：这张赖子是个懒人，家里又没啥田地，整日就是混吃等死，十有八九是在家里睡觉，怎么敲了这么久的门也不出来开门？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李正，你找张赖子作甚？正巧张赖子的邻居花婶子出门碰上了。这张赖子不在家吗？怎么敲门没人应声？怎么可能不在家？他今日一整日都没出门，许是在家睡着了吧？你看这院门是从里面拴住的，他指定在家藏着呢。李正，他又犯啥事了？还不敢出门了？江雨薇听了花婶子这话，突然想到了什么，便对李正说道：这门今日一定要打开，我要见张赖子。接上集，李正见状似乎也察觉到不对，忙示意几个年轻的汉子直接将院门踹开。张赖子，你跑什么？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我没跑，我刚才在睡觉，睡懵了，听见了踹门的声音，还以为是家里来了歹人。江雨薇听着张赖子这个独特嗓音，瞬间后背一凉。张赖子，请你将我下面说的话重复一遍，别喊，小心我杀了你。我为何要听你的话？你让我重复我就重复，你算哪根葱？别废话，快些重复一遍。擒住张赖子胳膊的汉子见他不听话，就用力拧了下他的胳膊。哎，轻点轻点，你弄疼我了。我说还不行吗？别喊，小心我杀了你。你平日也戴着这帽子吗？哟，张赖子，一日不见你，倒是打扮的人模狗样的，还整了顶帽子戴上了。老子戴帽子该你屁事！你个死老娘们，没事回家喂你的猪去。江雨薇听着张赖子这说话的口气，便更加确信自己的感觉没错，上手便将他帽子摘下。只见张赖子的额头红肿了一大片。你昨夜为何要跟踪我？为何要害我？你若是不说出个一二，我定要将你送官法办。你饶了我，我不是故意要打你主意的，我是受人指使的。是谁？是谁指使的你？是徐芊芊，她跟我说，若是我能伤了你，她便答应同我做那事。我本就是个光棍，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如今若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你玷污了，徐芊芊也能送上门让我睡，那我日后就是没钱成亲，也不缺女人。张赖子，你糊涂啊！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去将徐芊芊给我叫来。那汉子得了命令，忙转身跑了出去。难道就是因为自己不带他去赶集，他就对自己怀恨在心，恨不得出卖自己的身体，也要将自己拉入地狱？雨薇姐，你怎么样了？若是扛不住，我就先送你回去，剩下的事便交给我爹来处理。没事，我还不能走，我要亲自问问徐芊芊到底为何要如此害我。急吼吼的叫我来作甚？是发生了什么事？此时那汉子已经将徐芊芊带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一脸担心的王婆子。徐芊芊，你别装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心里门清，平日倒是没看出来你的心肠竟是如此歹毒的。李正，我实在是不知发生了什么，您身为李正可一定要为我们村民们主持公道才行。
可不能因为宁秋是您的亲闺女，您就任由她来欺负我们。你为何要害我？呵，我害你有何好处？你们两人这是要故意欺负我一个外来的寡妇。方才张赖子全都承认了，你还在这里装傻。李正踹了张赖子一脚，让他说话。是，就是他让我做的，全都是他让我做的。连你都是和他们串通好了，来诬陷我。江雨薇到底给了你什么样的好处？徐芊芊，你到底还要不要脸了？雨薇姐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来诬陷你？他定是看怀之哥对我好，便气不过了，才想出如此下作的法子来诬陷我，想要害我在宁家村待不下去，是吗？你未免也太高看你在怀之和我心中的地位。李正，送张赖子去官府吧，不管是受谁指使，他都该得到应有的惩罚。别，李正，放过我这一次，我什么也没做，我没做成。江雨薇你是知道的，我没对你怎么样，你放了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惹了我，你活该不得好死，求饶也没用。接上集，江雨薇想着自己还要回去给乡亲们做晚饭，便同李正说道：李正，我就不跟着去官府了，家里的事情太多了，怀之自己在家里忙不过来，还要劳烦李正帮我跑一趟。好的，交给我放心吧，你回去忙吧，老大媳妇。江雨薇走的时候，看着还站在旁边一脸事不关己的徐芊芊，沉声道：若是你还不知收敛，我也定不会饶了你，我会用你对付我的手段全部还击给你。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了。你算老几？敢威胁我闺女？你就是看她是个寡妇，没了婆家人才敢这样蹬鼻子上脸。我告诉你，若不是宁怀之那个残废的从战场上回来了，你如今也是个寡妇，你也没好到哪里去。果然有什么样的娘，就能养出什么样的姑娘。你若是看不上我们家怀之，也趁早让你家姑娘死了那个心，别老来我们家围着我们怀之转。我不信她一个寡妇不知道男女有别的道理。王婆子见状，刚想再说些什么，便被身后的徐芊芊拉了几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江雨薇不想再看他们母女在这里做戏，便转身走了。宁怀之见江雨薇回来了，一脸担忧地问道：雨薇怎么样了？可抓住了歹人？抓住了，是村西头的张赖子，说是受了徐芊芊的指使，徐芊芊答应他，若是能欺负了我，他便日日伺候张赖子。雨薇怎么会？芊芊她怎么会这样做？她为什么要伤害你？她到底为了什么？徐芊芊倒是没承认是他指使的。我就知道芊芊不会是这样的人，再怎么说她也不会为了伤害你而误了自己的清白。芊芊本性不坏的。那与我素不相识的张赖子为何要伤害我？又为何要说自己是受徐芊芊指使，而不说自己是受旁人指使的呢？江雨薇说完，便也不再理会宁怀之，自己去忙着做饭了。宁怀之看着江雨薇忙碌的背影，嘴里喃喃道：难道真的？怎么会？芊芊为什么要伤害雨薇？她明知道雨薇是我的妻子，为何如此对待雨薇？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芊芊所为。翌日清晨，江雨薇背上了背篓就上山了。江雨薇将这一片的天麻的都挖完之后，又继续往林子深处走。正当江雨薇仔细观察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身后有声音。刚一回头，便看到了一只狼朝自己扑来。转瞬之间，突然从侧边飞来一个肥硕的身影。只见那头灰狼被抓瞎了眼睛，吃痛一吼，便转身往林子深处跑去。江雨薇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呆愣在原地。野梨子，多谢你救了我，咱们快些走吧。你愿意跟我下山吗？那野梨子回头看了一眼，似乎对江雨薇充满了不屑。江雨薇拿出了一块饼子往前一扔，野梨子飞身将饼子叼在嘴里。我可要下山了，你若是愿意，便跟我下山，我再给别的好吃的。说罢，江雨薇便转身往山下走去，身后的野梨子也跟在他身后。如今小院已经建成了，若是能将野梨子养在后院，定是看家护院的一把好手。就冲方才他救下了我，也应该好吃好喝的养着他。如今自己也能赚钱了，再养一只野梨子自然不成问题。加上将这野梨子养在院里，自己也就不用再怕蛇虫鼠蚁的侵扰了。接上集，江雨薇和野梨子很快便一前一后地下了山。走到院里时，江雨薇刻意将院门打开，又去厨房里寻了今日的剩菜端出来，就见野梨子正站在自家院门外，虎视眈眈地往里看。过来吃吧。那梨子仿佛是听懂了江雨薇的话似的，没了方才的警惕，直接进了院子，便开始吃了起来。雨薇，我经常行军打仗，自然知道这林子里的野梨子看似可爱，但是攻击力却不容小觑。这只梨子方才在山里救了我一命，看着是个通人性的，我想将它养在后院，反正后院里的牛棚眼下也没住牛，先养着它，日后空了我再给它单独修个小屋子。宁怀之听说江雨薇方才上山遇险了，此时也无心去管野梨子的事情，便直接拉起江雨薇的手，担忧道：雨薇，我实在不放心你一人上山去寻药，若是实在找不到，我这腿不治也罢。你今日上山，我在家里也是担忧了一整日。无妨，我会保护好自己的。我今日上山确实有收获，你看这个是天麻，等我晒干了，下次赶集我便带去镇上卖给药铺，又能赚一笔钱，这样宁昭下个月的学费就不用发愁了。雨薇，谢谢你送宁昭去读书。宁昭也是我的孩子，怎么你这是想离间我们母子间的感情不成？我送他去读书是应该的，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好，宁昭是你的孩子，你们母子情深，我可不敢跟你抢。两人正说着话，
宁婉这边早已忍不住了，偷偷打开门，蹲在野梨子身边，伸手便去摸那野梨子的头。江雨薇见状，吓出了一身冷汗。婉儿，别，快过来！哈哈哈，娘，他舔我的手，好乖。将这野梨子留下来看家护院确实不错，他同咱们家人有缘。给他取名叫小九吧，长长久久，这个寓意不错。行，多听媳妇的。我先去做晚饭。江雨薇想到前些日子去抓小龙虾时，还抓了几条鲤鱼存在空间里，不如今日就拿出来做个麻辣水煮鱼吧。若是日后能攒些钱，在镇上开一家火锅店的话，那一定是稳赚不赔的。自己眼下手头的银子不多了，攒钱开店这件事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只能暂时搁置了。现下要先想个合适的方子卖给莲香楼才行。媳妇儿，你这有研究什么好吃的了？就是这个麻辣水煮鱼，你闻闻香不香？嗨，闻着是挺香的，会不会辣了点？这个自然是越辣越好吃，留着配米饭很好吃的。乡亲们，快过来吃饭，一会儿凉了便不好吃了。好吃，这个鱼肉可真嫩，这也太下饭了。今日我能吃4碗饭。你可少吃点，每次来你都跟饿死鬼投胎似的。无妨，今日大家敞开了吃，我蒸了许多米饭。这些日子大家来帮工，着实是受累了。我看这院墙明日便能建好了，想着再留大家几日，帮我家再挖个水井，这样我们取水也能方便些。众乡亲们本还舍不得江雨薇家里这活这么快便做完了，一听江雨薇说了要加做几日，便都十分高兴地应下了。不如就将这麻辣水煮鱼的方子卖给莲香楼，左不过他们也是靠那个双焦土鲫鱼的方子火起来的，眼下有了这水煮鱼的方子，也算是扩大业务了，这样也能给客人更多的选择。接上集，江雨薇想着自己还是要去山上碰碰运气，没准今日就找到了野山餐呢。宁怀之在院里见江雨薇要出门，忙喊道：雨薇，你这是要去哪里？怀之，我出趟门，下午便回来，午饭我都备好了，你中午热一下便可。雨薇，我说过了，我这腿不治也罢，我不想让你上山冒险了。你一个弱女子，当真在山上发生了什么事，该如何应对？不如这样，我不往深山里去，只在边上碰碰运气。今日我再带上小九一起上山，若是有什么危险，也能照应一二。那你快去快回，不要让我在家里担心你。江雨薇刚爬到半山腰，便见小九死活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江雨薇无奈地靠近了他，说道：为何不走了？咱们得快些上山，不然一会来不及下山了。小九低头用鼻子嗅了嗅眼前这片草丛，江雨薇见状也忙往草丛中看去，只见那草里有许多鸡蛋。江雨薇大喜，这莫不是野鸡蛋，果然是深山里面有好东西。小九，你今天又立了大功，一会给你鸡蛋吃。江雨薇便背起背篓，继续带着小九往山上走。远远的看到一处地方，似乎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哪知走近了才知道这里是一片果子林，有杨桃、菠萝、青芒果。一旁的小九见状，几步便爬上了树枝，用爪子往下拍果子。小九，多拍点，还有这棵树，那棵树我都要。江雨薇也忘了时间，只顾着低头捡果子。过了好久，江雨薇终于觉得有些累了。小九，快歇下来，别摘了，我捡不动了，这些够多了。小九真棒，快吃个鸡蛋补补。不好，只顾着摘果子，忘了下山的时间了。今晚怕是下不了山了，眼下只能先找到下山的路，再寻个合适的地方生火待上一晚，等天亮了再下山了。宁怀之正皱眉等在门口，一想到那日江雨薇晚归的遇上的事情，便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忙喊了宁婉。婉儿，你快些跑去李正家里，告诉他你娘上山到现在也没回来，让他帮忙找几个人来寻一下你娘，记得快去快回。你一个女孩子，不要在外面待太久了。宁婉此时也十分焦急，听了宁怀之的话后，便跑了出去。宁怀之正在胡思乱想间，就见村子的方向有一群人举着火把朝自家小院走来。怀之，你家媳妇是何时上的山？怎么会到现在也没回来？今日要劳烦乡亲们帮忙找我媳妇，她就是今日早上从这个方向上的山，到现在都没下山，我怕她遇上了危险，或者是迷了路也未可知，还请大家兵分两路，年纪大些的就沿着山脚寻找，年轻些的就沿着上山的路去寻一下我媳妇的足迹。大家可以分成3人或2人一组，一定不要单独行动。还有要带着趁手的家伙事，我现下这腿也是不能动的，我媳妇的生死就全仰仗乡亲们了。我会在家里做好饭菜，等着大家的好消息。怀之，你就安心在家等我们的消息。就是你放心吧，怀之，我们定会尽力去寻人的。雨薇是个好孩子，我们会尽力去寻他，但是若是他入了深山，那便是生死有命了，你也要有所准备。说罢，李正便叹了口气，转身加入寻人的队伍去了。宁怀之怔怔地看着李正的背影，喃喃道：真的是生死有命吗？雨薇，你到底在哪里？接上集，江雨薇哪里知道山下面的人为了寻他都找疯了。此时他正靠着小九肚子睡得流口水呢，等他一睁开眼，就看见一树上正吊着一条蟒蛇。江雨薇见状，吓得一身冷汗，跳起来就跑。小九，快跑，跟上来，快！江雨薇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哪知脚下被一块大石头绊了一个趔趄，直接身子一歪滚到了山坡。
江雨薇正想着自己该怎么爬上去，便看到石缝间有一簇人参的叶片。没想到这个人参根系发达，要是能一下子挖出个千年人参，那自己岂不是就能治好宁怀之的腿了？江雨薇将人参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中打量了起来。这根野山参应是有100年了，虽然不够1000年，只要种在空间里，相信过不了多久它就能达到1000年的药效。此时山坡上面的小九早已经等不及了，不停地焦急喊叫。小九，没事，我一会就上去，你等着我。江雨薇看了看顺着山坡上面长下来的藤蔓，便咬牙试着握住藤蔓就往上爬，哪知这藤蔓又湿又滑，刚爬了几步就滑了下来。山坡上的小九看见江雨薇的样子，使劲扒拉出一根新的藤蔓甩到江雨薇的面前。江雨薇见状，忙伸手抓住了藤蔓，手脚并用地爬了上来。雨薇姐，是雨薇姐吗？你们2个怎么来山上了？昨夜你没回家，怀之哥在家里急坏了，去寻了李正，让我们上山帮忙找你。就是雨薇姐，你没事的话，咱们就快些回去吧，也好让怀之哥放心。我没事，我还能走，咱们快些下山吧，多谢你们了。江雨薇到了山脚下时，就见宁怀之坐在自家小院门口，似是一夜未睡，眼下乌黑的样子。宁怀之远远的看见了江雨薇回来，也十分激动，冲他喊道：雨薇，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我没事，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就是昨日在山上迷了路，我就和小九在山上住了一晚，今儿个便循着方向下山了。铁柱和宁武，今日多谢你们了，还要劳烦你们2位去帮我将乡亲们喊回来。我家里已经备好了饭菜，让大家先来我家里吃一顿，再回去休息。一会乡亲们就要来了，我先进屋收拾一下，我现在这副样子让人家见着了不好。雨薇，你知道昨夜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真的太怕失去你了，我的腿不治了，以后我不准你再上山，你听到没？雨薇，这次你就听我的好不好？我真的怕。好，都听你了，日后我不去深山了便是。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好了好了，一会乡亲们该回来了，你可准备了饭菜？我蒸了2锅米饭，又备了些咸菜，看厨房里还有青菜，便炒了个青菜，又将昨日剩的肉菜热了一下。这些怕是不够，我先进屋收拾一下，一会再给乡亲们加个菜。你先在这里等乡亲们回来吧，今日之事要多谢人家帮忙。从房间出来后，江雨薇直接去了厨房，先做个辣椒炒蛋，再将水果切成薄片，用盐将水果腌制一会儿，再放点蒜末、蜂蜜和鲜辣椒圈和自己之前腌制的辣椒酱来调味拌匀后，再加入适量的白醋和清水，在盆里腌制好，就可以等着吃了。线下应该多晒点干辣椒磨成细的辣椒面，日后可以用来做些水果酸野，搬到集市上去卖。娘亲，乡亲们都回来了，爹爹说让你出去吃饭。好，咱们这就将饭菜端出去。接上集，江雨薇看着众人吃饭的样子，不由得又心生感激，忙笑着说道：昨日是我不小心在山上迷了路，害诸位乡亲们跟着受累了，实在是抱歉。今日大家只管敞开了吃，这些是水果酸野，大家可以尝尝，吃完后也带些给家人们尝尝先。啥是水果酸野？我尝尝。咦，好酸，这也太爽口了！我竟然不知这野果子是这样好吃的。好吃，这玩意儿确实好吃，一会我带些回去，这酸酸甜甜的太开胃了，让人吃了还想吃。就是，简直停不下来。怀之哥，你没事吧？我听说江雨薇昨夜跑了。江雨薇听闻此言，皱眉看向来人，正是徐芊芊扭着腰进了院。徐芊芊刚说完这话，便抬头看见了正站在院里的江雨薇，眉头一皱。哟，你还知道回来呀？你昨晚将怀之哥一个人扔在家里不管他，我今个早上知道了就紧赶慢赶跑了来。他现下腿脚不好，你心肠也是够歹毒的，你让他一人在家，若是出点事可怎么办呢？怎么看见我在家不高兴了，想着让我昨个死在山里，你好来顶替我的位置？芊芊，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嫂子？她是为了替我上山找药才一夜未归，如今你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怀之哥，你看看你又急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这不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家不方便吗？以后嫂子上山采药，你便让宁婉去喊我，我来照顾你。不必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我家里的事就不劳烦你费心了，你身为一个寡妇，就不要同村里有家室的男人不清不楚了。你若是真的着急找男人，便去找那村西头的张赖子，我看你俩甚是合适，他还等着你去伺候他呢。徐芊芊见江雨薇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说自己，便直接拿出帕子开始假装擦眼泪，哭哭啼啼道：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是寡妇，难道我就有罪吗？怀之哥，就连你也不顾及我们往日的情分了吗？就由着江雨薇这样当众羞辱我？雨薇，你少说几句。芊芊，你回去吧，以后若是没事，你也不用到我们院里走动了。徐芊芊见宁怀之没有挽留自己的意思，上前一步蹲到宁怀之的腿边，哭着说道：怀之哥，我从小到大都只当你是我的亲哥哥，如今你竟然要为了江雨薇连我们之间的兄妹情谊都不顾了吗？说着还拿出帕子不停地擦拭眼泪。江雨薇见状，一把扯过他手中的帕子，打量一番，凝眉问道：怀之，这是你的帕子？哼，这可是怀之哥给我的帕子，你想干嘛？宁怀之，你可知送人手帕是什么意思？
江雨薇，你少在这里作威作福了，也就是我们怀之哥脾气好，才能容得下你在我们宁家村胡作非为。哼，这送帕子的意思你我都心知肚明，你又何必巴巴的去质问怀之哥呢？你还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如今你站在我家院里，是要准备当着众人的面明目张胆的抢我男人吗？你这番浪荡做派，也好意思说你是宁家村的人？你若是再这样下去，怕是要惹得众怒，将你赶出宁家村了。你，这帕子当真是你给他的？这帕子确实是那日我给他的。未等宁怀之说完，徐芊芊便笑着说道：怎么样，这下你死心了吧？你别想取代我在怀之哥心中的地位，也就是我回村晚了几日，不然能有你什么事？接上集，一旁的李正也有些听不下去，起身说道：徐芊芊，你在别人家里闹什么？你当真是不要脸皮了？李正，真的不是我在闹，你看，都是江雨薇他破坏我和怀之哥的感情，就是他故意离间我和怀之哥，我是无辜的呀。够了，芊芊，你闹够了没？我说了，让你先回去。江雨薇看宁怀之，心中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涌了出来。难道真的是自己插足了他们二人的感情吗？可是我也不是自愿嫁到宁家村的，如今也只能说是阴差阳错了吧。雨薇，你听我说，那帕子确实是我给他的，但是我那日只是将帕子递给他擦眼泪，他拿着帕子说要帮我带回去洗洗，我本想拒绝，可是看他正在伤心着，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哪知他今日会这样说你。你若是真的喜欢徐芊芊，你今日便说出来，我也敬你是条汉子。你若是不喜欢他，也跟他说明白，你们二人到底是何关系，也别叫人家一直挂着和你之间的情谊。雨薇，我同你说过，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徐芊芊，你我之间只有同村的情谊，同在座的乡亲们都一样。我本想着你是个心善的，看你没了婆家，有些可怜你，哪知你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如今竟然敢对雨薇说出那样的话，我实在是容不下你了。你走吧，日后我不想再看见你。徐芊芊听了宁怀之这话，顿时眼泪便止不住的往下流，转头一脸怨怼的看向江雨薇，咬牙切齿的说道：我不会饶了你的，尽管放马过来。徐芊芊见自己也没脸再待下去了，转身就走了。江雨薇则一甩手将帕子扔到了宁怀之身上，沉声道：我希望以后这样的烂事别再有了，我只想安心过好我的日子。此时乡亲们都吃得差不多了，见也没热闹可看了，都擦擦嘴起身告别了宁怀之个回的家了。宁怀之在院中看见了江雨薇要出去，便喊道：雨薇，你这才刚回来，又要去哪里？我今日要去镇上拉家具，中午就不回来吃了。说罢头也不回的走了。看来得想个法子哄哄媳妇才行，总这样冷着脸我可受不了。徐掌柜，我今日本是来镇上办点事情，心里记挂着徐掌柜的生意，便顺道来看看你。生意目前还算稳定，还是我上次同你说的那样，没有刚开始那会儿火爆了，如今倒也能支撑酒楼的日常运营。若是江夫人能再卖给我个好方子，那这生意自然是又要蒸蒸日上了。今日来我还真就带了个方子来，不知徐掌柜可想试试？好，求之不得，还请江夫人移步后厨。我相信徐掌柜在卖方子这件事上是不会坑自己的，左不过我还有许多的方子，若这徐掌柜当真是个不识相的，那自己便将那些好方子都卖给旁人去。江雨薇如此想着，便从水盆里挑了一条鲤鱼，三下五除二就将鱼杀了个干净利落，很快便将一盆麻辣水煮鱼做好了。后厨的香气传到了前面，有不少的客人闻着味道都流口水，便拉着你店小二问道：这是哪道菜的香气？快给我上一盘。我们这桌也要一盘。店小二见状，忙到后厨来找徐掌柜。掌柜的，前面的客人都炸锅了，都说想要这道麻辣水煮鱼。徐掌柜见状，直接取了10两银子给他。江雨薇接过银子，笑道：这麻辣水煮鱼的配菜，定要有我自家种的这豆芽才好吃。我今天也带了些来，还带了辣椒酱。徐掌柜，你看。好，我都要了。日后你来送辣椒酱的时候，就将豆芽一并送来。接上集，江雨薇又去回春堂替宁怀之再买点药浴包。大夫，前段时间我替夫君买的那药浴包确实有用，今日我想多买些带回去。我说过，只是泡这药浴是没用的，想要完全治好你夫君的腿，定是要寻来那1000年的野山参才行的，你就莫要再白白花费银钱了。林大夫不必替我担心，我能承担得起这药浴的银子。如今我夫君日日泡着药浴，他那腿也能舒服些。今日来还要请林大夫帮我看看这天麻如何。哎，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来看看这天麻。江雨薇忙拿了一个递到林大夫面前，林大夫接过天麻便惊喜道：这是好东西啊，少说也得几10年了。好，这天麻你可卖吗？当然是要卖的，您再看看这个呢。这个年份更久些，应有100年了，这可都是好东西，你有多少我都要了。目前我就有这么多，我相信林大夫的人品，所以直接带到你们回春堂来卖了，你便开个价吧。若是价格合适，今日我也不用去别家药铺了。这些我可以给你200两银子。我知道这天麻是贵重药材，但林大夫开口就要给自己200两，属实有些震惊到了。看来这挖药材还真是赚钱，比自己辛苦摆摊卖方子赚的钱都要多。
行，那我也不去别家问了，就都卖给林大夫吧。日后我再寻找了好药材，还会给林大夫送来的。江雨薇收了银票，又买了20日的药浴包，这才出了回春堂。江雨薇刚进了巷子，就察觉到身后似乎有人跟着进来了，一转头便看见了2个面容猥琐的汉子，冲自己贼兮兮的笑着。小娘们走得还挺快，就是跟得我们兄弟2人好苦，过来，让我们快活快活，我们便饶了你。你们想干什么？你喊也没用，这里是个死胡同，平日也不会有人经过。今儿个你就老老实实的从了我们兄弟2人，我便饶你一命。江雨薇见同这2人讲不通道理，快步冲上前，直接将手中的辣椒水朝2人泼去。什么东西，疼死我了！我的眼睛啊，你这死娘们！江雨薇趁2人捂着眼睛鬼哭狼嚎的空档，便快步跑出了巷子。刚出巷子，便撞见了正在巡街的捕头。江雨薇忙拦住捕头，喊道：“快，里面有2个坏人，跟踪我！”那捕头听了江雨薇这话也不含糊，快步走进了巷子。没想到在这里的日子也不安生，还好有了上次张赖子的事，我备了些东西在身上，否则今日又是九死一生了。嘿，你这个死娘们，你害死老子了！你等着，就是不收银子，我也要弄死你！都老实点，跟我回衙门。方才那人话里的意思是，有人出钱让他们跟踪自己，想要陷害自己。多谢这位捕头，今日救我一命，这2人着实危险，我想跟着您一起去官府状告他们2人当街行凶。他们方才所说的话你也听到了，我实在是不安心。黄捕头，我看这位夫人说的在理，这2人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之前也进去过好几次了，每次放出来又开始为非作歹。那你便跟上来吧。被绑着的2人听江雨薇说要跟着去官府状告自己，忙求饶道：“别，我方才只是吓唬你的，我们根本没伤着你，反而是你害得我们现在眼睛都睁不开了。就是我现在眼睛还疼得很，你若是要状告我们，我们也要告你伤了我们的眼睛。”闭嘴，在朝把你们嘴给封上。接上集，一行人很快便到了衙门。李知县正襟危坐在堂上，便冲着下面跪着的3人沉声道：“牛大、牛二，你们兄弟2人为何要跟踪江氏？”我们没跟踪他。对，我们只是刚好路过。你们当真要当着大人的面撒谎？你们可是忘了方才是谁将你们带到衙门来的？刘大听闻此言，看了看一旁正死死盯着自己的黄捕头，不由得小声道：“我们是跟踪了他，但是我可没做什么伤害他的事，大人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是啊，大人，我们是受害者。你看这死娘们将我们弟兄2人的眼睛都伤成什么样了？江氏，他们眼睛可是你伤的。是的，知县大人，我一个女流之辈，面对这2个壮汉，只能出此下策来自保了。我不是故意伤人，我完全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安危。倒也是情有可原，谁让你们跟踪江氏的？说你们为什么跟踪江氏？我们跟踪江氏是有人。大人，我们只是路上见着了，觉得他长得不错，便跟了上来。不过我们可没对他行非分之事啊。黄捕头可以给我们作证。这是倒是确实，不过若不是我刚好巡街到那里，你们兄弟2人也不会放过江氏的吧？对，刚好我跑出巷子时遇到了黄捕头，这才救了我一命。他们被抓了，看到我之后还出言恐吓我说，就算没收银子也要弄死我。我一个弱女子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恐吓，还请大人为我做主啊！说着江雨薇便哭了起来。李知县听江雨薇这样说，心下也有了断定。牛大、牛二，何人指使你们行凶？没有啊，大人，真的没人指使我们。我看你2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上刑具。我说别对我用刑，是那醉仙楼的林掌柜吩咐我们2人要给江氏点颜色瞧瞧。这林掌柜竟然还为上次卖方子的事记恨着自己，我将那方子卖给他本意，也就是想教训一下他狗眼看人低的毛病，如今他反倒报复起自己来。这样看来，搞垮醉仙楼是迫在眉睫了，竟然敢用这样的脏手段来陷害自己，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去将林掌柜给本官抓来。此时的林掌柜心里还盘算着牛大牛二什么时候能回来给自己带好消息来，哪知就等来了捕快上门抓人。林掌柜一脸惊恐地问道：“我犯了何事？你们要抓我？你自己心里清楚，别废话，留点力气到了公堂上再说吧。来人，把他绑了。”敢问这位捕头，他犯了什么罪？他买凶害人，你若想知道，便跟着去衙门里走一趟便可。那牛大牛二就是个废物，还白白浪费了自己1两银子。林掌柜被带到衙门时，就见到了堂上跪着的3人，看着江雨薇看自己的眼神，不由得怒火中烧，狠狠地瞪了江雨薇一眼。大人，就是这人，之前在我这里买了个方子，但是他自己经营不善，就记恨上我了，如今竟然还敢买凶杀人。大人，您可得为草民做主呀！大人，不是这样的，大人，您可定要明察秋毫啊，莫要被那江氏给蒙蔽了双眼。大胆，本官自然是明察秋毫的，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错杀一个好人，如何能被一个妇人蒙蔽了双眼？江氏，你方才所言可有证据？
大人，请看这文书，是当时林掌柜买我方子时同我签订的，已经银货两清了。他得了我的方子，自己酒楼经营不善，就全赖在了我的头上。前些日子他还来威胁过我呢，这是莲香楼的徐掌柜可以作证，您派人去询问一二便知。黄捕快，你去问问徐掌柜可有此事。黄捕头领命便退了出去。接上集，李知县则是仔仔细细看完了手中的文书，盯着林掌柜说道：这文书没问题，既然已经银货两清了，你为何还要纠缠江氏？林掌柜也没想到江雨薇竟然随身带着文书，又听说莲香楼的徐掌柜那日撞见了自己质问江雨薇的事情，此时已经惊得直冒冷汗了。我不是有意的，我没赖在他身上，我不是质问他啊，我只是拉住他同他说几句话而已。那你找牛大牛二当街行凶，这是怎么说？我本想着江雨薇一介村妇，就算是受了屈辱也不敢来报官，只得默默受着，自己出了心头这口恶气，便也就罢了。如今怎么就闹到官府来了呢？我没有，我可不认识什么牛大牛二，大人我冤枉啊！大人，您莫要听这林掌柜胡诌，我们兄弟二人与这江氏往日无怨，今日无仇的，我们为何要害他？大人，您看看，这就是林掌柜给我们的银子，这就是他让我们加害江氏的证据。林掌柜见牛二拿出银子将自己全供了出去，便咬牙切齿地盯着牛二。这边莲香楼的徐掌柜听说了江雨薇进了衙门这事，忙跟着黄捕头当面来作证了。大人，小的那日却是亲眼看见这林掌柜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酒楼门口出言威胁江氏，还请大人明察秋毫。好你个徐掌柜，你就是看我们醉仙楼生意好，心生嫉妒，想要趁机会来害我，你们俩定是串通好的。林掌柜说我嫉妒你们醉仙楼生意好，你日日在东街上做生意，不会不知道线下这东街酒楼中生意最好的便是我们莲香楼，又何来我嫉妒你们醉仙楼的生意呢？这群没长脑子的蠢货，还想着陷害旁人，这知县还没问什么，你们便竹筒倒豆子般的将事实全说了出来，看来这次醉仙楼要换掌柜的了。林正堂怒其不争地瞪了一眼林掌柜，便一甩袖子离开了。李知县这边听着徐掌柜和林掌柜的对话，盯着徐掌柜说道：徐掌柜，你可知做伪证的后果？你能对方才你所说的话负责吗？大人，草民能为方才所说的一切负责。牛大牛二当街行凶未遂，将他们抓紧进去关押1个月。至于这林掌柜属于买凶害人，心思歹毒，情节恶劣，一律关押3年。不是啊，冤枉啊，求你放过我吧，大人。黄捕头来带牛大和牛二下去时，二人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了江雨薇一眼。徐掌柜见二人这眼神，不由得替江雨薇担忧起来。江夫人，你日后可要小心这二人，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人，在这平安镇上那可是出了名的街溜子。方才我看这二人看你的眼神带着怨毒，1月后他们便出狱了，你可千万要小心些。徐掌柜，今日多谢你仗义直言，我会记着你的人情的，你快些回莲香楼忙去吧。徐掌柜担忧地看了江雨薇一眼，就点了点头离开了。江雨薇看着天色不早了，自己得快些去办正事，就冲李知县行礼告退了。江雨薇急匆匆地赶到了木匠铺时，木匠铺的王掌柜见江雨薇来了，便笑着迎上去。江夫人，你来的可真凑巧，再晚一步我就要关门了。可不是赶巧了吗？今日我就是来拉家具的，不知王掌柜的家具可都做好了？早就给江夫人做好了，奈何你一直没来取，我就先摆在铺面上做样品了。如今有了这样品展示和你画给我的图纸，我这个月又接了不少的订单，生意都排满。照这样下去，下个月怎么也得多雇几个伙计才能忙得过来。你可真是我们店的福星啊！接上集，江雨薇看着王掌柜高兴的样子，点了点头，便上前查看成品，一一检查了后十分满意，便说道：也得亏王掌柜你手艺好，若是我将这图纸给了旁人，怕是也做不出这样的效果来。你赚钱是应该的。以后江夫人再想做什么稀罕玩意儿，尽管来找我便是，只要有图纸，我都能给你做出来，而且我还分文不取，只要江夫人将图纸赠予我就行。那日后自然是少不得麻烦王掌柜了，只是今日时候有些晚了，不知王掌柜还能不能找到牛车帮我拉回家去，车钱我来付。不知江夫人是哪个村的，离我们镇上远不远？我就是宁家村的，离镇上不算远，半个时辰就能到。王掌柜点了点头，冲身旁站着的伙计吩咐道：你去找我们常用的几家牛车来，拜托他们帮忙送趟急货到宁家村，需要10辆牛车才能拉得完。众人齐心协力将家具搬上车，固定好。王掌柜冲江雨薇笑道：江夫人这里一共是10辆牛车，拉货来回比拉人要贵上5文，还有他们的装卸费用，1辆车需要20文钱，可行？可以，我也要跟着牛车一起回去，到了地方我就给各位付钱，辛苦各位了。江雨薇到了家之后，冲宁怀之点了点头，便吩咐众人往下卸货，又指挥着他们将家具搬到屋内摆放好，这才结清了工钱，送众人离开。如今这才有家的样子。雨薇，我知道错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徐芊芊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了，你相信我好不好？好，我就原谅你这一次，只是这一次不允许再有下次。你身为男子，最该知道男女有别的道理，一定要有边界感才行。雨薇，我知道了，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发簪，你戴上看看。好看吗？
好看，我媳妇戴什么都好看。媳妇，饭我都做好温在锅里了，咱们去吃饭吧。怀之，如今咱们的房子盖好了，村子里的人都出了不少力，明天该请大家一起来吃个暖锅饭，热闹热闹。好的，媳妇，听你的。第二天，江雨薇早早的准备了10桌的饭菜，众人正拿起筷子准备吃饭，便听院外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好啊，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请全村人吃饭就不叫我！”众人朝院门口望去，只见陈桂香领着宁老头和老两家的，还有宁云云一家正往院里走。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婆婆呀！我怎么会不让你来吃饭呢？只是今日是我们小院的暖锅饭，不知婆婆、二弟和小姑子都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呀？刚进院的几人听说江雨薇要礼物，自己什么也没准备，都拎着2个拳头空手来的，顿时面上尴尬不已。江雨薇见状继续笑道：“今日乡亲们来，可是都给我们准备了礼物了。我虽然也不图这些东西，但是兆头总是要有的，毕竟大家都知道今日是来给我们家暖锅的。我不知道今日你们暖锅，所以我们没带礼物来。”什么？没带礼物？婆婆，您光知道来吃饭，不知道要带礼物？什么不知道暖锅？我看就是抠门不想送东西。对，我看就是想白吃白喝呗。我可听说了，这老大家盖房子，老宁家可是一个人没来出力，这时候房子盖好了，空着手来蹭吃蹭喝了。嗨，你还不知道陈桂香什么德行吗？接上集，陈桂香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听着众人议论的声音，一跺脚说道：“我是怀之的老子娘，我来你家吃饭还得带礼物，哪有老子给儿子送礼的道理？”婆婆说的有理，你向来不心疼我们大房，不带礼物来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我家盖房子都没见你们有人来帮忙，如今吃饭你们倒是闻着味儿就来了，比那狗鼻子都灵上几分，这倒也符合你一贯只进不出的老貔貅作风。一旁的宁云云见江雨薇这样说自己的娘亲，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指着江雨薇怒道：“你个贱人，你就这样跟你婆婆说话，你当真是要遭天打雷劈的？你个不孝顺的玩意儿，你爹娘怎么就生养出你这么块黑心肝的料来？我看村口的傻子都比你懂事。”江雨薇上去伸手就握住宁云云指着自己的食指，用力一撅，疼得宁云云龇牙咧嘴的喊：“啊，疼！我的手指，你快放开我！”你算哪根葱，也敢在我面前谈孝顺？在您家你得叫我一声嫂子，就凭你也敢站出来教训我？也不知你爹娘是怎么教养出你这么一条不知大小、不明是非、到处狂吠的狗！你个死娘们，你敢欺负我们家云云，老二给我打死这个贱种，我们宁家有他没好！宁春林听了陈桂香的话，伸手就要来打江雨薇的脸，还没等江雨薇反应过来，就见一个泥弹打到了宁春林抬起的手腕上，失痛的原地跳脚。你若是敢动你嫂子一根手指头，我便杀了你！闹够了没有？回家！慢着，雨薇，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往外赶人的道理，给他们腾张桌子吃饭吧。陈桂香见江雨薇这副冷漠的样子，本想赌气离开，但是她一转头便瞧见了那桌上的饭菜，顿时咽了咽口水。这可真是个败家的，一个暖锅饭至于做得这么好吗？竟然还准备了10菜1汤，真是浪费！有这饭菜也不见他来孝敬给我。江雨薇直接搬出来小炕桌放在地上，弄些干草铺了铺，笑道：“婆婆，别人都是带了礼物来了，也不好让人家下桌，咱们都是自家人，你们就将就着做这桌吧。”陈桂香一看旁别桌那些丰富的饭菜，便又忍了忍坐了下来。江雨薇见他们入座了，便端来一盘凉拌豆芽和凉拌菠菜，就不再管他们这一桌了。娘，你看那江雨薇什么德行，给我们安排这破桌子，还得坐在地上吃饭，这就不说了，怎么就给我们上了2盘凉菜，就不管我们了？肉，娘，我要肉，别人能吃肉，我也要肉。江雨薇，你上菜怎么那么慢？我们这桌的肉呢？你没看小孩子们都饿极了。我的大名也是你能叫的，你们宁家人还真是不知尊卑大小，想吃肉等着吧。说罢便又不管陈桂香这一桌人，去忙活着给旁的乡亲们倒凉茶了。徐峰和徐景见了江雨薇手中的凉茶，上前就要去抢。江雨薇像是没看到2个孩子一样，神情淡定的继续给别的乡亲们倒茶。娘，你看看江雨薇那个贱样，2个孩子想喝口凉茶她都不舍得。接上集，一旁的宁馨看到宁婉在吃锅包肉，起身就冲到宁婉面前，从她手中夺下了锅包肉。徐峰和徐景也瞧见了宁馨在吃肉，忙跑到宁馨面前，从她手里抢过锅包肉。宁馨见自己手中的肉被兄弟2人抢走了，便又朝宁婉脸上甩了2巴掌。去，再给我端盘肉来。江雨薇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见宁婉被打的脸都红肿了，顿时怒气上涌，拉住宁婉的手就朝宁馨脸上打了好几巴掌。娘亲，大伯母打我，他打我。你个丧门星的野杂种，我家闺女也是你能打的，你算老几，还敢对我家闺女动手？你以为都跟你一样贱命一条，别人1两银子就能将你娶回家了？我们心儿可金贵着呢，你打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家宁馨金贵个屁！你看看他长那个丑样子，也不知道是随了谁了。我看老二也没这么丑，莫不是你家宁馨是你从外面带来的野种？哎呦，怪不得就你自己一人宠在手心里。我家宁婉就不一样了，她向来都是个文静听话的闺秀模样。我若是不叫她
他还手，他只有被野种欺负的份儿。婉儿，记住，以后不管是谁打你，你都要加倍还回去。你若是打不过，就叫娘亲来替你撑腰。宁婉看着江雨薇坚定的眼神，认真的点了点头。江雨薇又抬眸盯着宁心说道：“你给我闭嘴！天天就知道鬼哭狼嚎的，你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妈？整日哭个没完！你在我家里就得老老实实的听我管教，不然就给我滚出去！谁教你的吃着我家的东西，还敢动手打我家闺女？我那盘肉就是喂条野狗，也比喂你这个白眼狼强！有你这样待客的吗？爹娘都在那等了多久了？你连盘肉菜都不上，只顾着让你这赔钱货的闺女吃肉，不给客人吃肉，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哼，你这样的在我们宁家是要挨打的。我闺女才不是赔钱货，你全家都是赔钱货。客人得是主人邀请你来，你才算得上客人，哪有客人登门空手就来的？你也好意思说你是客人？我看你是瘟神还差不多。再说了，我这饭菜都是足数做的，你们是后来的，自然没你们的份。就你们桌上的那2盘，还是我好不容易剩下来给你们的。干活的时候不见你们一个人影，吃饭的时候倒是巴巴的来了。你让乡亲们评评理，可有这样做人做事的道理？孙氏被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涨红的跟猪肝一样，死死瞪着江雨薇。宁老头此时再也坐不住了，直接起身道：“老大媳妇，你这嘴太能说了，今儿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走。”宁家那一家老少的走了之后，众人也都吃得差不多了。走的时候还不停地夸老大媳妇做饭好吃，长得也好，待人也亲切。这一顿饭让江雨薇在乡亲们心中的地位火速飙升。婉儿，脸还疼吗？娘亲不疼了，娘亲帮婉儿教训了坏人，下次婉儿也要学着娘亲的样子教训坏人。婉儿乖，今日你忙了一天了，一会娘替你洗澡，你先睡觉，明日娘带你去赶集好不好？好，娘亲，明日婉儿跟你去赶集。接上集，宁怀之见江雨薇没睡觉，便问道：“雨薇，你今日不累吗？怎么还不睡觉？”不累，明日要去赶集，我今晚得把小龙虾做出来才成。如今家里也没什么事情了，明日你和婉儿同我一起去赶集吧，你去帮我卖水果酸野。好，我陪媳妇去赶集。怀之，我今日对你家人那样，你会怪我吗？我不怪你，媳妇，我知道你也是被逼的，我爹娘他们做的确实有些过分。自从分家那日我就明白了，我同你还有2个孩子才是真正的一家人，旁的人不会心疼我，也不会为了我去深山里找药，差点丢了性命，更不会一心只想着赚钱养活咱们这个家。媳妇，以后咱家的事都听你的，你不必担心我。好，我知道了。江雨薇早早就将4个竹筒提到门口，一家3口在院门口等着宁武叔的牛车来。宁武叔赶着牛车过来时，见着江雨薇忙热情地打招呼道：“雨薇，今日带这么多东西去赶集呀？怀之，你也去呀？”江雨薇笑着冲他点了点头。一行人很快便到了集市上。张管事见江雨薇又做出了新鲜的东西，便想着来尝尝鲜。一旁好奇的众人都观察着张管事的表情，只见他一会皱眉，一会又眉头舒展。好吃，酸中带甜，入口爆汁，还有辣味的融合，搭配上果子的清香，果真是好吃。我还从没吃过口感层次丰富、多种口味融合的这般恰到好处的吃食。这东西叫什么名字？多少钱？15文一碗，这个是水果酸野。水果酸野，这名字有些特别，给我来4碗。旁边的人见徐府的张管事都夸这东西好吃，便也都忍不住纷纷去尝宁婉手中端着的试吃。好吃，真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是爽口。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夸奖下，不一会儿就引来了许多围观的人。宁婉则是学着江雨薇的样子喊道：“请大家都排好队，有序购买。”我的婉儿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孩了，果然自家媳妇养出来的孩子都十分优秀。张管事买完了水果酸，也又到江雨薇这边买了许多的小龙虾。上次自己带回去那些，府里的少爷小姐都喊着不够吃，我就等着你来赶集，好多买些回去。你做这些吃食，新奇又好吃，我们府上的贵人们都喜欢吃。不知你可有时间去府上帮着做餐饭？当然不是白做，我给你付工钱的。可以，倒是可以，不知张管事定的是哪日？就定在3日后，我们府上的2少爷考中了举人，要办谢师宴。你一早过来，到城南街上第1户人家便是我们徐府，我到时候会安排小厮在门口接你。可以，若是能做的人家满意了，以后能研究着做个流动酒席啥的，也算是增加一笔收入。接上集，没一会儿摊上的东西都卖完了。怀之，宁招来书院读书也有些日子了，今日来赶集，正好可以去看看他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婉儿，想不想哥哥？咱们去买些点心，看看哥哥好不好？好，去看哥哥喽。宁招见了家人也是眼前一亮，甜甜的喊着：“爹娘，婉儿，你们来看我了。哥哥，我都想你了，娘亲给你买了好吃的，你快看看。好吃，娘，你买的糕点真好吃。”昭儿，近日来功课如何？夫子讲的东西你可听得懂，能跟上吗？
爹，好多字你之前也教过我，线下夫子带我们读四书五经，大都能读得懂。有些不懂的地方，课后我都会缠着夫子问，夫子也愿意解答我。对了，一会儿这糕点我还要给夫子送些去。我们宁昭不光是个头脑灵活的，重要的是还有感恩之心。这些是小龙虾和水果酸叶。昭儿，你拿着这些回去分给夫子和同窗吃，你自己也要好好吃饭，知道没？知道了，谢谢娘。爹娘，婉儿上课了，我该回去了。快些进去吧，3日后娘还要到镇上来，到时候你放了假，娘接你一起回家。三人告别了宁昭，正逛着街，便听到有一个老伯喊着：“卖牛了，卖牛了！有人要买牛吗？”怀之，你可会看牛？不管是选牛还是选马，我都会。当时在军队里，我就是亲自挑选自己军队的战马，还曾经为军队挑选出几十头适合运送粮草的壮牛。你看这牛，我们买回去如何？这牛不错。是了，这牛可是日日帮我们家刨地，强壮的很，在我家也是出了不少力。要不是这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我也不会来卖这牛。大伯，你这牛想卖多少钱？我卖1两银子，我这牛壮实的很，你带回去好好喂着，不仅能拉车，还可以下地干活，很是合适。若不是我着急用钱，我定是舍不得卖它的。大伯，你这牛1两银子卖给我也不便宜了，这牛年纪不小了，我们也不指望它耕地，也就是平时来镇上有个牛车能方便些。我这人是个爽快人，你若是将这牛后面的板车也一并送我，咱们就1两银子成交。好，这板车给你就给你吧，左不过以后没有牛了，我留着也是没用，1两银子1分也不能少，我可是要现钱的。好，那咱们可是银货2清了。回到家，江雨薇炖的肉，整个小院都飘满了香气。去地里干活的周婶路过，抽着鼻子闻了闻，冲院里喊道：“老大媳妇又炖肉了，真香！刚开锅的，周婶快些拿回去尝尝。”哎，这可使不得，哪有总是占你家便宜的道理？怎么能叫占便宜呢？上次张赖子那事，多亏了铁柱救了我，我本也是想上门感谢铁柱的，奈何家里总是忙着没得空。今日周婶子你路过，吃我家1碗肉，就是占便宜了。那铁柱救了我一命，周婶子倒说说我占了你家多大的便宜？你呀，就是这嘴巴太能说了。那我就将这肉带回去给铁柱尝尝，也不过是举手之劳，倒还让你这孩子一直记在心里了。接上集，江雨薇早早就起床收拾了一番，宁怀之也跟着起来了。是我吵醒你了？今日家里无事，怎么不多睡一会儿？今日要赶着牛车去送你啊。行，婉儿自己在家我也不放心，索性就带着一起去吧。到了南街，果然在街口第一家就看到了见得十分气派的徐府。门口的小厮见了江雨薇就说道：“张管事只让我来接你一人，旁的人不能进府。”怀之，你和婉儿在外面等我，我忙完了就出来。你们要是觉得无聊，也可以去镇上逛逛。江雨薇跟着进了府，直接被徐府内部豪气的装修给震惊了。这可真是高门大户，院里景色都搭配得相得益彰。怕是光打理这院里种的花草，1个月也得用掉不少银子。江氏，这里就是厨房了，你进去准备吧。一个胖墩墩的婆子见厨房进了生人，脸色立马变了。哎，你是哪家的丫鬟？怎么随便进主人家的厨房？这位婶子，我叫江雨薇，是张管事今日请来的厨子。李婆子，你可别吓着人家。张管事昨日不是说了，请了位厨师来府上做菜吗？你都忘了？那丫鬟起身使劲甩了甩菜上的水滴，那些被甩下来的水滴一滴不落的全甩李婆子身上了。哟，我可不是故意的呀，李婆子，我这是见了新大厨激动的。我劝你也对人家新大厨脾气好点，没准以后这徐府的厨房就是他做主了。也怪你那儿子的手艺确实不怎么样，家里的主子都吃腻了，也不知道换换口味，就会做那么几道菜糊弄人。我看这张管事早就想换人了。李婆子被淋了一身水，本就带着气，又听着孙招娣这样说自己的儿子，便气不打一处来，直接舀了一瓢刷锅水泼到刘招娣身上，怒骂道：“你个死鸭崽子，你再敢说我儿子一个不是，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这江雨薇还没进门当大厨呢，你就巴巴的舔上了。”孙招娣也是个吃亏的，直接冲上去就要扯李婆子的头发。江雨薇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场景，她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拉架的时候，张管事就赶来了。都给我住手！你们若是不想在徐府待了，我便请示了夫人，让她将你们都发卖给人牙子了事。张管事莫要动气，我和李婆子没打架，大家都散了吧。看看你这副样子成何体统！今日府上要来贵客，快些去把衣服换了出来干活。李婆子你也是，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个小丫头打架，今日都给我收敛点，要是敢扰了贵客，你们也别想再留在徐府了。雨薇，让你见笑了，我给你留了一个灶台，你去做菜吧，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跟李婆子要，府上什么备菜都有，一会儿孙招娣出来就让他给你打下手。今日你和府中的厨子各做10道菜，可以吧？
没问题。江雨薇早就将今日要做的菜单想好了，撸起袖子开始做小龙虾。这时候李婆子的儿子李虎也进了厨房，见江雨薇一个人在忙活，不屑地瞅了他一眼，就对李婆子抱怨道：娘，你看看，如今什么货色都能进徐府的厨房了。是了，儿子，咱们快些做菜吧，别耽搁了主子用餐，旁的人做的吃食还不知道能不能入得了口呢。江雨薇见孙招娣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张管事说让你来帮我打下手，我们时间紧迫，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孙招娣刚想躲在后面偷懒，见江雨薇这样说，便也不敢反驳了，直接不耐烦地点了点头。接上集，李虎闻着江雨薇这边饭菜传来的香气，眼神示意李婆子过去看看。李婆子贼溜溜小眼儿就往江雨薇这边看。正在不耐烦的洗毛肚的孙招娣见状，使劲挤了一下李婆子，尖着嗓子喊道：哟，你过来做甚？也不看看自己的块头，这里头的过道这样窄，非要巴巴的挤过来做甚？莫不是想来跟着新厨子偷师学艺的？哟，你还真是会跟个好主子，今日这样的大日子，竟然敢拿下水来糊弄主家，怕是今日这顿饭做完之后，连你也要一起被扫地出门了，到时候看你还嚣张个什么劲儿。孙招娣听了李婆子的话，看着手里的毛肚，顿时心里也没底了，于是便起身凑到江雨薇身边，小声地说道：那个江雨薇是吧？我们真的要做这毛肚吗？你今日的工作就是听我指挥，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今日便无事。若是因你做事手脚不麻利，耽误了时辰，我定是要到张管事那里去告上你一状的。孙招娣见着江雨薇也不是个好惹的，于是便不敢再问了，只得加快速度，忙着手上的活计。麻辣小龙虾、雷椒皮蛋、炸茄盒、水煮肉片、毛血旺、锅包肉、醋溜大白菜、大鱼大肉，吃多了总得有道清口的菜才行。再弄一盘水果酸也上桌就可以了。今日的宴会上请的全是平安镇的贵人，若是他们吃了好吃，就可以去自己摊子上买，又能让自己做的吃食在平安镇上火一把。李虎见江雨薇的10道菜都上完了，顿时急得红了脸。一旁的李婆子见儿子着急了，笑着上前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道：儿子，不急，慢慢来，那江雨薇不会将你比下去的，我跟传菜的丫头嘱咐过了，你放心吧。李虎听了李婆子这话，眼睛一转，这才放下心来，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盯着江雨薇。哪个是江雨薇？快些跟我到前头去，主子要问话。我就是江雨薇，不知这家主人找我有何事？那丫鬟见了江雨薇也不说旁的，拽着她就往前院去。还想跟我抢活干，简直就是痴心妄想，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踏进徐府半步。孙招娣在旁边听了李虎这话，顿时想到了什么，于是脸色一沉，指着李虎和李婆子就骂道：你们还真是胆子大，今日这样重要的大日子，你们还敢动手脚，若是让主子在客人面前丢了脸面，我看你们母子俩也不用在徐府待了。你个贱蹄子，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血口喷人，你可看到我们做了什么？孙招娣，你别以为你有几分姿色，老子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你不跟老子成亲，日后也就是给家里主子当通房的面，谁让你命里主见，就喜欢给人家当丫鬟通房呢？哼，我娶你进门当正妻，你还看不上，我当真是给你脸了。嘿，就凭你那张丑的像装冤案的脸，还妄想娶我当媳妇儿，你简直就是癞蛤蟆吃牡丹，心里想得美。孙招娣骂完李虎，又怕江雨薇那边出了什么乱子牵连了自己，就忙转身往前院跑去。儿子，你抓紧做菜，我先去前头看看那江雨薇如何了。接上集，孙招娣和李婆子趴在门口往里瞧，只见江雨薇弯着腰低头站在徐员外和徐夫人面前，李婆子就捂着嘴偷笑起来。好好好，我让你嚣张，我让你不自量力，还妄想抢我儿子的活计。你闭嘴，若是被夫人发现我们不干活在这里偷听，咱俩都吃不了兜着走。李婆子本想反击孙招娣，却突然听到徐员外开口了：这麻辣小龙虾可是你做的？是我做的，敢问徐员外，这饭菜可有什么问题？此时门外的李婆子见自家员外都开始质问江雨薇了，便也待不住了，直接从门口冲了出来，指着江雨薇说道：老爷，这人居心叵测，他竟用一些我们庄户人都不吃的东西来糊弄您。这小龙虾在水田里都是人人避之不及的东西，还有那道菜，我都不敢说他是用下水做的，我在厨房里都看见了。老爷夫人，江雨薇做那菜时，我一直都在旁边，我见她都是将菜洗干净了才做的，不是李婆子说的那样。谁让你们上前院来的？后院的事情都做完了，今日我有贵客在此，就先饶你们一次，快些回后院去。老爷，我可是府里的中仆，这突然来了个村妇就敢来我们后厨做饭，我实在是不放心，所以一直盯着她做饭。我看了她将这龙虾里面放了好多盐。这李婆子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自己明明是一时着急忘了放盐，怎么这李婆子却说自己放了许多盐？可是我吃着那麻辣小龙虾，口味正合适呀。孙招娣听了自家夫人这话，便一脸好笑的看着李婆子。江雨薇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定是这李婆子她自己来抢了她儿子的活计，才故意动了手脚，在那小龙虾里面加了许多盐，没想到却弄巧成拙帮了自己。我方才还以为这徐员外是因为自己忘记放盐了而生气呢。今日我来府上做饭，实在是不自量力了。我来了府上才知道，咱们徐府有一位大厨，我这些手艺在他面前也只能是献丑了。不知这饭菜的口味，诸位可吃得惯？此言差矣，我看你做的饭菜可比李虎做的好吃多了，不如你来我们府上当差吧。二少爷说的不错，你做的这些饭菜甚是稀奇好吃，许多都是我们不曾吃过的。今日叫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可愿留在我们府上当厨子？不可呀，老爷，这村妇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徐府的门面呢？再说了，咱们也不摸她的底细，怎么就能贸然让她留在府上？万万不可呀！夫人，您可得劝劝老爷。够了，李婆子，你今日是怎的了？主家的决定岂容你一个下人质疑？徐员外、徐夫人，多谢二人抬爱，只是我家中还有病人和孩子要伺候，我看你府上已经有一位大厨了，定是也不缺我这一个。本想着能日日吃到这些稀罕玩意，如今你这样说，我倒也不好强求。张管事，给他拿2两银子送出府吧。自家儿子辛辛苦苦做1个月，才只能拿1两银子，这江雨薇只来做了1顿饭，老爷竟然就给了他2两银子。李婆子，今日你实在是有失体统，一会去张管事那边领罚吧。江雨薇一出府，便看到了正眼巴巴等在门口的宁怀之和宁婉2人。辛苦了，媳妇，累坏了吧？没事，咱们快些去接宁昭吧，他该等急了。果然大宅子里面的勾心斗角不是自己能应付的，今日能顺利从徐府脱身，也算是自己运气好。加上那李婆子是个蠢笨又藏不住事的人，若是换成了旁的厉害角色，怕是自己也要跟着遭难了。这流动酒席的事就别想了，自己实在是适应不了大宅子里面的那些勾心斗角，还是安安分分的守在自家的小院里摆摊赚点小钱就够了。接上集，江雨薇远远的便瞧见了宁昭站在门口到处张望，似在找人，于是便喊道：“昭儿，过来！”宁婉忙高兴的要去接宁昭，哪知刚跑了没几步，就被当街迎面冲出来的马车给惊到。宁怀之直接朝马的脑袋上打了2个泥弹，那马顿时倒地，扑腾了2下就死了。是谁？到底是谁敢害我的马？婉儿，没事了，婉儿不怕。婉儿，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你？昭儿，带妹妹去牛车上等娘。江雨薇走到那少年面前，直接狠力的甩了他一巴掌，甩的那少年原地转了个圈。就在此时，旁边突然窜出来一个婆子，大声叫嚷道：“哎呀，我的个天老爷呀，杀人了呀！你这是要杀人啊！我可怜的小少爷，你没事吧？你哪里来的村妇，敢对我们葛家的小少爷动手？我怕你是活腻歪了。”你给我闭嘴！死老太婆，也不问问缘由就上来大喊大叫，方才想要杀人的明明就是你家这个被宠坏了的坏配少爷。孙嬷嬷，这个贱女人敢动手打我，疼死我了！快给我找人将她打一顿！你们这是想当街纵马杀人不成，又想当街行凶？你们葛家当真是势力大到可以罔顾律法吗？我看你家这弱鸡少爷日后也别去念书了，直接去牢里度过余生算了。我朝律法第一律就是当街纵马伤人，情节严重者可对纵马者行5马分尸之刑。葛少爷看着宁怀之眼神里的杀意，不由得瑟瑟发抖起来，直接拉起孙嬷嬷的手就往葛府的方向跑。怀之，咱们快些回家吧，我看婉儿吓得不轻。昭儿，明日你跟娘上山捡柴火吧。好，娘明日早些去，咱们多拾些柴火回来，不然我不在家，你一人上山我不放心。娘给你买的那些笔墨纸砚都用完了吗？要用完了可得跟娘说。娘，我本是想着在学堂里面要勤学苦练，所以日热都要比旁人多练上几页纸。可是那些笔墨纸砚也太不经用了些，特别是那纸张，我打听了一下，当真贵得很。后来我就不太敢用纸了，多是在拿根木棍在地上练字。宁昭，娘既然有钱送你去学堂，自然也有钱给你买纸。以后你不要在地上练字了，跟在纸上写出来的终究是不一样的。下次送你去上学，娘给你多买些纸张，你想怎么练字就怎么练，不用怕浪费纸。可那纸真的太贵了，我不想家里为我花那么多钱。好了，昭儿，娘赚钱就是为了咱们全家人过得舒服，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吃饱了就带妹妹去洗漱一下睡觉吧，明日咱们还得早些去山上呢。知道了，谢谢娘。怀之，那匹马是你打死的？我怕他伤到了婉儿。做得好，怀之，你很厉害，你一直都在默默保护我们。这是被自家媳妇认可了吗？果然自己不是一无是处的废人，我也是可以保护好家人的。接上集，刚出院门，宁婉便拉着江雨薇的手说道：娘，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我在那个地方采的叶子，家里的牛和鸡鸭都爱吃，我带你们去看。江雨薇笑着点点头，便跟在宁婉身后。就见有一大片的土地上全长着同一种植物。江雨薇皱眉道：这是谁家的地？怎么也不经管，全都长了些没用的。
应是孙奶奶家的地，她家儿子去当兵没回来，只剩一个儿媳。孙奶奶总是病着，也不能下地干活，全靠她媳妇做些绣品来维持生计。昭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我和他家的孙子狗蛋儿一般大，小时候还经常一起玩，所以就知道些。这是桑叶吗？难怪婉儿说家禽爱吃。不对，这不是桑树，是构树。江雨薇前世看到过视频博主用构树造纸，于是当下便起了心思，拉着宁昭和宁婉就往山下走。娘，咱们不捡柴火了。今日不捡，今日咱们先去买地，以后你不用发愁练字没纸用了。昭儿，江雨薇将2个孩子送回了院里，便对宁怀之说道：怀之，我看好了山后孙奶奶家的那几亩荒地，离着我们小院很近，我想全部买下来。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买荒地这么开心的，媳妇，你想买便买，我全听你的。江雨薇见宁怀之这样支持自己，便笑着点了点头，出门便往李正家里走去。江雨薇刚进了李正家的院子，就见院里有一个和宁秋年龄相仿的姑娘正在猪圈里清理猪粪，正纳闷着，就见宁秋从屋里出来。雨薇姐，你今日怎么有空来了？大丫姐，这就是雨薇姐，就是她每次带着我去赶集做生意的。雨薇姐好，我常听宁秋提起你。你好，大丫。这是我叔伯家的堂姐，叫宁大丫，也是个苦命的，家里的脏活累活全都给她干。这不，今日她奶奶来让她到我家借点猪粪回去浇地，她听说我能跟你赶集赚钱，还羡慕得很，总向我打听你呢。我今日是想学李正帮我个忙。李正，这些是我自家晒的肉干，很是好吃，有温补的效果，没事可以吃些。那我就收下了，雨薇的手艺肯定是做得不错，今日来找我有什么事？李正，你也知道我们分家的时候，婆家只给了我们2亩地，如今也都围成后院。我想着在我们院子附近买些田地，也好多种些东西出来。咱们庄户人家还是得有自己家的地才行。你这话说得不错，只是线下可是好年头，哪有人舍得买地呢？你可是有看好的地了。是看好了块地，就在我们小院门口那座山的后坡处。我听宁昭说那里是孙奶奶家的地，我看那地像是荒了许久了，不知他家可愿意卖地。是了，那山上是有孙家的3亩地，说起来他家也是苦命人呀，家里没有种地的劳力了，许多地也都荒废了，如今也就是剩下了2个女人相依为命，那地荒着也是荒着，他家日子过得苦，许是能说得通。走吧，你这就跟我去一趟孙家。很快李正便带着江雨薇来到了孙家的门口。孙家的房子虽然简陋了些，好在婆媳2人收拾得干净利索，看着倒也温馨。孙家的忙着哩。嗨，我如今这身子骨还能忙什么？闲着没事拔一下院里的杂草。李正今日怎么来了？这位是宁家老大媳妇，嫁到咱们村不久，你还不认识吧？不认识，倒是听说过，看面相是个好孩子。你家那后山的3亩地是不是荒了许久了？是了，如今我也不能做地里的活计，我家媳妇也忙着干绣活，家里的地都顾不上了，荒了许多年了。我寻思你家那地荒废着，当真是可惜了。不知你可想过将那地卖了，换点银子也好改善家里的生活。孙奶奶听了这话，脸上的笑意全无，严肃地看了看李正，又抬眸看着坐在一旁的江雨薇。接上集，江雨薇看着孙奶奶脸上早已没了方才的和气，于是便笑着开口道：孙奶奶，我们已经从您家分出来了，就住在后山脚下。你家那地我看过了，确实是荒废许久了，所以我今日才想着找李正来问问你想不想卖地，只是图着那地离我家近些。若是孙奶奶不想卖地，我们自然也不会强求的。可是我家那地已经荒了许多年，怕是种不出东西了。这个就不劳孙奶奶操心了，我今日来就想要您个准话，看您这地想不想卖。娘，那地咱们左右也种不了，留在那里也是荒废了。今日老大媳妇竟然肯花钱买了那地，也算是同我们家有缘了，您就莫要再犹豫了。可是若是家旺回来了，咱家不能没地种呀，家旺会回来吧？娘，您别说了，快别说了，您就别管家旺还能不能回来了，您先看看眼前，看看我，看看您亲孙儿，咱们一家都要揭不开锅了，要活不下去了，哪还都等着家旺回来？好，不等家旺回来了，眼前儿的人重要，娘听你的。不知你们想出多少钱来买我家这地？这地你们也知道是荒了许多年了，定是不能像良田那样值钱。就像孙奶奶说的那样，这地还不一定能不能再长出粮食来。我也不同你们说些旁的，今日里正在这里，并不会让我们买卖双方吃亏。我想这1亩地，我出1两银子，这价格你们可愿意？好，你说的这价格我们愿意，只是你也知道我们家里急用钱。我知道的，我来买地自然是要带上银子的，今日我便可以结清银子，绝不会拖欠你们。只是这买地的文书和地契一样不能少，我不想以后再有什么麻烦。那是自然的，这个你放心好了。双方签字画押后，江雨薇便从怀里掏出了30个铜板递到李正手里。李正，今日这事多亏了您来帮忙引荐，要不然我一个人定是办不成这事的，这些辛苦钱您别嫌少。
雨薇啊，咱们两家关系这样好，帮你这点小忙还要拿你的银钱，这不是见外了吗？我若当真收了这银子，别说宁秋会埋怨我，就是你宁神也要骂我的。说着，李正又将钱塞给江雨薇，便转身走了。既然李正不愿意收钱，只能等日后再送些别的东西过去了。江雨薇想着，若是想将那3亩地的构树全部取了树皮做纸张，自己一个人定是做不了的，要雇几个知根知底的人才行。于是便直接进了周婶家院里。雨薇，今日怎么得空来串门了？周婶，今日来是有事想请你帮个忙。咱们邻里邻居的住着，什么帮忙不帮忙的，有事儿你就说。我想找几个帮工来帮我做活，只是要知根知底才好，不用每日都要来做活。我需要的时候就来，我不需要的时候可回家忙自己的事情。一日40文工钱，包2顿饭。只是这活计不能同旁人说，只能默默的干。这还不简单？我家铁柱和小武2个壮劳力呢，都可以给你去干活。反正家里的地，你宁叔一个人也忙得过来，你看成不？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明日一早就让宁铁柱和宁武2人去我家里，我带他们一起上山吧。好，等他们下地回来，我就同他们说，他们干活你尽管放心就行。若是他们做的不好，你尽管告诉我，我第一个就不放过他们。接上集，江雨薇刚起床洗了把脸，就听见院外宁武扯着嗓子喊：雨薇姐，咱们上山吧。先进来，院里坐着等一会儿我。娘，我也上山，你们忙你们的，我和婉儿就在你们旁边捡柴火可行？好，你们快些收拾。到了山上后，江雨薇亲自教宁铁柱和宁武如何将树皮剥下来。2人学会了之后，就开始卖力的干了起来，很快就将3亩地的树皮都剥完了。等下山回到小院时，江雨薇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宁怀之看着自家媳妇这样子，实在是心疼的很。雨薇，你不行就别上山去干活了，都是男人活计，让铁柱和宁武2人去做就行，慢点就慢点。不成，这包树皮只是第一步，后头的工序多着呢，不是几日就能干完的活，我多帮着干点，能缩短1日是1日吧。江雨薇见桌上摆了一盘回锅肉，又做了一道鱼，便笑道：怀之，你最近厨艺见长啊，你俩快尝尝你怀之哥做这饭菜味道怎么样？你俩慢点吃，别噎着，饭菜有的是。日后若想要造纸，总是在这院里是不成的，得盖个大屋子，专门用来造纸才行。房后那片荒地正好还空着一大片，不如就趁着晾晒树皮这些日子，将屋后的地盖上房子，弄个造纸的小作坊，不仅能防人，更能防后山上的野兽。这后院的院墙和造纸的作坊是必须要快些盖起来了。江雨薇到了李正家时，正碰上宁婶在院里。宁婶这么早就挖野菜回来了呀？是了，年纪大了，睡不着觉。这不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去挖了些野菜。现在这野菜长得很嫩，一会你回去也带些走。左右我挖了这样多，家里也吃不完。那我可有口福了，我这几日就馋这口野菜，奈何家里实在是太忙了，腾不出空来去挖。今日我也算是沾宁婶的光了，这些是我自己腌的皮蛋，宁婶你尝尝。这可不成，这趟贵重了，你留着卖吧，我们吃不吃都一样的。2人正推搡间，就见李正扛着锄头从外头进来了。雨薇，你来了啊！今年雨水好，这不连带着地里的杂草也是疯长。我方才去地里除草了，来了就别在院里待着，来进屋来。李正，我就不进去了。今日来是想要请你再帮我买些砖瓦，我想着趁现在把后院围墙修起来，反正后院空地也大，还请李正再帮我找些人来盖间房子，待遇和从前一样。雨薇，你这才盖完房子几日啊？这又要加盖房子，怕是在村里太惹眼了些。我知道，我眼下确实是急需要加盖一间房子，这件事还请李正帮着费心。我今日还要送宁昭去学堂，你家宁晨要不要跟着牛车一起去？不用了，宁晨一早就跟着他叔的车去镇上了。以后就让宁晨坐我家的牛车来回就成，反正我们也是要去接送宁昭的，这样也方便些。宁婶，你下次跟宁晨说一声，让他等着宁昭2人一块回。宁昭还在家等着我呢，我就先走了。好，你快些回去，莫要耽误了宁昭上学。接上集，全家人一起坐着牛车往镇上赶。江雨薇坐在宁怀之旁边，看着他赶车的手法，还时不时问他一些问题，问得宁怀之眉头紧拧。雨薇，你是不是嫌弃我了？你觉得我同你出门丢人吗？怀之，你为何要这样问？我从来都不曾嫌弃过你啊。那你为何要学着赶牛车？以后你都不带我出来了吗？哈哈哈，我还当是什么呢？我这不是想着咱们家马上要加盖房子了，家里不是得有人照看着吗？到时候我学会了赶牛车，我就自己赶着牛车出来，不是省事些吗？我还以为你嫌弃我了呢。可是你自己赶牛车出来，我不放心呀，万一路上……怀之，别担心我可不是傻白甜，这赶牛车我肯定是要学会的。日后你不忙的时候，咱们还是一起出来。我学这个只是为了在你脱不开身的时候，我也能随时出门。好，我教你。傍晚，江雨薇听见后院有人的脚步声，顿时警觉起来，便把宁怀之叫醒了。什么人竟敢闯进我家后院？那人明显慌了，宁怀之也不含糊，直接朝那贼人的2只脚踝上各打了一个泥蛋，疼得那人躺在地上捂着双脚嗷嗷叫唤。
啊，疼死老子了！江雨薇听了这人的声音，他再熟悉不过了，是张赖子，直接拿出一个草绳，将张赖子的手脚捆了起来。江雨薇又让宁怀之在院里看着他，自己则是出去叫人。江雨薇怕张赖子有同伙，于是先去周婶家将有才叔和铁柱、宁武都喊了起来。有才叔，张赖子来我家偷东西，已经被我绑起来了，还要麻烦你快些同宁武去我家院里帮怀之看着张赖子，我怕他有同伙再返回来。铁柱，你快些陪我去找李正来。江雨薇和铁柱赶到李正家里的时候，见江雨薇和宁铁柱两人神色慌张的样子，便疑惑地问道：雨薇，我不是说了，今日一早乡亲们会去你家院里干活，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不是的，李正，不是这事，是我家里进贼了。铁柱，你快些去把村里的族长叫过去。雨薇，咱们先快些过去。周婶见江雨薇终于把李正给找来了，忙上前愤愤不平地喊道：李正啊，这张赖子是真的不能留了，他今日敢偷窃，明日就敢杀人，也得亏老大两口子睡觉是个警醒的，若是他偷完老大家再去我家里偷，我一条老命都要被他吓个半死了。我呸！我偷你家的东西，你也不看看你家啥生活，有啥值得我偷的呀？你个挨千刀的偷盗贼，都被人抓了现行了，还敢唧唧歪歪的在这里乱吠。好了，都别吵了。张赖子，你说你还有没有同伙？今日之事可是有人指使。没有同伙，也没人指使我，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虽然被抓了个现行，但是我可没拿他们家一针一线。你倒是个有骨气的，既然你这么有骨气，肯一人承担罪责，那我们也就不白费口舌了，直接抓你去送官。官府的人可不管你偷盗成功了没，就凭你半夜入室毁坏他人财物这一条，就能抓你去坐牢了。我又不是没去坐过牢，还不是关几日就放出来了。再说了，我在牢里最起码能有口饭吃，我在家里连给我做饭的人都没有。好你个张赖子，看来宁家村是容不下你了，我不能让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既然你天不怕地不怕，我今日就让你把你送去官府法办，然后再将你的户籍赶出宁家村，以后你也不再是我们宁家村的人，我们宁家村可养不出你这样的偷奸耍滑的白眼狼。别，李正你别冲动啊，你把我赶出宁家村，我还能去哪里啊？我不能被赶走啊。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上一次你犯下了那样的烟杂事，我都已经是对你法外开恩了，哪知你小子不知悔改，今日又犯下这样的错事，就算是我想留你也留不住了。对，把他赶出宁家村，否则大家都不得安生，可千万不能让他带坏了我们宁家村的风气。是啊，这次不赶走他，下次还不知道要偷谁家呢，快滚出我们宁家村。李正，今日差人把他送去官府，你再拟份文书将他的户籍迁出宁家村吧。李正见族长都同意了，忙摆手示意先将张赖子带下去，自己则是回家拟文书了。接上集，江雨薇想着反正这次买的砖瓦足够，院墙一定要垒得高高的。乡亲们，我家要收草木灰，2文钱1斤，家里有的都可以攒着送来，还有这种构树皮，我们家也长期收购，若是乡亲们上山遇见了，也可以包好树皮晾晒好拿来卖，这个是4文钱1斤。草木灰我家有的是，今日回去我就让婆娘收拾好了送来。是啊，我家也有的是，还不知道这东西能卖钱，前些日子刚倒了些，可惜了。这构树皮我之前去放羊的时候见过，我知道哪里有，等我忙完这边的活，我就上山去弄。这东西山上到处都是，明日就让我家孩子去山上包。江雨薇见大家伙十分积极，心中也很开心。屋后边这池塘若是能买下来，借着这次修建后院的机会，一并将池塘也围起来，这样以后造纸房用水更安全，也更方便。如此想着，江雨薇就又去李正家里跑了一趟。江雨薇忙开口问道：李正，这是要去哪里？没什么事，这不张赖子迁出宁家村的事，我还要去族长家里跑一趟。你过来是有什么事吗，雨薇？张赖子这事实在是麻烦李正了，这件事也给我提了个醒，我想将池塘那片地买下来，不知可行否？那边离着村子远，倒也是没有旁人家的地，全都是村里的地。你若是想买，我给你拟个文书，左右我也是要去镇上办理迁户的事情，到时候一起去官府给你办理了吧。那还得麻烦李正一件事，下午回来的时候再帮忙多买些砖瓦回来，我要将那池塘一并围起来，这样才安心。说着，江雨薇就往李正手里塞了5两银子。好，雨薇你回去忙吧，晚上我就把砖瓦和地契一并给你送过去。怀之，我将后面那个池塘也买下来了，咱们这次借着修建后院的机会，一并将那池塘也围起来，以后还可以在里面养些鱼虾。成，都听媳妇的。此时，李正也带着人从镇上回来了，将砖瓦也买好了，帮江雨薇拉到了后院。李正，今晚说什么也得在这里吃饭，我做了许多，吃不完放不到明日的，快些洗洗手坐下吃饭。雨薇，地契我都给你办好了，若是日后砖瓦不够了，你再来告诉我，我回头再帮你去买。那张赖子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妥当了，日后你们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今日的事情多谢李正了，这些拿回去给宁婶和宁秋也尝尝鲜，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李正可千万别推辞。李正也吃着今晚的豆腐宴十分好吃，于是也没推辞就接了下来。你看看，每次到你家院里都是连吃带拿的，我都有些过意不去了。下次有时间，你带着怀之和婉儿也去我们家尝尝你宁婶的手艺。
以后一定有机会的。对了，李正，上次我去你家碰上了那个宁秋的堂姐，好像是叫什么宁大丫，我想让李正帮着问问，看看下次大丫能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去赶集啊，我这边人手不太够用。好，我明日便去问问。大丫那孩子老实肯干，你用她肯定没问题的。江雨薇也是个力气大的，直接搂着陈桂香，将她架到了院门外，使劲往地上一蹲，咔嚓一声，又是尾巴骨断裂的声音。接上集，第二日，江雨薇刚打开院门，就有不少的婶子婆娘在门口等着称重收自己拿来的草木灰。众人正排队等着，就见陈桂香领着孙氏，带着2大背篓的草木灰上来，也不排队，直接走到最前面，就让宁怀志称重。婆婆，旁人都是早早来排队的，你和孙氏也要到后头去排队，不可以插队。好你个下贱胚子生出来的小娼妇，谁教给你这样对待你婆婆的？你这个不孝子孙，我就不排队，排你娘的队！我自家的生意哪里有让我排队的道理？我今日就看看，我不排队你能拿我怎么样？说罢，陈桂香双手叉腰，指着身后排队的乡亲们说道：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买卖，我们家的草木灰就够用了，不用你们巴巴的送来讨嫌，真是为了赚几文钱老脸都不要了。你们休想觊觎我们家的1分钱，都滚！拿着你们的草木灰快滚回去！婆婆，你怕是忘了，咱们已经分了家，如今我们和您家没有关系了，而且我们家的钱和你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应该是你别来觊觎我家的财产才是。一提起分家这茬，我就悔得肠子都青了。我当时还嫌弃这一家4口是拖油瓶，没想到好不容易将大房一家分出去之后，他们竟然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我只要一经过这个小院，看着他们盖起来的6间大砖房，就后悔得直捶胸。要不是自己分家分得早了，这大砖房应该自己来住才是。你这个不孝女，再怎么分家，我也是怀知的老娘，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此时后面排队的村民们也等着有些着急了，加上他们都害怕这胡搅蛮缠的陈桂香，她就是宁家村出了名无礼，也要缴3分的矫饰金，于是便纷纷开口道：雨薇，你先给你婆婆称吧，再怎么说也是你们自家人，别闹得太难堪了。对对，快给她称了了事，让她吵得脑子疼。怎么样？最后还不是得先给我称？快些称完给钱，我还要赶着回家喂猪呢。我说要收草木灰，也不过是昨日中午才放出去的份儿。陈桂香怎么可能一晚上就攒了2大背篓的草木灰过来卖？说着，趁陈桂香和孙氏还没反应过来，直接将2背篓的草木灰全部倒在地上。只见这些草木灰里面混着石子石块。大家伙都来看看，以后谁要是敢拿这种草木灰来糊弄我，也别怪我再不同你做生意。趁我没发火之前，拿着你的东西回去吧，以后我不会再同你家做生意，你也不用巴巴的来了。我江雨薇说到做到。好啊，你个贱人，你宁愿花钱收旁人的草木灰，也不愿意花钱买自家的草木灰，你果真是歹毒啊！我没福气呀，生个儿子不能养老娘，找个儿媳要治死我，收了旁人的草木灰就不收我的，这是要逼我去死啊！我没活头了呀，自家孩子要逼死我呀！老天爷，睁开眼看看吧！婆婆，你要哭天喊地的出去哭哈，别脏了我家院子。江雨薇也是个力气大的，直接搂着陈桂香，将她架到了院门外，使劲往地上一蹲，咔嚓一声，又是尾巴骨断裂的声音。啊！你要摔死我！你当真要杀了我？苍天大老爷呀，有没有人管我？有没有人救我？我不活了呀，疼死我了呀！接上集，众人见陈桂香吃瘪，自然是开心的，个个都掩嘴偷笑。方才让乡亲们见笑了，咱们继续排队称重哈。没了陈桂香的干扰，众人很快便都将自家的草木灰递给宁怀志称重好，又在江雨薇那里领了银钱离开了。这一上午一共是收了100斤的草木灰，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以后自己要做灰豆腐和造纸都需要用到很多的草木灰。好在村民们都热情高涨，走的时候纷纷同我约定好了，下次多攒些草木灰再来卖。第二天，江雨薇看着2大盆豆腐，十分满意。今日就要带上宁大丫一起去赶集，能不能重用这姑娘，就要看她今日的表现了。今日你还是跟我一起去赶集吧，饭菜都是现成的，我让周婶中午过来热了，让乡亲们吃就行。好的，全听媳妇的。此时宁秋和宁大丫也赶来了，宁大丫见着江雨薇就低头小声的说道：雨薇姐，谢谢你肯带我去赶集。到了集上可不能这样腼腆，赶集1日我可以给你10个铜板，今日先看你表现，如果不适合的话，以后也就不用再来了，但是如果做得好，以后我也会给你涨工资的。我知道了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做好的。到了镇上摆摊的地方时，宁大丫十分有眼力见的往下搬东西。江雨薇看着他是个有力气的人，也肯干，便笑着点了点头。大丫，你今日负责卖水果酸野，这酸野卖15文1碗，之前也有些爱吃的老顾客，这次带的酸野不多，你今日自己一个人负责叫卖，打包可以吗？好嘞，姐你交给我吧。怀知你和宁婉负责卖灰豆腐，我还是切好了试吃，让婉儿去给客人们尝尝，这灰豆腐大小都差不多，就卖20文1块。
江雨薇则是开始负责做雷椒皮蛋，凡是尝过的人都十分爱吃，纷纷掏钱来买。正当江雨薇手忙脚乱的时候，宁大丫就过来帮忙了。看来这个大丫是个可塑之才。正当江雨薇忙着的时候，就见人群中冲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即使那张脸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来人是谁。大丫，你来负责这个摊子，辣椒两面烤糊了就可以和皮蛋一起捣烂，倒上辣椒油拌匀就可以盛出了，卖30文一碗。雨薇，你别过去。怀之，别担心，我过去看看，你安心顾摊子，光天化日之下，亮他们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闺女，救救我，你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这是怎么了？有事去官府报官，找我做甚？江老头身后跟着的大汉做事又要动手打江老头，江老头见状忙用双手护住脑袋喊：别打我，别打我，她是我闺女，她有钱，跟她要。你就是她闺女，她欠我们赌房10两银子，你来替她付清吧。接上集，江雨薇丝毫不畏惧大汉凶狠的样子，直接回瞪着他说道：你这人有病，他欠你钱，你找我要，你跟他要啊！再说了，他早就将我卖了，我已经不是他闺女了。不过他家里还有一个闺女没卖，要是他实在还不上钱，你们也可以跟着去他家里将那个闺女带走。对了，他还有老婆呢，抓去当奴隶卖了，应该也能值几个钱。好你个不孝女，我当时就不该生养你，你就跟你那个傻娘一样的蠢笨，你怎么将咱们家里的情况都告诉人家了？你糊涂啊！我糊涂还是你糊涂？我都是被你卖出去的姑娘了，什么咱家不咱家的，我早就跟江家没了关系，我又如何会在婆家拿钱贴补你？你也要点脸皮好吧？当真要做那万人骂的吸血虫，趴在我身上将我最后一滴血都吸干你才满意嘛？我在婆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你怎么就非要盯上我了呢？家里那个如花似玉的妹妹卖到青楼里，少说也得值上几10两呢。既然这闺女都被你给卖出去了，那人家自热也和你没啥关系了。你家里不是还有一个闺女吗？今日就去抓来卖到怡红院去，抓紧把你欠的钱还上才是正道，不然也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不行啊，我不能将我闺女卖到怡红院。你们跟她要钱，她家里有6间大砖房，有钱的很，前面的摊子也都是她的，她有钱的，她现在就能拿出银子来还你，不用那么麻烦去青楼卖我闺女了。我那闺女丑得很，不值几个钱的。你当真就是铁石心肠？我家里有多少间房都与我无关呀，那可是我婆家的财产，人家怎么可能为了你这样一个赌鬼将家产都卖了贴补你？你做梦也要有个限度。大哥，你是个明事理的，你说说怎么可能嘛？这姑娘说的没错，我给你好脸，你别得寸进尺啊！江老头，你再磨叽下去，我就剁掉你的手！别废话，快些带我们去你家看看你那如花似玉的闺女。那大汉似乎是没了耐心，直接拽起江老头就往围观的人群外挤。江老头此时还不忘哀怨的回头瞪了一眼江雨薇，怒骂道：我不会放过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随便你怎么骂，反正我又不会少一块肉。如果我真的不狠心救济了你一次，那江家人就会像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的粘住我，甩都甩不掉。江雨薇转身回摊位，便瞧见了宁怀之正在自己身后一脸心疼的看着自己。好了，还要谢谢方才那个大哥帮我解决了大麻烦，最好是让他们一家再也无心来骚扰我才好。怀之，你不会觉得我太狠心了吧？雨薇，我说过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的，你这样做必然有你的道理。你灰豆腐都卖完了吗？还说全听我的，谁让你过来看热闹的？好，我的错，方才我实在是担心你受欺负，就让婉儿一人顾着摊子了。你让婉儿一个孩子自己顾摊子，你是他亲爹吗？正说着，两人就见婉儿正熟练的给客人包装收钱，嘴上还不忘吆喝着招揽客人。这次江雨薇准备的东西不少，一直卖到下午才卖完。江雨薇给宁秋和宁大丫结了工钱，又对宁大丫说道：大丫，你今日做的不错，以后你就跟着宁秋一起同我来赶集吧。如今你也大了，该为自己的以后多着想，若是亲人不当人，那便不要这亲人也罢，这钱你自己看着办，做人倒也不事事都那么实诚，你说呢？好，知道了，雨薇姐，谢谢你。接上集，等江雨薇回家时，就见周婶在帮忙洗碗，忙上前拉住周婶道：快别忙活了，周婶，让你帮着做饭已经是麻烦你了，哪还有让你帮忙洗碗的道理？给，这是我在集上买的点心，你带回去尝尝看。你呀，就是花钱大手大脚的，咱们庄户人家平日里哪里吃过什么糕点，就是那点心铺子都不敢踏进去一步的，这么多糕点我哪里吃得完哦？给婉儿留些吧。婉儿有的，周婶你就别操心了，快些回去休息一下，洗碗的活计哪里能让你来干？周婶也不好推脱了，便回家了。娘亲，我看后院小羊都没草吃了，我先去割点草，一会回来吃晚饭。好，一会天要黑了，记住别走太远，就在咱家附近割点草就成，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家。江雨薇这边想着再去挤点羊奶，刚拿起木桶准备去后院，就听见自家院门被一脚踹开了，一回头便瞧见了江老头拎着李翠花，两人一人背着一个包袱，气势汹汹的就冲进来了。你们来干什么？上次来闹的还不够丢人吗？我可是你亲爹，亲爹来看闺女没毛病吧？
就是我们可是你爹娘啊，你不能自己过上了好日子就不认亲爹娘了。你看看你妹妹命苦啊，还没出嫁就被卖到了青楼，我也没钱去赎她，如今也只能收拾了包袱来你这里住了。你让那帮恶人把你妹妹给抓走了，那以后你就得负责给我们2个养老。李翠花，你搞清楚，第一你不是我娘，第二她不配做我爹，第三你闺女是被你的赌鬼丈夫卖到青楼抵债的，和我1分钱关系都没有。你看看你生的这个白眼狼，我辛辛苦苦将他养大，他翻脸就不认人呐，还敢直呼我的大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你别个脸不要脸，我和你娘今日来还就不走了呢，我看你能拿我怎么着？李翠花早就闻见了饭菜的香气，直接将背上的包袱往桌上一甩，拿起筷子开始夹桌上的饭菜。江雨薇实在是被这2人不要脸的样子给震惊到了。这鱼做的少，再去做几条，我看那边还熬着骨头汤呢，给我和你娘盛1碗去，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这怎么成？就是老头子这次来，咱们可得好好管教一下这大闺女了，免得她婆家人说她没教养，不知道孝顺老人。咱们那么大老远走过来了，也不知道给咱们接一下包袱，就知道在那里傻站着。傻愣着干什么呢？快去把包袱拎进屋，给我和你娘收拾间屋子出来，要最大的。对了，我们走了半天山路，脚都走肿了，快点去烧过热水来，睡觉之前我们要泡泡脚解乏。雨薇啊，你家里来客人了，晚上我们就不在这里吃了，我们回去吃也一样的。此时后院干活的乡亲们也都到了前院准备吃饭，见这2人的说辞因是江雨薇的爹娘，看起来也不是个好惹的主，于是纷纷冲江雨薇打招呼道：乡亲们别管了，他们2个可不是什么客人，饭菜我都备得足足的，你们快去另外2桌吃饭，干了1天活了，哪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回去？你个死老婆子，给你几分脸面你是雨薇的娘，不给你脸面你就个嚼舌根的老萝卜瓤子。接上集，一旁的李翠花见江雨薇给工人盛的饭菜更多些，而且还是和自己吃一样的饭菜，立马就不愿意了，拉着脸开口就骂：一个个没脸皮的东西，在主家干活竟然敢和主家吃一样的饭菜，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我们家是不给你工钱，还是克扣你银子了，就能让你们这样大大方方的坐在主家院里吃这样的好饭好菜？老大媳妇，我不吃了，我先回家了，留着给你娘吃吧。乡亲们别跟个妇人一般见识，她当不了我们的家，也做不了我们的主，何必为了不相干的人动气呢？给我个面子，都回去吃饱再走，这里是我家，她说了不算。众人见宁怀之都这样挽留了，也不能不给他面子，于是只好点了点头，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吃饭。李翠花见这群人又被劝了回来，张嘴道：当真是没脸没皮的软骨头，别人几句话就给劝回来了，还不是图我闺女家的吃喝？你个死老婆子，给你几分脸面你是雨薇的娘，不给你脸面你就个嚼舌根的老萝卜瓤子。老头子他敢骂我老萝卜瓤子，别让闺女用他干活了，咱们不给他结工钱了，让他骂人。江雨薇此时再也忍受不了了，她直接将2人的包袱扔进了之前挖好的陷阱坑里，又回到院里拿起大扫把就往李翠花和江老头身上扫。江雨薇直到将2个人打出小院，这才对着众人笑道：让大家见笑了，快些吃饭吧。此时李翠花还不死心的在门外用力的拍打着门，叫嚷道：快开门，你容不下我们2个老的，就给我们钱，让我去给你妹妹赎身，这样我们以后也好有个闺女养老傍身。哎呀，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呢？乡亲们吃完饭打开门回家时，就见李翠花和江老头还蹲在小院门口赖着不走。我今晚能让你们吃口饭，已经是仁至义尽，以后你们别想再进我的家门，别再说你们养过我，咱们江庄谁不知你俩什么德行。我本想着出嫁了也不愿再去找你们的麻烦，没想到你们竟然3番5次的主动上门挑衅，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如果还有下次，我定到江庄去闹得你们住不下去。这里晚上有不少野兽出没，如果你们再不走，估计就要留在您家村喂狼了。说罢，江雨薇直接转身进了院，重重的将院门关上了。回吧，这铁公鸡看来是一毛不拔了，真是养了个白眼狼。我呸，在村子里住了个破砖瓦房就厉害成这样了，自己的爹娘都不认。哼，我稀罕你的臭钱，等我的瑶瑶在青楼里站稳了脚跟，当个花魁，再攀附个贵公子，或者是哪家府上的大老爷，到时候你求着来攀我这门亲戚，我都不理你。江老头一心想着今日是来要钱赎回小闺女的，听了李翠花这番话，顿时眼睛一亮。我怎么没想到，以后小闺女在青楼里面出了头，那金银首饰还不得拿回来孝敬自己呢？以后赌钱再也不愁没有赌资了。我真后悔没有早些将小女儿送去青楼，白白在家里养了那么多年。2人各自怀揣着小心思，相借着月光往江庄的方向走去。接上集，江雨薇这边完全没有被江老头和李翠花的贸然来访扰乱了心情，反而他知道了江瑶瑶被卖去了青楼，心中是窃喜的。最好江老头再赌输几次，将李翠花都卖给人家抵债才好呢。铁柱、宁武，你们俩要去哪里？今日要开始造纸了，你们能去小院干活吗？没什么事，我是寻思着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地里除除草。既然小院有活，那我们就过去干活。江雨薇一边看着2人烧火的火候，一边笑着说道：
烧煮好的树皮要取出，用流水冲刷干净，将树皮上沾染的杂质去除，才可以开始打浆。打浆也要注意好力道和手法，不能打得太粗，也不能打得太细，最好就是打成糊状，就可以加适量水将树皮散开后切碎，再放入大石臼中捣碎。雨薇姐，我怕记不住，到时候有不懂的我就问你，成吗？自然不能一次就记住，熟能生巧，你俩要多练习。日后咱们造纸坊若是再招了新人，就得你俩负责教他们了。所以你俩一定要好好学，好好练，以后你们就是咱们造纸坊的大师傅。就我们这样的，还能当大师傅呢？当然，只要能干肯学，一定会当上大师傅的。成，以后俺们都听雨薇姐的就是。我一开始还奇怪雨薇姐为啥要在院里弄这么多锅和石臼，原来是用来造纸的。你们将树皮全部捣碎之后，就可以捞出来晒干了。后面的步骤等晒干了，我再教你们。一下子说的多了，怕你们也记不住。这批纸做出来卖了银子之后，就准备雇下2人来家里做长工，以后造纸坊也可以再多雇几个人，这样就可以增加产量了。一定要看好每口锅的火候，咱们造纸不易，前面几道工序都是忙活了近1个月的时间才到了这一步，一定要仔细些，可以多翻动些锅底，免得糊锅了就功亏一篑了。好嘞，雨薇姐，你放心吧，你累了一天，去前院休息吧，这里有我和我弟看着就成。江雨薇这边则是继续和宁怀之配合烧火熬豆浆。打陈响这边豆浆刚开锅，就见铁柱慌里慌张的跑到前院来喊：雨薇姐，不好了，你快去后院看看，我弟他。怀之，不用烧火了，把豆浆全部盛出来。说罢就跟着铁柱去了后院。江雨薇一进后院，便瞧见了宁武正傻愣愣地盯着面前的一口锅，只见这锅大部分已经烧糊了。别傻站着，去看看旁的锅火候如何。铁柱，你去往锅里加点水，再熬半个时辰就可以捞出了。我弟弟方没看好这口锅的火候，又一时忘了翻拌，结果就糊锅了。雨薇姐，是我粗心了，今日的工钱我不要了，对不起，雨薇姐。你们2个都给我打起精神，别都杵在这里，去把锅看好，记住还有半个时辰，千万不能煮过头了。做事要讲究方式方法，如果记不住自己翻了几口锅，那就养成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的顺序，看锅、翻锅、添柴、加水，不能因为锅多就自乱阵脚。做事不光要勤劳肯干，更要动脑思考，知道了吗？知道了，雨薇姐，下次不会了。做事不怕出错，就怕错了不认，认了不改，反复出错。今日这次出错，虽然损失了很多咱们辛辛苦苦弄出来的树皮，但是如果能让你们2个长个记性，也是不错的。工钱这次我就不罚你了，若是还有下次，那就按照你说的罚工钱，可好？雨薇姐，你放心，我一定会认真做事。江雨薇叮嘱了2人几句，便急匆匆地跑去了前院继续做豆腐。接上集，江雨薇把要送人的豆腐一一切好，就推着板车去送凳子了。先是到了周婶家，周婶和有才叔刚好在院里。雨薇啊，那就用你亲自来跑一趟了。一会铁柱和宁武回来的时候，让他们带回来就成了呗。他俩忙正事呢，晚饭已经在我那边吃过了，他们今儿个要忙得晚些，我来给你和周婶打声招呼，免得你们在家苦等。叔，这是我刚做出来的豆腐，晚上你和周婶尝尝鲜，还热乎着，捣点蒜泥蘸着吃就行。不进来坐会儿了？不了，还得去送旁人家的板凳呢。说着，江雨薇又推着板车去了对面的张婶家里。雨薇今日怎么有空来串门了？这不，家里的活干完了，用不到这些凳子了，今日就赶紧来送给你。用了这么多日子，实在是麻烦你了，张婶。哎呀，雨薇，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咱们邻里邻居的住着，这点小忙还不应该帮衬着吗？这算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以后可别跟张婶这样见外了。婶子，这豆腐是我下午刚做的，还热乎，你们趁热吃。我说怎么老闻着有股子豆香味？成，我这就拿给他们尝尝。眼下我那大儿媳妇怀着孕，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嘴刁得很，这个她一定爱吃。啊，娘，我羊水破了，快去请大夫来。不要大夫，请稳婆来。张光，快去村西头请孙稳婆来看看。哎，不对，孙稳婆今日才回了娘家，去她娘家村里请人。要先让老大去请宁伯来。我知道你媳妇顾虑宁伯是个男人，可以先不让宁伯进屋，只在院里等着，咱们心里也好有个底。不是我说话难听，若是当真有什么意外情况，还是保命要紧。你说呢，张婶？对，雨薇说的对，老大快去请宁伯来。张光，你抓紧去请孙稳婆，虽然远些，咱们也要做好2手准备。张伯，要麻烦您去烧2锅热水，将家里的剪刀用火全部烧一遍，拿给我。小云，你可要挺住，雨薇让天河去请宁伯了。娘，你糊涂啊？怎么能请宁伯来？我这生孩子，若是宁伯……小云，关键时候你别犯糊涂。我让宁伯来在院子里守着，用不到他是最好的。孙稳婆那边我也让张光去请了。你现在别想那么多，什么都没有，活命要紧。一会生孩子要耗费体力，你先将这块豆腐吃了，慢点吃。外面还有，你现在别管旁的事，就管好你自己。别的事我们会来操心。一会吃完豆腐，你就跟我学着如何吐纳，这样可以帮助你顺利产子。
接上集，小云很快便将一块豆腐吃了下去。来，我们不能只等稳婆和宁伯来，你要学会自救，先把两腿分开，能感受到下面的疼痛吗？此时小云已经是满头的汗珠，无力说话，只是冲江雨薇点了点头。只要一感觉下面有痛感，就马上深吸一口气，数10个数，配合你的痛感去用力，数完之后吐气，全身放松休息，如此反复就可以了。你先尝试几次。娘，疼死我了，怎么回事啊？好疼啊，我会不会死啊？孙稳婆还没到吗？是啊，不过宁伯已经在院里守着了。要劳烦婶子去把剪刀和热水端进来备着，若是孙稳婆迟迟不到，也就不能再等她了。我看着小云这下面已经出血了，怕是这就要生了。小云，你按照我教你的法子试试，咱们一边生一边等稳婆来。有些疼，你只能忍着，别喊太大声，不然白白浪费了力气。现在你主要任务就是要将这孩子先生出来再说，明白了吗？张婶，你拿着豆腐，时不时喂小云一口，帮她补充体力，我来给她接生。小云，你真厉害，再加把劲，孩子就快要生出来了。正当江雨薇说完这句话，小云毫无征兆地晕了过去。江雨薇见状大惊，孩子还没完全出来，一大半的身子还卡在里面，若是不能快些让孩子出来，那岂不是要一尸两命了吗？张婶，人命关天，这个时候就别在乎那些繁文缛节了，去请宁伯进来吧。小云，你这是怎么了？我不要孩子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小云，我错了，我不该让你生孩子，我只要你，你醒醒！小云只是晕过去了，你若是再这样耽搁救治时间，她真的就要与他天人两隔了。安静些，让宁伯帮她看看。宁伯皱眉观察了下小云的面色，拿出银针直接扎在小云的2个手指，没一会儿就突然睁开眼睛。宁伯，您先出去吧，这里我来照看。张天和，你也出去。小云，继续呼气，用力，快些！你的孩子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了。小云听了这话也不敢耽搁，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开始呼吸用力。就在2人都马上精疲力尽的时候，一声响亮的啼哭喊了出来。此时张光也带着孙稳婆赶了过来，听了这响亮的哭声，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孙稳婆，我不会照顾小孩子，你快用热水洗洗手洗洗脸，去帮忙照顾一下孩子，我先替小云擦洗一下。小云，今晚你辛苦了，你好好休息，过几日我再来看你。谢谢你雨薇姐，要是没有你……别哭呀，月子里可不能哭，要不然眼睛该哭坏了。你好好养着身子，别太激动了，我先走，你多休息一下。接上集，江雨薇到家时，看到宁怀志把豆腐都做好了。怀志，那些豆腐是你做的？是啊，我做的对吗？那日看你做了一次，就尝试着做了。你做的很好，看来还挺聪明的。那以后都让我来做。成，满足你。对了，我方才去帮张婶家的大儿媳妇小云接生了，生了胖乎乎的男娃，甚是可爱。你也想要孩子了？你说什么呢，怀志？我有宁昭和宁婉就够了，我可不想生孩子。今日小云差点就……好，媳妇说什么就是什么，都听媳妇的。时候不早了，早些睡吧，明日一早还得起来再做些豆腐，不然下次赶集定是不够卖的。还有那雷椒皮蛋，上次赶集也挺受欢迎的。咱们家线下没鸡蛋了，那些小鸡目前也不能下蛋，我明日还得去村子里收些鸡蛋回来，再做些皮蛋才成。别太累了，媳妇。江雨薇早上起来去造纸房的时候，宁武和铁柱已经在忙活着晒纸浆了。江雨薇看着纸浆说道：等这纸浆晒干之后，就可以取适量的纸浆放到这个大木槽里面，倒上9分满的水，再用手拍开，让纸浆在水里均匀铺开。铺开后就可以拿这个木篦子抄纸脱水，然后架火烘干，再起纸就做成了。今日你们去山上多砍些柴火下来，留着明日烘干纸张用。雨薇姐，你放心吧，我们都记住了。那行，家里就交给你了，我得抓紧出去收鸡蛋去。到了宁武叔家时，宁武婶正好在院里。武婶在家呢。雨薇，今日怎么有空来了？家里的房子修好了。都忙完了，这不来给你送凳子了。这些鹿肉干你尝尝，我自己做的。闻着就香，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武婶不嫌弃就成。今日来还有一件事，我想来看看你家有没有鸡蛋可以卖的，我要收点鸡蛋，15文1斤。有的，我刚好攒了1斤，我去拿给你。宁武婶拿了一篮子鸡蛋出来，说道：我家鸡少，就攒了这么多，你称称看，要是不够的话，你再去李正家里问问，他家里的养的鸡多。刚进李正家院子，就见宁秋从屋里出来。秋妹，我今日来看看你家里面有没有鸡蛋了，我想收点鸡蛋回去腌皮蛋呢。雨薇姐，这可不凑巧了，昨个我娘要给宁晨买书，就将家里攒的鸡蛋都带到镇上卖了。不过你可以跟我去大丫家看看，他奶奶总喜欢攒鸡蛋，许是有不少呢。成，那咱们走一趟。宁秋带着江雨薇就往宁大丫家里走，刚到门外就听里面传来了尖利的骂声：你个死丫头，我养你有什么用？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我干脆打死你算了。不好，大丫她奶奶孙婆子又要打大丫了。接上集，宁大丫被孙婆子一铲子打在了脑门上，嫣红的鲜血直接顺着宁大丫的头缓缓流了下来。
你这是做什么？非要把大丫姐打死才算完吗？难道她就不是你的孙女了吗？你怎么来了？你来做什么？我管教自家孙女，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大丫这样是不行的，你若是不想闹出人命来，就快些去请宁伯来看看。你又是谁？还来管起我们家的闲事了？就他这种贱皮子，哪用得着浪费银子看大夫？他平日里没少偷吃好东西，身子强得很，犯不着麻烦宁伯。你真有脸说得出口啊！你平日里给过大丫姐什么好东西吃？家里的脏活累活全部都让她一人去做，她也不过才10几岁的年纪，你看看她的腰都累弯了，你竟然还说这样的话！孙婆子似是被宁秋说的有些心虚，随手拿起棍子就要往宁大丫身上打。我让你个贱人不懂事，让你找帮手来对付我这个老婆子，我看你是翅膀硬了，想离开咱们这个家了。宁婆子说着，那棍子就朝宁大丫身上落下来。宁秋见状，忙拉住宁大丫往院里走。此时院子外面早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乡亲们。你平日里就是这样对待大丫的？她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家里家外的活计整日忙个不停。你呢？你不但不关心她、爱护她，却是处处针对她、打骂她。难道她没了爹娘就要受这样的欺辱吗？宁大丫迷迷糊糊中听到江雨薇说了一句：“难道她没了爹娘就要受这样的欺辱吗？”顿时再也受不了了，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自从爹娘死了，自己再也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我也羡慕同龄人可以穿漂亮的衣裳，可以无忧无虑的玩耍。可是自己每天干不完的活，挨不完的骂，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若是今日能被奶奶打死，自己是不是就解脱了呢？宁大丫只是如此想着，身子也越发的虚弱，头上的血还是再止不住的往下流。有眼尖的村民发现了宁大丫的头正在流血，忙惊呼道：“天哪，孙婆子，你这是下死手打孩子啊！大丫多好的孩子，看看让你给打的，这不会闹出人命来吧？”麻烦哪位乡亲快些去将宁伯请来，再将李正和族长都喊来。我看谁敢去，我们自家的事情谁敢插手，以后就给我养老吧。江雨薇，我们大丫就是跟你去赶集赚钱吧，我估计你家里日子过得不错，以后我就赖上你了，你给我养老吧。江雨薇啪的一巴掌甩到了孙婆子脸上，孙婆子一脸震惊的看向江雨薇，捂着被打痛的脸，气道：“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天理了？你竟然敢在我家里院里动手打我！”江雨薇笑着又是一声响亮的巴掌甩到了孙婆子脸上。你不是说让我给你养老吗？我家公婆都还没用得着，我来养老，我为何要养你这个老不死的？若是你真的想让我替你养老，也得有个合适由头才行。比如我今日就索性将你打成残废，让你瘫痪在床，屎尿屁不能自理了，那我自然会给你养老。江雨薇说着，就在院里找了个木棍，毫不留情的往孙婆子身上打。孙婆子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白白挨了好几下才想起来跑。啊！打死我了，疼啊！别打了，你这个疯子，你有病吧？乡亲们看着院里这副景象都惊呆了，一时也没人敢上前来拦。只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偷偷的退出了人群。接上集，宁秋看着孙婆子吃瘪的样子，十分解气，高兴的喊道：“孙婆子，让你天天欺负我大丫姐，打死你活该，让你也尝尝挨揍的滋味。雨薇姐，10点进，你打累了换我来。”江雨薇越打越上头，孙婆子被江雨薇追得满院子跑，还是因为躲闪不及挨了好几棍子，疼得她直叫唤：“别打了，打死人了！我不用你养老，不用你养老了。”当真不用我养老了？不用了，不用你养老，你饶了我吧。嗨，我还想着今日就一鼓作气将你打成残废，再把大丫接我们院里养着，你妈就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小土房里孤独终老就成。想起来我就让大丫给你送口吃的，想不起来你就在家饿着，实在饿得不行就直接吃屎，反正都是你自己拉出来的东西，倒也不用嫌弃。不用了，你快走吧，我不用你养老。乡亲们从来没见过孙婆子被吓成这副样子过，纷纷窃窃私语道：“还当这孙婆子是个多厉害的主呢，这被人家几棍子打的屁都不敢放。”是啊，我看他就欺负大丫有本事。就是，我看大丫是个老实孩子，这次也算是替大丫出气了。这孙婆子不知好歹，这样听话的孙女还不知道珍惜，呸！看人家没了爹娘，就这样作践人家。众人正议论着，就见李正被徐芊芊带来了。李正，你快来看看吧，江雨薇想将孙婆子打死，可真是太歹毒了。还真是哪里都有他，方才自己让人去请宁伯和李正来，他不去，见自己打了孙婆子，就颠颠的去找了李正来，这是想让李正来治自己的罪。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孙婆子见李正来了，忙起身想要告状。江雨薇见状轻咳了几声道：“孙婆子，你要我给你养老吗？”不用了。孙婆子，方才江雨薇打你，乡亲们都看见了的，我把李正请来了，你有什么冤屈就同李正讲，不要怕。我没事，你方才看错，没人打我。那你这手上胳膊上的红印子是哪里来的？没事，是我去地里除草的时候不小心摔的。芊芊啊，你就别在这里乱说话了。徐芊芊不知为何这孙婆子明明就挨了打，却还要反过来维护江雨薇，于是更加着急了，看着周围的乡亲们喊道：“方才江雨薇动手打了孙婆子，乡亲们都看见了吧？
李正，你看，江雨薇方才就是用这个棍子打的孙婆子，你可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她，怎么能这样不管不顾的殴打同村的老人呢？雨薇，徐芊芊说的可是真的？孙婆子，方才我可打了你？没打我。乡亲们可看见我打了孙婆子？乡亲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如何说。此时人群中突然有个村妇站了出来，江雨薇才看清了来人，是孙奶奶的二媳妇刘氏。刘氏冲江雨薇笑了笑道：我没看见江雨薇打孙婆子，徐芊芊你是不是看错了？还是你想胡乱攀扯，故意找李正来为难江雨薇？李正可不是是非不分的张赖子。你个刘氏，你就看江雨薇买了你家几块破地，你就在这里维护她，帮着她，之前倒没看出来你竟是这样的狗腿子。徐芊芊，你闹够了没？孙婆子都说雨薇没有打过她，你还在这里胡搅蛮缠，成何体统？没事就快些回家去。接上集，宁秋刚把大丫扶到床上躺好，大丫便再也坚持不下，晕了过去。江雨薇见状，忙上前去探宁大丫的鼻息还有呼吸。江雨薇想着宁伯昨晚用来救治小云的方法，可以先给大丫试试看。于是江雨薇对孙婆子冷脸道：快去拿针线来。孙婆子见状也不敢拒绝，忙转头去自己屋里取针线。江雨薇接过孙婆子递来的针线包，扎宁大丫的2个手指间，见宁大丫并无反应。正当江雨薇准备再扎一遍的时候，宁大丫突然睁开了眼睛。雨薇姐，谢谢你帮我。没事的，你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你家里有鸡蛋吗？现下大丫身子太虚了，得给她冲碗鸡蛋茶补补气血。用不着，我们家大丫的身子我知道的，用不着吃鸡蛋来补。不舍得给大丫吃鸡蛋，那就杀只鸡来补吧。秋妹，你去鸡窝挑一只最肥的大公鸡来杀了，给大丫炖鸡汤喝。别杀鸡，有鸡蛋，我拿鸡蛋来。很快孙婆子就端着一碗鸡蛋茶进来，江雨薇接过鸡蛋茶递给宁秋说道：秋妹，你先照顾一下大丫，我出去跟李正说点事。李正和乡亲们见江雨薇出来了，忙焦急地问道：大丫怎么样了？醒了吗？有惊无险，目前醒是醒了，就是身子太虚了，这些年干活太多，又吃不上好的，小年纪就把身子亏空了。大丫也是命苦，托生到这样的家里来。谁说不是呢？大丫这孩子能活着就不容易了。孙婆子没有心啊。今日之事起因就是孙婆子将大丫的头打破了，我想周围的邻居们住这么近，应该没少看到孙婆子打骂大丫吧。哪天不打就烧高香了，大丫天天干活还得挨打，换作是我早就跑了。是啊，我几乎每天都能碰上孙婆子无辜打骂大丫。若是只是小打小闹，那这是孙婆子的家事，咱们管不着。可是就像今日，若是孙婆子活生生将宁大丫给打死了，咱们村子里的名声可就臭了，日后谁还敢同咱们村的人结亲？说出去就是宁家村全村人见死不救，活生生看着一个老实姑娘被她亲奶奶给打死了。就是啊，我们家闺女马上要一亲了，可不能让孙婆子给毁了好前程。哎呀，我家小子还没娶妻呢，若是这样闹下去，还有谁愿意嫁到咱们宁家村啊？孙婆子，今日之事你可知错？孙婆子刚想要下意识的反驳，就对上了江雨薇那个杀人的眼神，便咽了咽口水，小声说道：我知道错了。今日诸位乡亲们都在这里，我请大家帮我做个见证，以后若是孙婆子无辜打骂宁大丫，我就亲自来将宁大丫接走，以后宁大丫也不用再为这个家干活，不用给孙婆子养老，宁大丫的婚事也不用孙婆子操心了。孙婆子见状刚要生气，突然听到李正提到了宁大丫的婚事，当下便起了心思，随即便笑眯眯的点头道：好，我都听李正的。孙婆子这笑似乎是不怀好意，但是眼下也不知她又在动什么歪心思，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接上集，宁婉见自家娘亲回来了，忙上前拉住她的手说道：娘亲，你吃过午饭了没？爹爹特意给你留了些饭菜。还没呢，我看看你爹给我留的什么好饭菜。怀之，你连这些饭菜都学会了，看来家里做饭以后真的要让你长勺了。我看着你做就学会了，今日吃饭没等你，我怕铁柱和宁武饿着肚子干活，就先做好了饭菜跟他们一起吃了。江雨薇完全没在意宁怀之方才说了啥，现下她只想好好吃顿饱饭。做得蛮好，你都出师了，比我做的都好上许多。真的吗？那我来做烩豆腐，你回屋歇着吧。那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去后院造纸房看看宁武和铁柱的造纸进度如何了。没想到一进去就见宁武一脸兴奋地拉住铁柱的胳膊喊道：哥，成了，咱们做成了。对，没错，就是这样的纸，你们太棒了，以后你们就是咱们造纸坊的大师傅了。余薇姐，今晚我和宁武不回去了，连夜将纸都造出来。明日正好是宁昭放旬假的日子，自己去镇上接宁昭的时候，刚好可以将做出来的纸带过去摆摊卖看，定价可以比葛氏纸庄稍微低一些，自然不愁卖的。你们两个不要太累了，可以今晚赶工做出来一些，能做多少算多少，我明日带到镇上去卖看，这里也没有床铺，你们就别在造纸坊里睡了，反正离家也不远，还是回家睡吧。
你放心吧，雨薇姐，我和我哥尽量多做些出来。这纸张不错，比镇上最有名的铺子葛氏纸庄做的都好上许多。这样的纸袋到镇上一定不愁卖的。第二天，江雨薇把捆好的纸往牛车上搬，一家3口就朝着平安镇走去。他们先是赶到莲香楼门口，一进门就被徐掌柜给拦住了。雨薇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方子能卖的？同行们看着我的店里的生意爆火，十分眼红。只要我店里出什么新菜品，他们不日便模仿了去了。虽然口味不如莲香楼，但是胜在他们定价便宜，所以时间久了，许多客人都流失了。徐掌柜，店铺出新很关键，能不能留住客户也很关键。下次我再给你带几个新方子来，顺便再教你一套利用新方子留住客人的法子。好，你可别忘了，我就等你这新方子了。怀之，去宁昭书院门口吧，咱们先把摊子支上，一会学生们放学了就可以卖纸了。宁怀之点了点头，就赶着牛车往书院方向去了。怀之，我想给咱们家这纸起个名字，你有什么好主意吗？不如就叫雨薇纸吧，以你的名字命名，而且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这纸的质量很好，哈哈。雨薇纸好像还不错，那成就叫这个名字了。接上集，江雨薇直接开口喊道：细腻光滑不一墨的雨薇纸来了，一刀只要25文，质量嘎嘎好，走过路过别错过呀。此时正巧走来了一个书生，听见了江雨薇的叫卖，就上前拿起雨薇纸摸了摸，笑道：果然是好纸，跟葛氏纸庄的上等宣纸也没差多少，你这价格来卖就不怕亏本吗？今日是雨薇纸第1日试卖，这个价格肯定是要亏本的，小哥可以多买点回去试试。确实是好纸，价格还这么公道，给我来5刀。小哥好眼光，你有朋友需要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来看看。那书生点了点头，一抬眼便看到了自己的同窗成群结队的从书院里出来，忙冲他们招手道：快过来看看，这边有好纸卖，价格便宜的很。确实是好纸，这纸张手感很好，看起来像是不一墨的。多少钱一刀？这是雨薇纸今日第1次试卖，一刀只卖25文，大家需要的可以多囤一点，过段时间可能会涨价哦。这么好的纸竟然卖这么便宜，快给我来4刀。我要10刀，多囤点，免得涨价了。我平日用纸多，我也要多囤点。宁怀之忙着打包，江雨薇忙着收钱，配合的不亦乐乎，完全没注意到街对面的葛氏纸庄里站着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正死死地盯着自家的摊位。就在纸张都快卖完的时候，那男人似乎是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带着2个伙计冲了出来。你们干嘛呢？谁让你们在这里摆摊的？赶快搬走，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小心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敢问阁下是哪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我们葛氏纸庄的2把手孙掌柜。不用强调我是2把手。江雨薇见他们语气不善，便也不想搭理他们，于是对宁怀之说道：也不知招儿怎么还不出来？怀之，咱们把牛车往书院门口那边赶，等着招儿。宁怀之点了点头，就往书院门口去了。身后还站在原地的孙掌柜气得吹胡子瞪眼道：嘿，他们不理我，不理我，真行啊！走去把他的牛车给我砸了。宁怀之早就默默地拿出了泥弹准备好了，打在了2人的手腕上，疼得2人捂着手腕哇哇大叫：疼死我了！老子的手腕断了！不争气的玩意儿，白给你们那么多工钱了，雇你们2个人还不如雇条狗。就在此时，江雨薇看着宁昭出来了，忙要上前给他接书包，就见从宁昭身后挤过来一个熟悉的少年。让开，穷人家的孩子也敢走在我们葛少爷前面，我看你是不想在书院里混了。这葛少爷不就是那日当街纵马差点撞了宁婉的少年吗？没想到他竟然同宁昭是同窗，看样子平日里在书院也是个跋扈的。我呸！自家老娘还得走路上山，天天就知道围着媳妇转，什么时候心疼过你爹娘？接上集，正当江雨薇要上前说些什么，就见自己身后冲过去一个人影，是方才的孙掌柜。少爷，怎么能让您亲自背书包呢？来，我给您背着，您慢点走。看来这个少爷就是葛氏纸庄的少爷，这葛氏纸庄当真是财大气粗，将府上的少爷和下人都培养成了狗仗人势的小人了。娘，你们这么早就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要晚些才到，所以在书院里多看了会儿书。我们今日来卖纸了，刚好都卖完了，你就出来了。方才那个葛少爷平日里在书院也是这样欺负你的？我不认识他。娘，书院里的人可多了，我又怎么能个个都认识？宁晨怎么没和你一起？我之前跟李正家说了，以后让他跟你一起坐我们家牛车回来。方才我出来时看他在同夫子讲话，许是一会就能出来了，咱们再等他一会儿。一会你有什么想吃的，咱们去菜市场买点，娘回去做给你吃，给你好好补补身子。娘，你做的我都爱吃。你方才说卖纸是怎么回事？你娘她造出了雨薇纸，今日来试卖，全部都卖光了。娘，你也太厉害了吧！
纸张你都能造出来，那以后我岂不是就能用咱们自家的纸了？再也不用去葛氏纸庄买纸了。那边的孙掌柜似乎是听到了这边的对话，忙想起来自己还有正事没办，于是又大摇大摆地走到江雨薇的牛车前，指着江雨薇的鼻子骂道：我跟你说，以后若是再让我看见你在这条街上卖纸，我便掀了你的牛车。你记住，这条街上只能有葛氏纸庄的纸，你们这种小门小户的泥腿子，休想同我们葛氏对抗。江雨薇二话不说，直接伸手撅了孙掌柜的食指。放开我！你这个死娘们，我手断了，别撅了。怎么回事？你快放开孙掌柜！江雨薇缓缓松开了手，孙掌柜疼得龇牙咧嘴的不停的甩手，嘴里还不忘咒骂：你个死娘们，撅死老子了！我必须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们俩给我打他！你们的手还想要吗？掌柜的，我看今日咱们就算了，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我呸你个从长计议，回头我就把你俩赶出去！我真不知道雇你们两个废物有什么用。说罢，孙掌柜头也不回的走了。两个伙计见状，也灰溜溜的跟在孙掌柜身后走了。一旁的葛少爷眼神颇有深意的看了看宁昭，随后也跟着离开了。江雨薇他们到了宁家村，路上刚好碰见了从地里回来的陈桂香和宁老头。陈桂香见江雨薇坐在牛车上，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呸！自家老娘还得走路上山，天天就知道围着媳妇转，什么时候心疼过你爹娘？爹娘刚从地里回来啊。宁老头也不吭声，只是眼睛盯着车上的小猪仔，阴着脸点了点头。接上集，陈桂香见自家儿子不接自己的话茬，又嘟囔道：我呸！自己家里日子过得好，还有良心管你爹娘累死累活的去地里干活呀？这会子连猪仔都一下子买了3头，我也没见你有钱了想起来孝顺你爹娘。你们身子骨好好的，别年纪轻轻就想着让儿女养，能下地干活是你们的福分。哪一天当真是瘫在炕上了，那时候我们再好好孝敬你也不迟。我们家里还有事，就不跟您扯闲篇了。走吧，怀之。爹娘，我们先回去了。也不等他们回话，直接赶着牛车就走了。陈桂香看着老大一家离开的背影，气得直跺脚。作孽呀！作孽呀！这是要活生生的气死我这个老婆子！我当初就不该养这个白眼狼，如今都是给人家做嫁衣，当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你忘了当日你是怎么将老大一家赶出去的？如今他们日子过得好了，你也别眼红，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以后咱们俩好好跟着老二一家过日子吧。江雨薇这边到了小院，宁怀之担忧的看着江雨薇说道：媳妇，咱们家的雨薇纸质量是好的，价格也公道，只是影响到了葛氏纸庄的生意，怕是他们家不会善罢甘休。日后我们若是每次去镇上卖纸都要碰上这么一遭，我怕你迟早会吃亏。如今我这腿脚不好，只能坐在牛车上，2、3个不会武功的人我尚且能应付得过来，若是他们提前准备下了死手，我怕。那以后我们不去镇上摆摊了，左右我们这造纸的活刚开始做，只有铁柱和宁武2个人做，也做不出多少的量。或者我们想个法子，笼络几个常客，那每次做出了的这些纸张，很快就能卖完，也可以让客人提前预定，根据他们预定的量来制作纸张。这样一来，就是不摆摊，咱们家的雨薇纸也就不愁卖了。你说的这个法子是不错的，只是我们怎么能拉拢出一批常客呢？我有法子，我将这些纸带到书院去卖，咱们家的纸质量价格公道，我那些同窗们肯定会买的。昭儿这个法子不错，以后买过一次咱们雨薇纸的人都是咱们家的会员，可以按照会员价购买，还可以享受每月1次的预定特权。昭儿负责在书院里面卖纸给同窗，我呢就可以去镇上的书局还有别的文具铺子跑一跑，看看他们是否愿意用咱们家的雨薇纸。娘亲，你今日卖纸的时候说25文1刀只是亏本卖的，若是以后都这样卖，咱们会不会把家都亏没了呀？哈哈哈哈！婉儿，你也太天真了，你要记住，永远不要相信生意人嘴里的亏本甩卖。哈哈哈！你放心吧，婉儿，娘也是生意人，生意人不做亏本买卖，咱家的房子也不会被娘亏没的。那娘的意思是故意这样说，让买纸的人有占便宜的心理，好快点下定决心多买一些纸。昭儿是个聪明的，以后你在书院里就按照今日的25一刀纸来卖给同窗，算作是他们的会员价。不过可有一点你要记住，你去书院是要去学习的，不能因为卖纸耽误了学业。放心吧娘，我心里有数的。接上集，江雨薇睡到后半夜的时候就被小猪仔的叫声惊醒了，心中顿感不妙。他和宁怀之对视一眼就往后院走，来到后院就见关猪仔的棚子被人打开了，猪圈里的3只猪仔也只剩下2只。正当疑惑时，就见一个身影从造纸坊里往池塘那边跑去。自己家里也太容易招贼了，难道上次张赖子被赶出宁家村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怎么这些人就知道天天惦记别人家的东西，自己不会靠双手努力去赚吗？
这个背影我好像有点熟悉，应该是咱们身边的人干的，只是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雨薇，你还是先去请李正来吧。眼瞅着天要亮了，眼下正是春播的时候，李正他们起得早，我就在这里守着，避免他再杀个回马枪。昭儿，你陪你爹在院里守着，若是婉儿醒了，就让他将昨晚剩下的饭菜在锅里热一下就成。我先去找李正。江雨薇路上碰见了宁武叔，宁武叔见他这样急匆匆的样子，忙招呼道：雨薇，你这是要去哪？这样着急？五叔，我家里昨夜遭贼了，我要急着去找李正。我正好要赶着牛车去镇上，你上车，我先带你去找李正。你家的事情要紧。宁怀之和宁昭正在后院等着人来，宁武和铁柱此时也准备上工。江雨薇见状，忙拦住二人问道：昨晚你们是什么时辰走的？可有记得锁门？昨晚我们吃完了饭就走了，走的时候天还没黑透，是我锁的门，我记得我锁了门的。门锁不是被撬开的，应该是这人会开锁的手艺，所以这种锁对他来说很简单。江雨薇又看着地上的脚印，将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和不同深浅的脚印都小心翼翼地踏了下来。正在众人商量这是该如何解决时，就听见有人在喊：雨薇在家吗？在家呢，快些进来吧。我是来找宁武叔的，我天没亮就在村口等他的牛车，准备去镇上送绣品，没想到一直没等来。我去了宁武叔家里，才知道他来你们这了。耽误你去镇上了。宁武叔是个热心肠的，听说我家猪仔丢了一头，就忘了去镇上的事，跟着我跑前跑后的帮忙呢。你看我老糊涂了，把这事都忘了个一干二净。走走，刘氏，我先送你去镇上。刘氏却没挪脚，思索了片刻，小声说道：雨薇，你说你家丢了一只猪仔，是不是约莫3个月的大小？刘氏，你看就是3个月大的猪仔，和这2只是一窝的。我昨日刚买回来，晚上就被人偷了一只。你可有在哪里见过这猪仔吗？刘氏看着后院的众人都是一脸紧张地望着自己，颇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孙氏直接伸手要去抓江雨薇的脸，宁怀之见状，手疾眼快地朝孙氏的左眼打了一弹，吃土接上级。刘氏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抬起头看向宁怀之说道：我这话说了，你们听听就算了，可别以为我在挑拨你们两家的关系。刘氏，你的为人我是清楚的，你犯不着来挑拨，你有什么话只管直说便是。今日这么多人都在场，你知道什么便都说出来，至于真假我们自有定论，你也不必想得太多。今日一早，我便在村口等牛车，我远远的就瞧见了宁家老二推着一个板车，鬼鬼祟祟的朝村外走去。我有些好奇，就躲在树后仔细看了看，就见那板车上绑着一只小猪仔，和你们院里这些差不多大小。雨薇，我只是看见了这件事，但是那宁家老二车上的猪是不是你家里丢的那头？我不敢确定，所以这话我也不能乱说，我只说我看见的，可千万别以为我这是想要挑拨你和你婆家的关系。放心吧，我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随意攀扯到你身上呢？你知道我这人最是讲理，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见到宁春林出村的吗？我是卯时从家里出门的，到了村口也不过是过了1刻钟左右，就瞧见了宁春林出村。江雨薇同宁怀之对视了一眼，宁怀之沉声道：雨薇，不用在意我，家里的事都听你的。没想到自己的手足兄弟有一日竟然会来自家偷东西。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家里怎么压榨我都一声不吭的忍下来了。如今自己成家了，家里的东西都是自家媳妇靠双手辛苦赚来的了，他们又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还要劳烦诸位跟我去您家走一趟。江雨薇推着宁怀之的轮椅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李正和宁武叔等人，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就往宁家走去。刚走到院门口，就听到陈桂香高声骂道：你就是个吃白饭的，你就不能学学江雨薇那个贱人是怎么赚钱的？你看他才分家出去几个月，就又养猪又养羊，家里还有那么多的鸡鸭鹅，你呢？你一分钱赚不来就知道跟我要钱花，还不是因为有你管家，我们才赚不了钱。你说什么？你这个贱皮子，你再给我说一遍！江雨薇一脚踹开院门，陈桂香看着院门口站的人，顿时愣在了原地。宁春林呢？让宁春林给我滚出来！你找我男人干嘛？你有宁怀之这个瘸腿的还不够，还妄想惦记着他弟弟。我家男人可瞧不上你这种货色。江雨薇听着孙氏这番混账话，丝毫不犹豫地朝他脸上啪啪甩了2巴掌。孙氏直接伸手要去抓江雨薇的脸，宁怀之见状，手疾眼快地朝孙氏的左眼打了一弹，吃痛忙用手捂住眼睛，惊叫道：啊，疼死我了！我不活了呀！老大，你要逼死你亲娘啊！你这个不孝子孙，我死了算了！我怎么就这么倒霉摊上了这么个恶毒儿媳？天天上门找事，你们大房分家了还不够，非要把我和你爹逼死才算完吗？够了，陈桂香，别在这里撒泼，去把宁春林喊出来，我们有事找他。李正，我家那老二今日一早就出门了，我们也没见到他人影儿。我这二儿子呀，你也知道是个整日不着家的主，你这会让我给你找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啊！你这不是为难我这个老婆子吗？你想让他背上不孝的骂名，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说罢，江雨薇把架起来接上级，众人正吵吵嚷嚷间，就见宁春林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从外面回来了。你把我家的猪仔拉到哪里去了？
你说什么呢，大嫂？我怎么知道你家猪仔在哪里？你家猪仔没了，可别赖到我身上啊！你现在将猪仔交出来，我便饶你这次。若是你还是嘴硬不肯交出，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娘，你看看大嫂这是说的什么话？他家东西丢了就来咱们这里闹事，哪有这样的道理？娘，你还管不管这个家了？你可别来我们家胡乱攀扯呀！你一大早就闹得我们家鸡飞狗跳还不够，如今还要来欺负我家老二，我肯定是不让的。哪有你这样当大嫂的？自家丢了东西不去找，反倒找到本家来了，你就当着众乡亲的面这样诬陷我家春林吗？对，我媳妇说的对。媳妇，你这眼咋了？我呸，还不是你大哥那个残废打的？你看看你不在家，旁人都是怎么欺负你媳妇的？宁春林指着宁怀之就要开骂，哪知一对上宁怀之那双沉静的眸子，顿时就偃旗息鼓了，小声的嘟囔道：大哥，你干嘛打我媳妇？春林，说吧，你把我家的猪仔藏到哪里去了？昨晚你去偷猪仔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咱们兄弟场，我也不想将事情闹得太难看了。娘，你劝劝大哥，让他回去吧。我真没偷他家猪仔。你听见了没？你弟说他没偷就是没偷，你还想强行赖到你弟身上不成？也不知你是被谁给教唆的，成了现在这副样子。要我说，娶妻娶贤，这话还真是一点也没错。如今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被你们大房闹腾的，哪日才能安生啊？我也想过安生日子，可是有人他不放过我们大房一家呀。婆婆，你说我家猪仔丢了我能不找吗？我花了那么多银子买回来的，可不能让我白吃了这哑巴亏。我这人向来都不是胡乱攀扯的，我能找到宁春林头上，势必也是有证据在手的。你胡说，你不可能有证据的，你骗人。是不是你偷的？让我们看看你的鞋底就知道了。昨个夜里下了点小雨，路上泥泞得很，那偷猪的人刚好将脚印都留了下来了。喏，我都拓在纸上了，和你的脚印一对比，就知道真相了。你可敢上前来比较比较？娘，我不是，他唬人的，你别让我试，你帮帮我呀，娘。这里有这么多乡亲看着呢，我不会平白无故冤枉你的，清者自清。现在知道害怕了，晚了。江雨薇说罢，就给了李正一个眼神。李正会意，拿了张空白的纸，强行将他的脚印按在上面。娘，你救我呀，救我！陈贵香见小儿子这副表现，心中自然明白其中缘由，于是上前直接跪在了宁怀之面前，哭道：你是我儿子，我今天跪下来求你了，我求你了成吧？你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你的心思怎么这样歹毒？从古至今没有父母贵子女的道理，你这样是在害怀之。你是想让你的儿子成为宁家村的笑柄，你想让他背上不孝的骂名，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说罢，江雨薇把架起来的陈桂香重重的往地上一蹲，嘎巴一声脆响。啊，疼死我了！你是想将你爹娘接来同我们一起住？再怎么说，那也是我爹娘。接上集，江雨薇完全不理会坐在地上喊疼的陈桂香，只要她不再作妖就成。李正看了看方才宁春林踩上的脚印，又对比了下之前踏下来的脚印，完全一致。说吧，你把猪仔拉到哪里去了？宁春林连连摆手，刚想开口反驳，江雨薇已经对他没有耐心了，直接冷声道：你别装了，今日卯时一刻，你推着猪仔出了村，有人看见了，这件事若是闹到官府，也是人证物证俱在的，你逃不掉的。哥，你放了我，猪仔我卖到镇上去还赌债了，我也是没办法。若是今日再不还上赌债，他们就来家里要钱了。我不敢让他们来家里，他们那种人你是知道的，他们会搅得咱们家不得安生。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动了歪心思。你这个败家子，我不是说了不让你出去赌钱吗？你这是要将咱们的家底败光啊！我造孽呀，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子？你大哥也是个只知道听媳妇话的窝囊废，我干脆死了算了。婆婆，你要死也等会儿再死，我们先解决完这件事再说。陈桂香见这招对江雨薇不起作用，只能生无可恋的看着他那个不争气的二儿子。你一个大男人敢做敢当，我早就说过不允许你再去赌博，你却屡教不改。这次偷猪的事，我不能就这样放过你。我可以不带你去见官，但是这猪仔的钱你一定要还给我们家。以后若是再出现这种事，我定会亲自带你去见官。哥，这次就算了吧，我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呀，要不然我也不会去做这种事啊。如今我们已经分了家，你也别想着占我们家1文钱的便宜。这猪仔是我花了100文买回来的，你既然没钱，就去山上包够树皮拿来抵债。1斤晒干的构树皮4文钱，湿的构树皮3文钱，给你3天时间去弄100文的构树皮送到我们家，这件事就算过去了。3天的时间，我怎么可能弄得了那么多构树皮？你这是要累死我呀！能弄多少，能不能弄来，这我不管，我只知道3天后我看不到足够的构树皮，那咱们这件事就去官府说道。今日在场的乡亲们都可以给我作证。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江雨薇见事情解决了，就带着众人走了。李正他们也各自回去忙自家地里的活计。江雨薇看着宁怀之一脸沉重的样子，笑道：你是觉得我方才的处理方法太不近人情了？春林偷东西这个毛病惯不得，现在为了赌博就敢来咱家偷东西，以后出去定是会给家里闯祸的。我是怕爹娘他们跟着春林不能好好的安享晚年了。你是想将你爹娘接来同我们一起住？再怎么说那也是我爹娘。
你休想，你是不是忘了分家那日你所谓的爹娘是怎么对你的，是怎么对宁昭的？你是不是忘了你不在这些年，他们是怎么苛待2个孩子的？你若是想陪着他们生活，我不拦着，但是你休想将我们娘3个再拉入那个魔窟。雨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和2个孩子在宁家受的苦，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是想帮帮春林，让他改了这赌博的臭毛病，这样以后爹娘跟着老二一家，我也能放心些。明明他自己也在宁家受过那么多的屈辱，为何现在还要想着去帮那一家猪狗不如的东西？难道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吗？我掏心掏肺的想要经营好这个家，可是到头来自己还是一个外人。昭儿婉，你们会跟娘走吗？是非要选，我跟娘走，我不要爹爹也成。接上集，宁昭和宁婉见江雨薇一副失神落魄的样子回来了，忙迎了出去，关切的问道：娘，怎样了？可抓到了那偷猪贼？昭儿、婉儿，若是有一日我同你爹爹分开了，你们俩可愿意跟我走？娘，出什么事了？我爹他去哪里了？他怎么没同你一起回来？娘亲，婉儿不同娘亲分开，也不想同爹爹分开。娘，你别哭，可是我爹惹你生气了。没什么，娘只是随便问问，娘没事，放心吧，你爹他在后头，你们2个出去迎迎他吧。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是想办法毒死宁怀之，还是同他和离，亦或是自己带着2个孩子偷偷跑路，永远的离开宁家村。而这边宁怀之被江雨薇扔在了原地。我只是想让老二戒赌，这样自己也能放心的将爹娘交给老二一家，否则自己家里并不会安生的。虽然分了家，但是毕竟还有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情在啊。爹娘虽然从小对自己不好，可他们毕竟是我的爹娘，我真的做不到分了家就形同陌路，毕竟是做了几十年的家人，眼前自己的腿还是残疾的，雨薇照顾这一大家子本就是不易，若是再将爹娘弄来，那这个家定是安生不了1日了。宁怀之觉得现下自己脑子如同一团浆糊，想也想不明白，索性就先不想那一大家子人了。宁昭带着宁婉出来接宁怀之。爹，你到底怎么惹娘生气了？娘方才说要同你分开，还说要带着我和妹妹走，娘还被你气哭了。你娘她还说了些什么？娘说完这些就让我和妹妹出来迎迎你，自己一个人回屋去了。昭儿婉，你们会跟娘走吗？是非要选，我跟娘走，我不要爹爹也成。我跟婉儿的想法一样。你们到底是谁的亲骨肉啊？看来自己真的要看紧媳妇了，可不能让她一气之下带着2个孩子跑了，剩下自己一个孤家寡人独守空房。宁怀之到了院里，见江雨薇的屋子房门紧闭，推着轮椅到了江雨薇房门前，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媳妇，我错了，我做了你喜欢吃的饭菜，你出来尝尝可好？见里面没动静，宁怀之继续哄道：媳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家在中间也实在是为难，我知道你有苦衷，你放心，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将爹娘接到咱们院里来住的。至于老二那里，我会提点他几句，若是他再不听，我也就不管他了。媳妇，你在里面吗？江雨薇在房内将宁怀之的话都听了进去。他最好是拎得清，若是他实在烂泥扶不上墙，自己也不介意不动声色地赶了他，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吧。接上集，宁怀之不知为何突然就觉得后背一凉，就在此时，江雨薇也阴沉着脸打开了房门。我饿了，吃饭吧。好，饭菜都在桌上了，咱们出去吃饭。一家4口刚坐下准备吃饭，就见宁秋急急忙忙的从院外跑了进来。雨薇姐，不好了，你快跟我去看看，孙婆子要逼大丫姐嫁人。江雨薇听了这话，忙起身就要跟着宁秋走。宁怀之见状急道：吃2口再走吧，一整日没吃饭了。不吃了，你们先吃，吃完给我留在锅里就成，我先去看看，回来再吃。2人气喘吁吁的赶到时，孙婆子正和媒人笑眯眯的说道：哎呀，今日可是麻烦你了，这么快就给我们大丫找到了这样好的人家，你实在是费心了。你放心，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什么喜事值得你这样高兴？说给我听听，你替大丫寻了门，什么好亲事？孙婆子见来人是江雨薇，顿时脸色冷了下来。她只要一看见江雨薇就觉得触眉头，但是一想到那日她动手的样子，又不敢惹怒了她，于是便开口道：这不，我托人给我们大丫说了媒，大丫也到了该说亲的时候了。一个大姑娘家的总是在家这么东奔西走的也不成样子，不是？宁大丫在屋里听见了院里的动静，忙跌跌撞撞的跑了出来。雨薇姐，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嫁给江庄的周铁头，我看见那男人就害怕，我不能嫁给他，若是非要让我嫁给他，我还不如就死了算了。你这个贱皮子，我几日不打你就皮痒了是吧？知道找帮手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谁来了都没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爹娘死得早，我这个当买卖的就得替你做主。你嫁到周家那是去过好日子的，你这样要死要活的像什么样子？有事说是别动手，现在大丫年纪也不小了，不是能再任你随意打骂的。你们方才说的江庄周铁头，我也略有耳闻，他是个懒汉酒鬼，家里地多，有点闲钱，但是前面累死了3任妻子，而且他喝多了酒，会打媳妇，这就是你给大丫找的好姻缘。我不要嫁给他，我死也不要嫁给他，我不想呜。别哭了，大丫姐，别哭了。孙婆子听了江雨薇这番话，似乎也有些心虚，看了一眼还站在旁边的媒婆，问道：
你只说他前面没了3任妻子，可没说他打媳妇还是个懒汉啊。媒婆没说你就不知道主动问问吗？再或者费点心思打听打听江庄的人，你就这么着急拿了聘礼将大丫嫁出去？你当真是狠心，为了银子连亲孙女的命都不顾了，你就不想想好好的人家怎么会平白无故就死了3任妻子？人家的事，你一个外人跟着掺和什么？再说了，那周铁头家里有钱，人家懒点就懒点呗，最起码大丫嫁过去了，吃喝是不愁的。男人打女人这事也是咱们司空见惯的。若是大丫是个懂事老实的，又会讨男人欢心，那周铁头又如何会平白无故去打自家媳妇呢？怕是心疼还来不及呢。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我最是知道男女相处之道，这日子过得好不好呀，还是得看两口子合不合得来。接上集，媒婆拉起孙婆子的手拍了拍，你可别忘了，我是拿了你家大丫的八字同周铁头合过的，两人八字很适合得来，要不然这样的好事也轮不上你们这样的人家不是？孙婆子，人家可是一下子就拿出了2两银子来娶大丫，还明说了不要你们的嫁妆，这样的好姻缘，多少姑娘上赶着求都求不来呢。你说的对，这八字定是不会骗人的。也许我家大丫嫁过去，2人就能将日子过起来呢。你放心，我家大丫向来最听我的话，她只是一时没想开，我再劝劝她。你先回吧呀。那媒婆挑眉看了一眼江雨薇，随后皮笑肉不笑的对孙婆子又嘱咐道：你可得好好劝劝你家大丫，莫要让有心人得逞了，这样的好亲事可是求都求不来的。我呸，好亲事你自己嫁去，少来祸害我们大丫姐。你好你个伶牙俐嘴的，一个未出阁的闺女家就这样厉害，我看以后谁家敢娶你进门？说罢，那媒婆头也不回的走了。宁秋还不忘朝她的背影啐上一口。呸！你个老不死的坏心眼儿！我就是再厉害，也不用你来操心我的婚事，早点收拾收拾，去嫁给周铁头，赚你那2两银子的卖命钱吧。为了2两银子就把亲孙女卖了？我1年给你2两银子，让大丫去给我家做长工，以后让大丫吃住都在我家，不能再来给你家干活。我只要求一点，以后你不允许再插手大丫的婚事。你是说每年给我2两银子，还不用让这个贱骨头在我这里蹭吃蹭喝？每年2两和嫁给周铁头，只得2两，你选吧。不用选，让他去给你当长工，我同意。江雨薇见状也不墨迹，直接拿出纸笔来拟好了一份文书，将银子递给孙婆子。孙婆子拿到银子，两眼放光的样子，让江雨薇看了都觉得恶心不已。3人丝毫没有停留的离开了这里。宁大丫胆怯的看着江雨薇说道：雨薇姐，你给我奶那么多银子，我怕不值得那么多。放宽心，以后你就住在我们家后院的造纸房，平日里你就跟着铁柱和宁武打个下手，前院有事你也可以去帮着忙活，碰上赶集的日子，你再跟我们一起去赶集，你的活计可不少呢，当然值这2两银子了。大丫姐，你别想那么多了，今日你能从你奶那里顺理成章的出来，全都是雨薇姐的功劳，日后你好好跟着雨薇姐干就成，别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江雨薇带着宁大丫回到小院，就瞧见宁怀志一脸担忧的等着。雨薇怎么样了？大丫你也过来了，你没吃饭吧？和你雨薇姐一起吃吧。快些吃，一会儿还得给你去收拾房间呢，到时候你住在后院也安静些，能帮我照看着造纸坊，我在造纸坊里给你隔出来一间小屋子，再给你做张床，你先住着。宁大丫听了这话，十分感激的点了点头。接上集，江雨薇隔出来了一个小单间，宁大丫看着眼前这个属于自己的屋子，心中十分感动。雨薇姐，谢谢你，我已经许久没有睡过这样好的地方。之前在奶奶家里，总是住那间漏雨的厢房，冬天冷夏天热，哪天碰上她不顺心，就要被赶到猪圈里去睡。江雨薇看着宁大丫泛红的眼睛，安慰道：大丫，以后这就是你的屋子了，你就安心住在这里，不用再担心嫁人的事情了。大丫，快别哭了，以后都是好日子，可不兴这样哭哭啼啼的。你收拾一下屋子，我先去前院做饭，一会出来吃饭。谢谢你，雨薇姐。铁柱和宁武此时已经将那株海棠树挖了出来，江雨薇指挥着2人将树种下后，又在空间里取了些灵泉水替树浇上。没想到只过了一会儿的功夫，一棵海棠树就全部开了花。媳妇，咱们家小院还真是风水宝地啊！这树在后山栽着的时候平平无奇，怎么到了咱们小院就一下子全都开花了？花花好看，真好看。不光好看，还很香呢。你闻闻，咱们家院里现在全都是海棠花香。这海棠花不仅好看，味道也好闻，等花落了还能结果，到时候咱们院里就有海棠果子吃了。一家4口都十分满意这棵树，以后有了树在院里吃饭，就不怕日头晒了，还能时不时闻到树的花香气，让人觉得心情都好了许多。第2天，江雨薇把这几日做好的雨薇纸都全打包装车，和宁怀志赶着牛车到了太和书局。你想要什么书，我来帮你找。
我不是来买书的，我这里有一批雨薇纸，想让掌柜的看看质量如何。若是可以，咱们可以长期合作。这纸品质可以，我们书局印书之前一直都是用葛氏的纸，那纸现在是越做越薄，英墨不说，价格还一路飙涨。前几日我还听掌柜的抱怨，这葛氏纸庄仗着垄断了北街的纸房，哄抬纸价，这纸的质量却实在是跟不上。对了，你这纸卖多少钱一刀？我家这只是自己纸房造的，质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价格也不贵，只需25文一刀纸。那价格还真是不贵呢，你等着，我去喊掌柜跟你谈。这位就是我们书局的李掌柜，你有话就同他说吧。李掌柜，还请看看我们自家产的雨薇纸，25文一刀，可以长期大量供应。你需要的话，可以先提前预定一批，我们回去做好了送来。确实比葛氏做的好上许多，不阴墨，只是我们书局用量大，你可能确保供应量足够。这个李掌柜放心，咱们可以拟定好文书，若是我们逾期交付或者是给的量不够，我们愿意赔偿。文书肯定是要你的，只是我们的需求量大，价格肯定不能同旁人的一样。咱们这纸100刀以内是25钱一刀，若是预定量达到了200刀，则是24文钱一刀；预定量达到了500刀，则是23文钱一刀。接上集，李掌柜听了江雨薇这话，看向他的眼神也不免流露出几分赞赏。好，那我就定500刀，1个月的期限，你要一刀不少的给我送来，质量就要这种质量，如若不然，我是不收的。成，只是我们造纸坊有个规矩，这预定纸张需要支付1/4的定金，若是因李掌柜的原因导致我们送来的纸李掌柜不收，那定金是不退的，不知李掌柜可同意？李掌柜思索了片刻，便直接拿起来纸笔拟好了文书。江雨薇仔细检查了一遍文书，见并无问题，二人就签字画押了。江雨薇接下这笔大单十分高兴，又拿着剩下的纸去了文具铺子。掌柜的，我这里有些雨薇纸，是否可以放在你这里寄卖？你可以卖28文一刀，不用先给我银子，等你卖完了之后我再来收银子，你给我25文一刀就成。眼下我这里只剩下3刀纸了，你先卖卖看，若是卖得好，下次我来再给你多带些。成，你放心交给我就行，你这纸质量好，定是不愁卖的，等我卖好了，下次你多送些来。江雨薇忙完这边的事情，就让宁怀之赶着牛车去东街的莲香楼了。一进门就明显的感觉客人少了许多，徐掌柜远远的看见了江雨薇，忙过来迎接。哎呀，雨薇啊，我的救星，你可来了。这几日家里有些忙，就耽搁了些时候，我给你带了豆芽和辣椒酱，你先让人搬去后院吧，我这边给你写个方子，一会咱们去后厨做给你尝尝。雨薇，快，你先写下来吧，我这几日的客人实在是少了许多，之前那2道菜都被人模仿的差不多了，你要是再不来，我都要去你们村里找你了。江雨薇先是写了一道鱼香肉丝的菜谱，又写一道水煮肉片的菜谱，然后递给徐掌柜笑道：我今日给你备了2个方子，一个方子还是10两银子，我先带你去后厨做给你尝尝，再给你分享一下怎么才能留住客人。江雨薇倒入鱼香肉丝的酱汁，翻炒至均匀，盛出。怎么没见你放鱼丝啊？这就成了吗？闻着味道倒是挺香的。这道菜虽然名字叫鱼香肉丝，但是里面是不用放鱼肉的。那水煮肉片的做法和水煮鱼差不多，我操作一遍你们就会了。照我看，以后这莲香楼就开设会员业务，可以鼓励客人们提前充值饭菜的费用，然后给他们一张会员卡，以后再来吃饭就可以拿着会员卡从这里面划扣费用。会员若是在每月的1日和15日用餐，可以打95折，然后再将我今日做的这道鱼香肉丝作为咱们店的会员专属菜，只有办了会员卡的人才能点这道菜。哈哈哈，好，这个主意好。雨薇啊，你可真是我们莲香楼的救星啊！你看我将双椒土鲫鱼、麻辣水煮鱼和麻辣水煮肉，还有凉拌豆芽作为我们莲香楼的招牌菜，然后将鱼香肉丝作为我们的会员菜，再配上每月的1日和15日的会员折扣，定是能将客人们都留在我们莲香楼啊！以后这会员专属菜还要再加上几道，等客人们吃腻了鱼香肉丝，我再给你送新方子来。这会员的活动开展了以后，一定要多加宣传。前几日可以做了鱼香肉丝摆在门口免费试吃，若是吃着可口想再吃，那就得办理会员才成。好，我今日就照你说的去办，那新方子你也回去给我多想几个。哟，江雨薇你长能耐了，老子还没睡成你就去找了个瘸腿的当夫君，他都成残废了，还能伺候你吗？接上集，江雨薇和宁怀之2人一起往宁家村赶，只是还未出平安镇，江雨薇就碰见了2个熟人。哟，这不是江雨薇吗？日子舒服了，坐上牛车了呀。我们同江雨薇有话说，你小子先把牛车停下。媳妇，你认识这俩混混？认识，是我的仇人。我呸！你小子不要命了！你在平安镇上打听我牛大牛二的名声，哪个见了不得叫我们一声牛爷？你敢说老子是混混？哟，江雨薇你长能耐了，老子还没睡成你就去找了个瘸腿的当夫君，他都成残废了，还能伺候你吗？
江雨薇听了牛大这烟杂话，直接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看来你们在牢里待得挺好，刚出来这事又想进去了。这贱娘们不识抬举，敢动手打我！老二，抄家伙，干他丫的！今日我非要睡了这贱娘们不可，也不枉咱们兄弟二人在牢里走了这一遭。牛二捡起一根粗棍就朝宁怀之头上抡去，宁怀之用手中的鞭子卷在了木棍上，但牛二踉跄了一下，直接一个滑跪，完美的跪在了牛车面前。江雨薇早就拿出辣椒水准备好，就是干脆利落的一滴不落的扫在了牛大的脸上。你个死娘们，你又暗算老子，你有本事跟老子正面刚，老子不打死你个贱女人！宁怀之见牛大不停的咒骂自家媳妇，举起鞭子直接抽在了牛大身上。牛二忙上前去搀扶牛大，牛大一手捂着眼睛，不知来人是谁，只是下意识反抗。大哥，是我，别打，别打了。怀之，咱们快些走吧，我不想摸黑赶路。成，都听媳妇的。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宁怀之很快便将牛车赶到了宁家村，二人正往小院赶，就碰上了要去小院送购树皮的宁春林和陈桂香。江雨薇见他还算老实，确实去包树皮来抵债了，便对他说道：将东西搬到牛车上来吧，跟我一起去小院称一称重量，多出来的分量我给你算银子。宁春林一听江雨薇说多出来的重量还给自己钱，忙高兴的将树皮都搬上了牛车。宁怀之见众人都做好了，便继续赶车。我说老大呀，村子里的人都说你是个孝顺的，你可知道你家里买这个牛车这么久，你老娘我是第一次坐上你家这个牛车呀，不容易呀。古话说得好，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看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说是不是老大？娘，你放心，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娘。老二比我孝顺，你从小就心疼老二。我看他们一家将你和爹照顾得极好。如今我们已经分了家，自然就是各过各的日子了。我们住得远了些，家里照顾不到的地方，你也别埋怨儿子。娘，你可还记得分家那日，这地和房子还是您亲自给我们挑的呢？如今看来，他心里都是有数的，只是割舍不断那骨肉亲情，夹在中间有些左右为难罢了。如此想来，我觉得自己也能理解他了。毕竟上一世自己又何尝不是像宁怀之这样呢？被所谓的骨血至亲吃完了肉，喝干了血，直到死的最后一刻，自己还在幻想家庭亲情呢。这一世我一定不会让宁怀之重蹈自己前世的覆辙。宁家人休想在我这里占到1文钱的便宜。你媳妇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没见过她这样胡乱攀扯老人的，我怎么知道孩子的亲娘是怎么没的？接上集，很快宁怀之赶着牛车到了小院，陈桂香一进院就瞧见了宁大丫和宁婉在院里做饭，便好奇道：大丫，这么晚了，你不回家，不怕你奶打你呀？我不用回去了，以后都不用回去了。雨薇姐出钱雇了我来做长工。我呸！一个个泥腿子的出身，还浪费银子学大户人家雇什么长工，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我看是有点闲钱就反了天，贱皮子生的就是不知道过日子。若是怕那银子放在自己手里长了毛，就拿出来给我保管，也省得花那冤枉钱雇个什么长工，在家白吃白喝，还要巴巴的给人送钱去。用不着你来操心我们的家事，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厚着脸皮说得出口，还替我们家保管银子。你是帮我们照顾过2个孩子，还是在我们最难的时候给过我们1文钱？你怎么好意思站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要银子的？我怎么没管过你家孩子？这2个白眼狼小时候天天吃我家的，用我家的，我少操心一点了吗？如今你倒是来反咬一口，说我没管过2个孩子。你还真的好意思说出口？你们家是怎么对待这俩孩子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也别以为2个孩子年纪小就不记得你对他们做过的那些事。还有2个孩子的亲娘是怎么没的，你心里最清楚。如今倒跑来我们院里假惺惺的装成一副长辈样，我呸！宁怀之听到江雨薇说起了2个孩子的亲娘，顿时脸色一沉，看着陈桂香问道：娘，方才雨薇那话是什么意思？孩子的亲娘？你媳妇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没见过她这样胡乱攀扯老人的，我怎么知道孩子的亲娘是怎么没的？她的死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来问我，你自己出去当兵那么多年也不知道回家，2个孩子的亲娘命短死了，如今倒埋怨起我来了。宁春林，傻站着干嘛？称完了树皮还不知道走，你也要留在这给人家当长工啊！娘，你等等，多出来的树皮大嫂还没给我钱呢，你急什么？江雨薇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瞬间觉得小院终于清静了，随后又看向宁大丫笑道：别管他们说什么，他们做不了我家的主，好好做你的事情就成。雨薇，我有些事想问你。怎么想问我2个孩子亲娘的事？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实话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当初我刚嫁进来的时候，也有村子里的人在我耳边传过风言风语，但是说的都不真切。可是每次我一提到这个话题，你娘她表现的都很反常，所以我想着她应该不是像你娘说的那样病死的。刚进门那会儿，他们一家人是怎么对待2个孩子的，我是亲眼所见。就算我知道她的死不正常，也并不觉得奇怪，毕竟你娘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宁怀之听了江雨薇这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没想到陈桂香真的能活活逼死了2个孩子的亲娘。若自己没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若江雨薇也是个脾气软、性子弱懦的女人，如今是不是也会被陈桂香给活活逼死？媳妇，还好有你，不，还好是你。你放心，以后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
希望你能记住你今日说的这些话。我看你也没受什么伤，倒是胖子和葛少爷伤得不轻。我留你在书院是让你来读书的，不是让你打架闹事欺负同窗的。你收拾一下，回家反省去吧。接上集，宁昭将雨薇纸给身边要好的同窗都介绍了一遍，大家看了纸的质量非常好，价格也十分合适，就纷纷出钱买了些。很快宁昭带的纸就卖完了。哟，这不是到处卖纸的那个宁昭吗？你来书院是来读书的，还是来做生意的？你若是想买雨薇纸，现在没了，等下次吧，我还有事，先走了。此时，一个胖一些的少年跳了出来，直接伸手将宁昭推倒在地上。身后的葛少爷走了出来，挑眉笑道：“怎么？我听说你在卖纸，就凭你们这些乡下泥腿子做出来的东西，也敢拿到我们警吏书院来卖？”宁昭刚想挣扎着爬起来，葛少爷见状冷哼一声。怎么这个时候长本事了？想反抗早干嘛了？走，把他架起来带去后院醒醒脑。胖子和瘦子听了吩咐，忙一把将趴在地上的宁昭给拎了起来，拽住宁昭的头就拼命的往水缸里按。宁昭用尽了全力，对着胖子的裆部就来了一记后踢腿，猛地从缸里抬起头来。葛少爷见宁昭胆敢反抗，对一旁的瘦子喊道：“还傻站着干嘛？给我打他！打不死就往死里打！”瘦子见状，忙随手抓起一个木棍就往宁昭后背抡。宁昭被木棍击打一下，身子就晃动几分。爹教过自己，若是打不过一群人，那就逮住一个人往死里打。啊，疼死我了！放过我吧，求你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啊！平日里我们跟着葛少爷去欺负旁的人，可没有一个敢还手的。如今这个宁昭看起来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啊！葛少爷见那瘦子似乎是打得没了力气，直接夺过他手里的木棍，就开始朝宁昭头上打。宁昭直接飞身上去骑住葛少爷，就开始左右开弓狂扇他的脸。好你个宁昭，你是个有种的！你今日若是不能将我打死，我就一定要杀了你全家！敢拿家人威胁我，那你就是自寻死路！来人啊，给我把宁昭抓起来！一旁的胖子和瘦子互相对视了一眼，忙转身跑着去找夫子。等李夫子来的时候，宁昭已经打累了，大口喘着气。葛少爷则捂着自己的脸呜呜哭。宁昭，这是怎么回事？为何要殴打同窗？你看看，夫子，宁昭不光打了葛少爷，还打了我，我这脸都让他打得没法见人了。宁昭，你为何要打人？夫子，是他们先打的我。我看你也没受什么伤，倒是胖子和葛少爷伤得不轻。我留你在书院是让你来读书的，不是让你打架闹事欺负同窗的。你收拾一下，回家反省去吧。夫子，把他给我赶出书院，我差点就被他打死了，绝不能留这样的人在我们书院。这件事我自会考虑，你们两个送葛少爷回房休息。胖子和瘦子得了夫子的命令，忙上前去搀扶着葛少爷离开了。等众人都走后，李夫子上前一步，仔细查看了一下宁昭的伤势，叹了口气道：“你糊涂啊！你怎么惹上了他们这帮人？葛氏在我们平安镇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这次动手打了他们府上的少爷，葛氏的人自然不会放过你的。你快些回房收拾东西，先回家暂避一段时日，等葛氏的人消了气，你再回来读书。”宁昭知道李夫子是为了自己好，忙点头告别了夫子，就回房去收拾东西了。你个小兔崽子，我教你武功是让你防身用的，不是让你去书院里跟同窗打架的，你可有打坏人家？接上集，宁晨听说了宁昭被打的事情，忙跑来寻他，见他伤得不轻，就对他说道：“宁昭，现在时辰还早，你快些收拾了包袱，去城门口寻宁武叔的牛车，他平日都是在那里拉客，你坐他的牛车先回去躲避躲避，葛少爷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卖雨薇纸的事情你也跟着参与了，你一定要小心他们报复你。若是他们同你问起我，你就说跟我不熟，也可以跟他们一起骂我。你一定要保全好你自己，我不想让你受到我的牵连。我知道，你不用管我，你快些走。宁昭到了城门口，很快便看见宁武叔，忙上前打招呼：“宁武叔，我今日想坐你的牛车一起回家。”是宁昭啊，书院放假了吗？你爹娘今日怎么没来接你？他们不知道我今日放假，所以我就来寻你的牛车一起回去。成，我看时辰也不早了，咱们这就往回赶吧。很快宁武叔就将宁昭送回了小院。江雨薇见宁昭这个时候回来了，很是惊讶：“昭儿怎么今日回来了？可是书院放假了。”娘，书院没放假，是夫子让我回来的。夫子他为什么要让你回家？宁昭从怀里将卖雨薇纸的钱拿出来，递给江雨薇，笑道：“娘，你先看看这些银子，都是我卖雨薇纸赚来的。”宁昭，你跟娘说实话，可是因为你在书院里卖纸，影响了学业，你们夫子将你赶回来了？不是的，娘，是因为我在书院同旁人打架了。你个小兔崽子，我教你武功是让你防身用的，不是让你去书院里跟同窗打架的，你可有打坏人家？
宁怀之也不等宁昭开口，直接拿起一个竹条就往宁昭身上抽去。江雨薇见状想要上前阻拦，却被宁怀之一声喝住：雨薇，子不教父之过，旁的事情我都听你的，只是我管教孩子时你别插手。江雨薇听了这话，立马噤了声。她自然知道慈母多半，如今宁怀之要管教宁昭，她自然也不好说什么。宁昭，你可知你娘送你去读书多不容易？咱们村里有几个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能去书院读书，哪个不是在家里帮着家里做活？你倒好，去了书院也不知道珍惜读书的机会，在书院里给我和你娘惹是生非，你当真以为咱们家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不成？呜呜，婉儿不许爹爹打哥哥，别打了，别打了，哥哥知道错了。去到院墙根上举着竹条蹲马步反省，今日的晚饭你不用吃了，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回屋。宁昭忍住了眼里的泪水，乖乖的到墙根去蹲马步了。江雨薇看着宁昭这样，心中一阵酸楚，只想着多做点好吃的，留着晚上偷偷去送给宁昭吃。我们家少爷来你们书院读书是看得起你们，如今你们竟然是个连什么混账泥腿子都收的，看看把我们家少爷给打的。接上集，一家人都神色凝重的吃完了饭。江雨薇见宁昭还在墙根蹲马步，就盛了一碗饭菜在他旁边。你爹打你，你恨他不？江雨薇夹起一块肉就塞到他嘴里，宁昭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娘，我还在受罚呢，爹看见了又要揍我了。没事，我不让他看见，他就不敢看见。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罚站不是？跟娘说说，为什么和同窗打架？是他们先欺负我，我不想死就还手了。跟娘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是谁欺负了你？为何你是受欺负的，却要被夫子赶出书院？娘，你别担心，我都打回去了。他们伤得比我严重，夫子是为了我好，他怕葛氏的人来书院找我麻烦，就让我先回家暂避一下风头。又是葛氏，是葛少爷打了你？是他带着人来找我，不准我在书院里卖雨薇纸，然后不由分说的就开始打我。还将我的头往水缸里按，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才动手还击的。我不是爹爹说的那样，仗着自己会点武功就欺负同窗。娘，你相信我。娘相信你，都是娘不好，娘不该让你去书院卖雨薇纸，赚钱应该是娘来操心的事，是娘没有考虑周全，莫名的让你卷进了这样的纷争。那个少爷是什么货色，娘最是清楚。你别怕，明日娘就带你去书院讨说法去。不是的，娘，这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要带着雨薇纸去书院卖的，而且雨薇纸在书院里确实卖得不错，要不是葛少爷他。昭儿，葛氏虽然财大气粗，但是咱们也不必怕他，遇到事情一味躲避是不行的，我们要迎难而上的解决事情。若是这件事不解决好，以后怕是你在书院就不能安生了。明日娘就带你去书院会会那个少爷。江雨薇早早的收拾好了院子，喊着宁怀之还有宁昭赶着牛车往书院去了。江雨薇一行人刚到书院，就见小厮一脸紧张的上前拦住他，小声说道：你们快走吧，葛氏带着人来了，说要寻你们家宁昭呢，你们这怎么还巴巴的送上门来了？敢问葛氏家的谁来了？我亲眼看见的，是葛少爷他娘带着一众人来了，那可是葛夫人啊，看起来就不是个好惹的主儿。有家长在，就不怕传出去说我欺负小孩子了。江雨薇推着宁怀之，身后跟着宁昭，一行人就往书院里去。小厮见他们这副样子，不由得叹了口气：哎，又是一家子去送死的，惹上了葛氏能有什么好啊？这边江雨薇已经到了夫子的书房，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一个婆子骂道：你们这是什么狗屁书院？我们家少爷来你们书院读书是看得起你们，如今你们竟然是个连什么混账泥腿子都收的，看看把我们家少爷给打的。我看你就是个不要脸的小娼妇，怪不得你家儿子敢在书院里面胡作非为，弄了半天都是你教出来的。接上集，江雨薇听了孙嬷嬷的话，一脚踹开房门，坐在屋里一脸丧气的葛少爷见宁昭来了，忙激动地对葛夫人喊道：娘，就是他，他就是宁昭，就是他将我打成这样的。一旁的孙嬷嬷听自家少爷这话，转身就要冲过来抓宁昭，被江雨薇手疾眼快的一巴掌掀翻在地。哎呀，不好意思，看见有东西朝我这边冲过来，下意识就出手了。你看看这是闹的，快，我扶你起来。呸，我不用你扶，我怕你的手脏了我的衣裳。不用更好，我也不想扶别人家的狗腿子。孙嬷嬷听了话，顿时气得怒目圆睁。一旁的葛夫人轻咳了几声，开口：孙嬷嬷，咱们高门大户的不屑同这些庄户人计较，你莫要失了身份。你家孩子动手打了我儿子，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打就打了呗，能咋办？毕竟葛夫人度量大，您刚刚可还说了不同我们这些庄户人计较，这转眼就忘了呀。葛夫人可不能在我们庄户人面前失了身份呀。娘，我可不能白白挨打啊，你得帮我出气啊。葛夫人本就被江雨薇噎得说不出话，见自家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一直在旁边吵嚷，顿时怒火中烧，低声骂道：
闭嘴！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还是葛夫人这种大门大户里面出来的人会教育孩子。宁昭听见没？以后要多向葛少爷学习。葛夫人被江雨薇这突如其来的夸赞给弄得有些懵。江雨薇看着葛夫人这副样子，不由得在心里偷笑。本来还以为这次来势必要打一场硬仗了，哪知道这葛夫人是个喜欢被戴高帽的，又十分讲究大户人家的那套礼节和面子，如此好拿捏的人，在自己面前简直就是炮灰一样的存在。葛夫人，既然你不追究我们宁昭打了葛少爷的事，那咱们今日就来说道你们家葛少爷带人欺负我们家宁昭的事吧。一旁的李夫子听了江雨薇这话，眼睛都瞪大了几分。这葛氏不追究宁昭打伤了葛少爷就已经是极好的了，怎么这江雨薇还想着从葛氏讨说法？我看你就是个不要脸的小娼妇，怪不得你家儿子敢在书院里面胡作非为，弄了半天都是你教出来的。宁昭将我们少爷打成了这副的德行，你怎么好意思开口跟我们夫人讨说法的？孙嬷嬷，哪有你这样揭自家老底的下人？我可是听说了，这葛少爷在书院里是无恶不作，天天纠结了一群混混在书院里横行霸道，到处欺负同窗。你说好好的书院风气都被这样的人给带坏了。若是按孙嬷嬷的说法，那葛少爷这番行径也是葛夫人亲自教出来的。如此说来，你家老爷也是命苦啊，那么大的家业，怎么就娶了个娼妇进门呢？你闭嘴，你才是娼妇。这葛家人一个两个的，怎么就那么爱指人呢？我真的用力在忍了呀，可是眼下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只见江雨薇上前站在孙嬷嬷和葛夫人中间，一手撅一个指头，疼，松手，疼死我了！接上集，一旁站着的孙管事见状，只觉得手指头一疼。哎，早知道该提醒夫人一句，别用手指他。不好意思，我这人从小有个习惯，别人用手指我就忍不住想撅他手指头。我知道你们高门大户的出身，肯定不会跟我们这些庄户人计较这些小事吧？毕竟你们连手指头都没断。葛夫人听了江雨薇这番话，只觉得肺都要被气炸了。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再待下去，这江雨薇指不定还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了。李夫子，今日之事姑且就先这样吧，我不希望以后我儿子在书院里再出任何差错，否则你这书院也不用开了。葛夫人你放心，以后葛少爷的衣食住行都会同别的学生分开，我会单独给他准备一间屋子，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钱真是个好玩意啊，年近花甲的李夫子还要对着葛夫人卑躬屈膝的样子，要是自己家造纸坊以后可以在平安镇成为葛氏纸庄一样的存在，那该多好。江雨薇，你别得意太久，你记住平安镇上只能有葛氏纸庄一家造纸坊，至于你若是想安生过活，就趁早断了这门生意，我们家老爷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葛夫人，你鼻子里有颗鼻屎，用我帮你抠出来不？葛夫人听了江雨薇这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头就走了。一旁的李夫子见葛夫人终于走了，这才松了口气，对一旁候着的小厮吩咐道：带葛少爷去咱们书院的上等宿舍，给他单独收拾出一间屋子来，以后派专人伺候着，吃饭也不必让他去饭堂了，差人打好了送到他屋里就成。一旁的葛少爷似乎对这个安排也比较满意，刚想跟着小厮出去搬宿舍，就听见江雨薇冷声说道：你就是葛少爷，以后看见我们家宁昭绕路走，再敢惹他，我就让他打爆你的狗头，知道了吗？葛少爷和江雨薇接触这几次都让他觉得这个女人是个疯子，于是也不敢同江雨薇对视，只是低着头快步的跟着小厮走了。昭儿，我们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以后在书院谁敢欺负你就往死里揍他，你打不过回家叫爹娘来帮你打，知道了吗？娘，知道了。成，拿着你的东西回宿舍去吧。夫子，我们家昭儿是个老实孩子，平日里受了欺负也不知道回去同我们讲，这次要不是您让他回家避避风头，我们也不知道这孩子在书院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您尽管告诉我，我不会让您为难的。那葛少爷在葛家是快宝，在我眼里连屎都不如，我指定不会让自己孩子因为这种狗屎受委屈的。今日这件事还是要谢谢夫子对我们宁昭的照拂，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求夫子可以公平对待。林怀之坐在轮椅上，全程目睹了自家媳妇以一敌多的壮举，他觉得江雨薇在他心中的形象又高大了许多。你就知道笑，宁昭昨晚平白无故挨了你一顿打，你还没跟宁昭道歉呢。那个，我知道错了，下次宁昭回家，我好好跟他道歉。这还差不多，走吧，咱们去菜市场买些东西，再回宁家村吧。哟，我瞅你如今当了妓女，还挺春风得意的，是不是要感谢你那个赌鬼爹，帮你找到了适合你的职业？接上集，江雨薇上了牛车后，就听见身旁的路人谈论道：快来，怡红院的新花魁马上就要经过这里了，我听说那个花魁可是个厉害角色，只是一晚出夜就卖了100两。不是啊，哪个冤大头花的钱啊？
嗨，咱们平安镇上的富商贵人来来去去不就那么几个吗？谁呀？你倒是快说啊！当然是葛氏纸庄的葛老爷呗。众人正议论着，就见街上走来一群抬着轿辇的人。一个青楼花魁，至于闹出这么大的阵仗吗？哪知他刚一抬头看清了那轿辇上坐着的人，顿时心中一惊。宁怀之似乎也看清楚了那人，便皱眉道：“是你妹，江瑶瑶。”他竟然当上花魁了，看来他在怡红院混得不错呀。也许当初我爹将他卖到怡红院，对他来说也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呢，就像他把我嫁给你家抵债一样。坐在轿辇上的江瑶瑶也看见了江雨薇和宁怀之，江瑶瑶轻轻一笑，吩咐轿夫停下轿辇，又自己下了轿子。呀，这就是花魁呀，她咋下来了？长得真好看呢，我一个女的都心动了。江瑶瑶走到了江雨薇面前，用眼神斜睨了一下宁怀之，又看着江雨薇不屑地说道：“找了个瘸腿的也不忘领出来显摆，也不知道你看上他什么了，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哟，我瞅你如今当了妓女，还挺春风得意的，是不是要感谢你那个赌鬼爹，帮你找到了适合你的职业？没事就好好去当你的花魁去，别来我们眼前瞎蹦跶，看见你都晦气得很。”江瑶瑶本想来恶心一下江雨薇，没想到她竟然张口妓女，闭口花魁的。此时江瑶瑶只觉得心中堵得慌，但是又无从反驳，涨红了脸骂道：“你别在这里乱说话。”我哪句话说错了吗？你不是挺得意你现在的身份，要不你也不能这样招摇过市啊。哼，江雨薇，你别太过分了，你也不用在我面前嘚瑟，我现在赚的银子可比你赚的多。悠悠，我现在赚的银子可比你赚的多。江瑶瑶被江雨薇噎得说不出话来，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一旁伺候的丫鬟见状，在她耳边说道：“姚姑娘，葛老爷还在府上等着您呢，再不走怕是要耽误了。”江瑶瑶听了这话，使劲瞪了江雨薇一眼，转身就又上了轿辇。江雨薇看着江瑶瑶离去的背影，无奈的摇了摇头，对宁怀之说道：“怀之，刚才让你跟着我受连累了，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是故意想要气我的。”雨薇，是我的腿拖累你了。没事的，你这腿一定能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千年人参的事情我已经有了眉目了，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雨薇，我说过不想你再去山上冒险了，你说的千年人参。我知道，这事你别管了，等我的好消息就行。接上集，江雨薇不经意间瞥见了一间首饰铺子，忙喊停了宁怀之。怀之，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去趟首饰铺子。江雨薇进了铺子就问掌柜的：“我看咱们家店里这些金首饰挺多的，都是店里的师傅手工打造出来的吗？”是，这位贵客里面请，我们家的首饰都是由专人手工打造而成的，您看看喜欢什么样子的，我帮您挑挑。我今日来不是来买首饰的。这位客人当真是说笑了，进首饰铺子不买首饰，买什么？我想着咱们师傅打金首饰磨损剩下的金粉可能出售给我，我是长期大量要的，价格可否按照目前的金价便宜点给我？那金粉你要买回去做甚？难道你自己会打首饰不成？那金粉打出来的首饰自然不如金子打出来的纯净，我不是用来打首饰的，我是用来作画的。掌柜的听了这话才放心的点了点头，示意江雨薇跟他去后院取金粉。他收拾了1两的金粉就递给了江雨薇。这里是1两金粉，确实不如金子纯正，但是绝对是金子上面下来的。江雨薇接过了金粉看了看，就付了钱出了铺子。媳妇，你买了什么首饰？怎么不带上？我不是去买首饰的，我是去买金粉的。我准备研究一款新纸张，专供达官贵人来用的。今日同葛夫人见面之后，我赚钱的决心越发的坚定了。我想赚很多钱，然后在平安镇上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铺子，最好是能将葛氏纸庄干倒，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气。成，媳妇，我支持你。江雨薇和宁怀之到家，看见宁春玲正在自家小院门外，活脱脱一副流浪狗的样子。你又来做什么？大嫂，那个我今日是专程过来找你要钱的。你是来拿够树皮的银子？宁春玲听了这话连连点头。成，你这边多出了10斤是树皮，一共是20文，以后你有树皮还可以送来卖。成，这几日我再去多弄些树皮来卖。江雨薇见宁春玲拿了银子走了，这才转头对宁怀之说道：“若是你这弟弟以后能专心包树皮搞钱，也是不错的，最起码没时间去赌钱了。赌博哪是那么容易戒掉的？但愿他能改变吧。人各有命，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成。”宁大丫见江雨薇回来了，忙上来帮她搬东西。如今家里家外多了宁大丫这样一个帮手，江雨薇觉得轻松了不少。雨薇姐，明日就该去赶集了，咱们赶集的东西都备好了吗？明日赶集要用的小龙虾我都网好了，一会让你跟宁婉去池塘搬回来，让你怀之哥下午做上，一会我再去看看灰豆腐和皮蛋腌制的咋样。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明日赶集我准备做点冰豆花带去集上卖，下午我将豆子泡上，傍晚的时候你把豆子磨出来就成。宁大丫高兴的点了点头，只要有活给他干，他就高兴，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觉得江雨薇花了2两银子雇佣他是值得的。
我们宁家还轮不到女人当家做主，我跟我儿子说话，你插什么嘴？再说了，我家的牛车我不坐，我巴巴的花钱跑去坐别人家的牛车，你以为我脑子有包啊？接上集，江雨薇吃完饭跑去后院研究造纸了。铁柱和宁武见江雨薇来了，忙向她汇报造纸进度。雨薇姐，眼下那500刀纸还剩200刀就全部做完了，我算了下日子，到时候咱们或许还能提前交货呢。你们俩越来越有大师傅的样子了，以后咱们造纸坊再招了新工人，你们俩就负责培训。什么大师傅不大师傅的，俺娘说了让俺俩就安心跟着雨薇姐干，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今日我准备研究点新东西，以后做成了，这纸会成为咱们造纸坊的招牌，你俩学着点。江雨薇的金粉纸成品出来了，铁柱和宁武连连点头夸赞。哎呦，雨薇姐，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咋这么好看呢？以后这纸就叫金粉纸，这金粉金贵的很，你俩可要保管好了，用的时候要仔细些，万万不可浪费。等你们把500刀纸做完之后，就将金粉纸全部做出来，我一并带去书局给掌柜的看看。雨薇姐，你放心，我们这就赶工作。江雨薇和宁大丫早早的起来，将赶集要去卖的东西都拉上了车。江雨薇刚要上车，就见陈桂香带着孙氏远远的跑了过来。哎呀，怀芝啊，你们今日去赶集，娘也跟着去一趟。我寻思着咱们自己家里有牛车，我再带着你弟媳去做那宁武叔的牛车，旁人定是要笑话我的，背后还指不定怎么说你们大房一家嘛。所以我想了又想，还是带着你弟媳来坐你的车了，这不怕你们早上走得早，我们也早早的起来了。宁心连觉都没睡好，还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呢。江雨薇看了看正趴在孙氏肩膀上哼唧的宁心，又看了看自家有些胆怯的宁婉，不由得皱眉道：娘，我知道你怕人背后说闲话，但是我觉得你不用想太多，反正也没说到咱们跟前来，管人家怎么说去呢？你还是带弟妹去坐宁武叔的牛车吧，我们一会要去拉宁丘，这车上装的全都是东西，实在是带不了这么多人了。我们宁家还轮不到女人当家做主，我跟我儿子说话，你插什么嘴？再说了，我家的牛车我不坐，我巴巴的花钱跑去坐别人家的牛车，你以为我脑子有包啊？还有那个什么大丫，做不开就别带她去，你弟妹也能帮着你卖东西，你有那个闲钱顾旁人，还不如把钱给你弟妹，咱们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也不知道你整日顶着个猪脑袋都在想什么呢？娘，你说话可得注意措辞，这是我家的牛车，不是你家的牛车，这牛车可是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的。若是你出去敢这样随意攀扯旁人家的东西，那旁人的巴掌早就落到你脸上了。至于我雇人这件事，我再说一遍，钱在我手里，我愿意雇谁雇谁。孙氏那年坏的样，就是倒贴我银子我都不带雇他的。江雨薇，我告诉你，你别以为分了家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若是我将你们状告到衙门去，说你们不孝顺老人，定是能让你们一家人在整个平安镇上的名声都臭了。你们就别想着做什么生意了。接上集，孙氏本想着陈桂香若是当真能说服江雨薇出钱雇自己去赶集，可以偷着将江雨薇的手艺学了来，哪知江雨薇说话这样难听，气得孙氏那脸是青一阵红一阵。你放屁！你雇我都不给你干活的，你就是个白眼狼，自家人不照顾，去照顾那些不相干的人。坐在牛车上的宁大丫见孙氏死死盯着自己，顿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小声说道：雨薇姐，实在不行，我走路去镇上也成，我走快些，定能赶得上你们。安心坐着。对，那个大丫呀，你走路去吧。你要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如今你是我们宁家雇的丫鬟，哪有丫鬟跟主人坐同一辆车的道理？江雨薇冲宁大丫笑着摇了摇头，转头对陈桂香冷声道：你什么档次还雇丫鬟？你也真好意思说得出口？咱们谁不是地里刨食的泥腿子，还学什么大户人家雇丫鬟？我今日就告诉你，我是把大丫当姐妹看的，谁走路我也不能让她走路。倒是你们俩闲着没事去集上干嘛？又没银子消费，听我的，早点回家洗洗睡吧。好啊，宁怀之，你娶了媳妇忘了娘，你长本事了，敢和你娘对着干，我白养你这么大了，我养你不如养块叉烧。娘，实在不是我们不带你和弟妹，这车上确实没地方了，你还是去坐宁武叔的牛车赶集吧。我迟早要被你们大房一家活活气死。好啊，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来气我。江雨薇，我告诉你，你别以为分了家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若是我将你们状告到衙门去，说你们不孝顺老人，定是能让你们一家人在整个平安镇上的名声都臭了。你们就别想着做什么生意了。你若是想去衙门告你的亲儿子，那你大可去告，我们自认为做的问心无愧。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村子里都一清二楚，你当真想和我们对簿公堂，那我们也自然会奉陪到底。陈桂香没想到自己这样说都没能唬住江雨薇，顿时气得一口气上不来，直挺挺的晕了过去。好啊，你活生生将你婆婆给气死了。江雨薇见状，直接死命的掐按陈桂香的人中穴。开玩笑，我可不能背上气死婆婆的骂名。陈桂香就算是死也不能死在我家门口。江雨薇用了10成10的力气，很快陈桂香的人中都要被掐出血来了，她才悠悠转醒。啊，好疼！你看看你，娘身子不好，你还闹着让她带你去赶集，快些带娘回家休息吧。你当真是让娘为了你们二房活活累死不成？
怀之，咱们快些走吧，赶集迟了该抢不到摊位了。弟妹，照顾好娘。随后就驾着牛车离开了，留下孙氏和陈桂香独自在风中凌乱。孙氏哪里有力气，一手抱着宁心，一手扶着陈桂香，于是他也耐不住性子，生气的冲赖在自己身上的宁心骂道：“你个小没良心的，快点下来，别哼唧了！没看娘还要扶着你奶吗？真晦气！白白起了个大早，连车也没赶上。如今宁武叔的牛车，怕是也早就走了，今日又不能去赶集了。”闭嘴！赶集，赶集！你就知道赶集？狗屁不是的东西！方才江雨薇骂你的时候，怎么连屁都不敢放？如今人都走得没影了，到今歪个没完没了了，还不是娘你非要省那几文钱的车钱，白白来惹得一身骚！你给我闭嘴！孙氏见状也不敢再说话，默默扶着陈桂香往宁家走。接上集，一行人将摊位摆好后，老顾客们就一股脑的都围了上来。好吃的豆花大满贯，快来吃，快来尝！这是试吃品，你们都可以尝尝。大家若是吃了还想吃，可以来我这里买一碗。这个豆花多少钱一碗？20文一大碗，来几碗？给我来1碗。江雨薇正忙着收钱打包，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雨薇啊，这是又做新鲜吃食了呀。”张管事，您今日又出来采买了呀？快尝尝我这豆花大满贯做的如何？张管事见江雨薇是个敞亮的，也不废话，直接接过豆花就品尝了起来。好，这个豆花大满贯真好吃，名字寓意也好，这香甜不腻，冰凉爽口，简直就是让人入口难忘，当真是好吃极了。雨薇，快给我打包10碗，我带回去给府上的贵人们也尝尝鲜。雨薇啊，今日来我其实还有一件要紧事同你讲，3日后我们府上要举办诗会，到时候平安镇上的有点名气的文人秀才们都会来参加。这次诗会，我们家少爷不想再吃那些普通的饭菜，所以要求我一定要请你跑一趟，去做点稀罕玩意儿，也好让他们跟着尝尝鲜。徐府内的勾心斗角实在是太多了，自己也实在是不喜欢做个饭还要防这防那的。雨薇，你可是那日没有时间，你可得帮帮我啊！若是你不能去，我们家少爷肯定不能饶了我的。成，我去吧。你答应我就行，我再去买点小龙虾和泪椒皮蛋那些，我们府上的贵人就爱吃你做的饭菜。府上的贵人爱吃我做的东西是我的荣幸。张管事冲江雨薇笑了笑，就去别的摊子前买东西了。江雨薇他们只用了1上午的时间把东西都卖完了。林怀之赶着牛车又带着众人往自家小院赶去，刚巧路过了一片花海，江雨薇忙喊停了宁怀之：“大丫，快拿个背篓下车，跟我一起来采野花，各种颜色的都要采摘一些，越多越好。”很快就采摘了满满2大背篓的野花，江雨薇这才满意地上了车。媳妇，你采这么多花做什么用？我要研究做新的纸张，快些回去吧。江雨薇到了后院，在院中的将花草都倒挂绑在上面，然后在下面架起了火，就开始烘干花草。雨薇姐，你这是做什么呢？我要研究着做些花草纸出来，这些花草要先用火烘干，这样可以保留一些花草的本来颜色，放在纸张里也会更好看一些。这个花草纸不仅可以用来书写，也可以用来当信封，还可以用来做礼品的包装纸。有了新的配方，干刀葛氏纸庄简直不在话下。等有钱了，也要去景丽书院让夫子给宁昭安排个单间才行。不想让小满死，就起开。接上集，江雨薇正想着美事，突然就见张婶家的张光带着哭腔，跌跌撞撞的跑到了自家后院。雨薇姐，快去救救我们家小满吧！怎么了？慢点说，别着急。雨薇姐，我家小满她不知怎得了，好像是喘不上气来了，脸色都憋紫了，把我娘给吓坏了。我哥去寻宁伯了，只是需要些时候，我嫂子怕小满撑不到宁伯来，就让我先请你去看看。江雨薇听了这话也顾不上旁的了，跟着张光往张家跑。等江雨薇进屋的时候，就见小云正抱着脸色青紫的孩子哭着抹眼泪。张婶见江雨薇来了，忙上前拉住江雨薇说道：“雨薇啊，你可来了，你快来帮忙看看俺家这孩子，这是咋了？”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有多久了？就是方才我抱着他吃晚饭的时候就开始了，到现在也有一会儿，他这脸色越来越难看。雨薇姐，你说我家小满不会出事吧？雨薇姐，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不是大夫，我只能尽我所能去做。你是不是给孩子喂了什么东西？我晚上吃炒花生的时候，看孩子一直在旁边伸手要，就塞了一个在孩子手里，让他拿着玩。江雨薇忙一把从小云手里抱过孩子，让孩子的头朝下且低于脚，快速用力拍打。江雨薇又累又急，浑身都被汗湿透了。就在这时，突然听见张光在门外喊道：“宁伯来了，宁伯来了。”宁伯一进门，张天和就要去抱江雨薇手中的孩子。江雨薇急喝一声：“不想让小满死，就起开！”张天和被江雨薇这突然的一声吼给吓得一哆嗦，但是他随即反应过来了，朝张婶喊道：“娘，你能不能别添乱了？你把他找来干嘛？我好不容易将宁伯请来了，现在他一个外人不让宁伯看孩子，是怎么回事？”
你别找我的事啊，是你媳妇让张光去叫她雨薇姐来帮忙看看的，我哪知道。你这个败家娘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是咱们孩子出了事，我非揍你不可。江雨薇哪里顾得上他们之间的争吵，她只是一心想救活眼前这个孩子。江雨薇还在不停地给孩子拍背、检查口腔。小云看了看江雨薇一脸坚定的样子，突然想到了那晚她帮自己生产的时候，于是瞪了一眼张天和，怒道：你闭嘴，让雨薇姐再试试，出了事我担着。你疯了，小云，你怎么敢拿我们孩子的命去赌？接上集，江雨薇重重地拍了下孩子后背，只听孩子的一声就哭出来了，随即便从孩子的嘴里吐出来一颗花生，掉落在地上。给你，孩子没事了。雨薇姐，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的小满今日可能就没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我家天和性子直，你别往心里去。小云，你去看看孩子吧，记住以后不要给孩子喂这些容易噎到的吃食，也不要给孩子拿在手里玩耍，是很危险的。如果孩子下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你就可以照着我方才的方法去做。张天和张了张嘴，想要说点什么，但是却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急得他一张大脸都憋得通红。怎么了，天和？你也吃东西噎到了？怎么憋得满脸通红？雨薇姐，我方才是我做错了，我是个粗人，不会说话，你别生我的气，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我心里是知道的，只是我一着急就说错话了，我对不起你，你要打要骂都可以，是我错了。不必了，我可不敢打骂你，我家里还有事，就先走了。说罢，江雨薇也不等张家的人回话，直接转身走了出去。小云瞪了一眼张天和，生气地说道：以后管好你那张嘴！我听说雨薇姐在家里收草木灰和构树皮，娘，你去将咱家攒的草木灰都拿出来。天和，明日你就和张光去山上包构树皮去，等把构树皮和草木灰一并送去给雨薇姐用，记住千万不能收银子，咱们是去报恩的。对，咱家还攒了些鸡蛋和鸭蛋，我收拾出来，等明日让天和一并送去给雨薇赔罪。林怀之见江雨薇气呼呼的回来了，忙冲他说道：媳妇，谁惹你生气了？快来，饭菜我都热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婉儿呢？她怎么不吃？婉儿他们早就吃了，线下都回屋睡了。大丫和铁柱他们在后院吃的也早就吃过了。我听铁柱今晚要忙着多做些花草纸，好让你一并带去给书局的人看看。怀之见江雨薇吃的这样急，以为她是饿坏了，忙又盘子里夹菜往江雨薇碗里递。媳妇，慢点吃，别噎着了。饭菜不够吃的话，我再去给你做起来。不用，这些够吃的。我是有些生气，所以方才吃的急了些。怎么了？是让你生气了？你说张婶一家人也是的，那么小的孩子竟然给他吃东西。今日我若是再晚去一会儿，那孩子怕真的就要没命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就那个好赖不知的张天和见我救他家孩子，还跟我急了，说我一个外人来他家里捣乱的。你说说，你要是不相信我，就别巴巴的跑来请我呀。哦，把我请去了，又不相信我，还冲我大吼大叫。这是张家人做的确实过分了。那张天和敢吼我媳妇，回头我见了他就用泥蛋打他。你不用打他，他倒也没啥坏心眼，就是性子直了些，不会说话。我看今日他也知道错了的。成，媳妇说不打他就不打他，下次他再敢惹你生气，我可不惯他毛病了。你个老壁灯，我看见你这张脸，我都来气。接上集，宁怀之将牛车停到了太和书局门口，江雨薇看见了那日守店的伙计，忙高兴地上前招手：你好，今日我将你们掌柜订的500刀纸都送来了，你帮我们一起往下搬吧。等等，你先别急着搬，我去叫我们掌柜的下来。江雨薇见这伙计的态度似乎有些不对，和宁怀之对视了一眼，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等了好一会儿，那李掌柜才慢悠悠的来了。纸都送来了。是，我比咱们约定的日子还早上了几日，我怕李掌柜着急，就早早的赶工做了出来。线下纸都在外头车上，要不咱们先搬下来。哎，先别搬，我总得先验验货吧。我可是说过了，这纸张一定要是和上次你送给我看的样品质量一样，我才会留下，不然我是一刀也不会收的。那是自然，这次的纸张质量比上次的质量有过之无不及，您放心查验就成。难道你们造纸坊每次做出来的纸张品质都不一样？若是这样，我可不敢收你们家的纸张了。你也知道我这里是要买纸印书的，若是纸张前后质量不一样，装订在同一本书内，那看起来得多别扭。我们可是很看重这方面的，你可不能拿次货糊弄我啊。李掌柜，咱们先不说这么多，劳烦您一步到门口看看咱们这批纸张的质量，再做决定。去，将上次的样品给我拿出来，我要好好比对一下。伙计得了吩咐，忙点头去柜台取纸，很快就将纸张递到了李掌柜手上。李掌柜拿着纸张，竟然开始一张纸一张纸的比对起来。李掌柜，我这纸没问题吧？我说过，我家的纸只会越来越好，质量上你可以放心的。哎，不着急，我这不是还没检查完呢吗？李掌柜，你有话直说吧，不用这样浪费大家的时间。怎么这么一会儿就沉不住气了？你若是不想让我查验纸张，那纸我就不要了。李掌柜，咱们之间可是有文书的，若是因为你的原因不收我们纸坊的纸张，那定金我是1分不会退的。
这明明就是你们家纸张质量不好，害怕我查验，怎么能是我的原因？这纸我不要了，那定金你也得一分不少的退给我。好你个糟老头子，我给你做人的机会，你不要，你非要去当狗，你在这里装什么老笔灯呢？还一张张纸和砚，你想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我告诉你，没门！老娘的纸就是天下第一好，你挑不出一点毛病来，你就急眼了。哪有你这样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合着好事都让你占去了是吧？你是不是想让老娘把这么好的纸低价处理给你？我再告诉你一遍，没门！好你个江雨薇！你个屁！你一天天的1800个心眼子，你就当旁人都是傻子？就你猴精的，你个老壁灯！我看见你这张脸，我都来气！你给我记住，今日是你出尔反尔，没有契约精神，不收我们家的纸，你那定金1文钱也别想要回去，我没着你赔偿违约金就已经是饶你一命了！滚！别在我面前碍眼，老娘看见你就烦！你简直就是个泼妇！我看以后平安镇上谁还敢同你做生意？你家的纸一张也卖不出去，你就等着吧！又是葛氏纸庄倒的鬼，他们就这样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吗？那我以后一定要让他们明白，惹到我江雨薇，那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接上集，一旁的宁大丫看着一车的纸，发愁道：“雨薇姐，这么多纸可怎么办呀？”今日可真是出师不利，要不是想着中午要去徐府做饭，我怎么也得和这个不要脸的李掌柜好好说道，哪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江雨薇正准备上车去徐府，便看见了一脸歉意站在门口的伙计，便开口道：“小哥，你可是有话要同我说？”那个，你也别怪我们家掌柜的，今日他也是被逼无奈，也不知是谁传出去的消息，说我们家以后不同葛氏纸庄合作了，要订你们家的雨薇纸。那葛氏纸庄的张管事听说了此事，就带着一帮子人来我们书局闹事，那群人都是不要命的主，我们掌柜的惹不起，所以只能答应了他们不收你家的纸。又是葛氏纸庄倒的鬼，他们就这样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吗？那我以后一定要让他们明白，惹到我江雨薇，那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江雨薇对那伙计道了声谢，就催促着宁怀之快些往徐府赶。雨薇姐，你说那葛氏纸庄一直这样针对我们以后可怎么办？难不成这些纸都要卖不出去了吗？无所谓，反正纸张也不是饭菜，放不坏，大不了咱们慢慢卖呗，总会有办法的。江雨薇正苦思冥想着这些纸到底该怎么处理，宁怀之就已经将牛车赶到了徐府的门口。张管事看见江雨薇，忙快步上前道：“雨薇，你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快些去厨房备菜吧。雨薇，你这车上怎么拉着这么多纸啊？”不瞒您说，张管事，我家里有个造纸坊，这些纸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雨薇，你这纸做的不错，多少钱一刀？我要买些今日诗会准备的纸张不够。我这纸不卖，今日诗会的纸全部由我来赞助吧。张管事，这纸叫雨薇纸，你先拿进去给他们用着，我不收银子。但是他们问起了，还请张管事帮我告知那些文人，这纸的名字叫雨薇纸。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雨薇，你送纸这事我也会同我们家二少爷说明白的。张管事，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我这款金粉纸和花草纸最是与众不同，独一份，只有我们家的造纸方能做这种纸，所以我想请您同二少爷说说，请今日诗会的第1名和第2名将诗分别写在这2张纸上。好纸，果真是独一无二，我这就去同二少爷说说，他一定会喜欢的。张管事抱着纸就进府去寻二少爷了。江雨薇带着宁大丫去了徐府的后厨。接上集，一进门，江雨薇便对上了李婆子那张不情不愿的脸。咱也真是想不通，这张管事存的什么心思？自己府上有厨子不用，非要从外面请些阿猫阿狗的来府上给贵客们做吃食。想不通就别想，就你那猪脑能想通什么？李婆子刚要开骂，就被身后跟上来的孙招娣一屁股对到了一边。好狗不挡道，你今日别再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了。若是耽误了上菜，你看我怎么去夫人那里告你的状。你若是嫌上次挨打不够，你就使劲做。那李婆子本想开口反驳，但是一想到上次夫人惩罚了自己，就只能咬牙忍下这口恶气。雨薇姐，你别怕那李婆子，她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有我看着她翻不了天。江雨薇回头淡淡看了孙招娣一眼，轻轻点了点头，就不再理会他。雨薇姐，张管事今日还是指派了我来给你帮忙，有什么活计你尽管吩咐我就成。三人齐心协力，很快做完了。这次传菜，江雨薇怕再出什么乱子，索性就自己在厨房看着，等盯着所有菜品都上完了之后，这才松了口气。雨薇啊，今日真是辛苦你了，我看你又做了许多新菜色，咱们夫人瞧着十分满意，这样你跟我到前厅去候着，等客人们用完餐你再去领赏。若是有机会，你还可以去介绍一下你的雨薇纸，今日就有好几个书生同我打听那纸的来历，我都一一同他们说清楚了的。多谢张管事了，今日的恩情雨薇不会忘记的，以后你只要有事尽管吩咐。
无妨，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今日二少爷很是喜欢你送来的羽薇纸，连我也一并夸了。这要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呢。我只求日后我们家主子想再尝尝你的手艺，我去请你的时候，你别推辞就成了。能得贵人赏识是我的荣幸，我自然不会推辞的。江雨薇很快便跟着张管事来到了前厅，只见前厅的众人都在低头吃饭，江雨薇只能在旁边候着。这菜着实好吃，徐兄，你当真没骗我们？你家这厨子哪里请的？这菜可比酒楼里的饭菜都好吃上许多。那是，你也不看看咱们徐兄是什么身份，家里的厨子自然是要比外面的厉害了。徐兄，我当真羡慕你日日都能吃上这样好吃的饭菜。今日这饭菜大家满意就好，我可是为了今日的诗会特意从外面请了大厨来家做的，我也想日日吃到这样好吃的饭菜，可惜人家厨师不愿意留在我府上。接上集，二少爷说完这话，便看到了立在角落里的江雨薇，顿时眼前一亮，冲他招手：“你就是你，你过来。今日的饭菜做得不错，有赏。对了，我听那张管事说今日诗会上的纸张是你提供的。”“是的，那纸名叫羽薇纸，是由我们家的造纸坊专门打造的，不知二少爷用的可还习惯？”“那羽薇纸确实不错，书写顺滑还不溢墨，纸张厚度也正合适。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粉纸，在阳光下面都金光闪闪的，我的字迹写在上面，很是相配。”“那是自然，我们那金粉纸是用真金做成的，最是符合二少爷的身份。”“竟然是真金，怪不得那纸看起来就很贵气。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可以将金子做进纸张里面的，那花草纸也是不错的，别有一番风格。”江雨薇听见了众人的议论声，就知道这次赞助的效果不错。“你那金粉纸是卖多少钱的？”“我家的金粉纸1两银子一张，花草纸是1两银子一刀，羽薇纸是25文一刀。诸位若是有需要，可以到我这里来登记，我们还可以提前预定，送货上门。”“这么好的羽薇纸才卖20文一刀，还送货上门，比葛氏的都便宜很多呢。我要买几张金粉纸。”“二少爷，不瞒您说，我今日来是带了许多纸张的，不知可否借用贵府宝地，将我今日带来的纸卖掉？”“无妨，左右我们诗会的纸都是由你赞助的，你想卖便卖吧。”“张管事，你看可否让我夫君将牛车赶进来，好让贵人购买纸张？”“我让人将门口停着的那辆牛车从后门带进来，再找几个人去将车上的纸张全部搬到前院来。”江雨薇负责登记信息，宁大丫负责收钱。不光是今日带来的500刀羽薇纸都卖完了，就连准备的金粉纸和花草纸都卖了个精光，还有许多没有买到的都纷纷交了银子跟江雨薇预定。全部忙完之后，二少爷看着江雨薇笑道：“你倒是个会做买卖的，今日我帮了你大忙，可否答应我一件事？”“不知二少爷有何事吩咐？”“你不想留在我府上做厨师也可以，以后我府上只要有重大宴会，你都要来给我做饭。”“我可以答应二少爷，只要我时间空闲，定会来府上做饭。但是我也想让二少爷答应我一件事，希望以后二少爷府上再举办类似的文人聚会，都让我们家的造纸坊来免费赞助纸张，可好？”“好，这件事我答应你，只是我对这纸张的质量可是有要求的，你可不能因为是赞助的就不给我用好纸啊。”“那是自然，以后我不仅会提供质量上乘的纸张，凡是我们造纸坊出的新品，也会拿来展示，优先给二少爷府上的贵客试用。”二少爷对江雨薇的回答十分满意，冲身边的张管事低语了几句，就让他带着江雨薇下去领赏。接上集，江雨薇拿完银子之后，就带着宁大丫去找宁怀之了。“怀之，咱们那些纸都卖出去了，今日还多了许多预定，以后咱们羽薇纸很快就会成为贵人们喜欢的纸张了。”“媳妇，你真厉害。”“大丫，上车，咱们走了。”三人刚到小院门口，江雨薇就看见刘氏正焦急地站在自己门口。“雨薇，我没办法了，我只能来求你了，我实在是不应该开这个口，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才来找你的。”“刘氏，你别急，你先说，你找我有何事？”“我婆婆她死了，我没钱给她下葬，所以我就来找你了。我真的不认识旁的人，我平日总是闷在家里做绣活，所以我只和你关系好些。”“孙奶奶她没了，你别急，你需要多少银子，我拿给你。”刘氏见状就要给江雨薇跪下，好在江雨薇眼疾手快扶住了她。“刘氏，你这是做什么？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次，咱们邻里乡亲的，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忙的。”“雨薇，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我想跟你借1两银子，帮我婆婆办丧事，只是这银子我一时半会还不了，但是你别担心，我会努力做绣活来还账的。”“你不必还这银子，我家造纸坊线下需要工人，我1年给你2两银子，你办完孙奶奶的丧事就来我家干活可好？我看你整日弯腰做绣活，这身子都不好了。”“好，我一定会好好干活的，谢谢你雨薇。”刘氏走后，江雨薇无奈叹息：“孙奶奶是个好人，可惜了，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我一会去孙奶奶家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留在家里给他们做饭吧。”“刘氏一个人也不容易，是该去帮帮忙。”他刚想出门去刘氏家，就见张天和带着张光推着1板车的构树皮来了。“天和、张光，你们这是来卖构树皮吗？直接拉去后院，让宁武帮你们称一下吧。”
不是来卖，是来送给你的。那日真的谢谢你救了我家小满，我们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感谢你。小云说你需要构树皮，我就和张光去山上包了一天，这不今日看你在家就送来了。雨薇姐，这是俺娘让俺给你带的鸡蛋和鸭蛋，你拿着。还有这是俺娘攒的草木灰，你也收着吧。雨薇姐，那日真的是我对不住你。我没往心里去，你们不用这样的，心意我收到了，这银子该给还是得给啊，先去后院称重吧。不行，不能称重。雨薇姐，我若是收了你的银子，我娘非打死我不可。说罢，张天和也不顾江雨薇的阻拦，喊着张光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既然他们送来了，你就收下吧，庄户人不会作假。天和这人是个憨厚的，你若是不收，他心里指定是要难受的。我也看出来了，张天和是个没心眼儿的，回头空了我去张婶家问问，看天和想不想来咱们造纸坊做工。接上集，江雨薇紧赶慢赶，刚到刘氏家，就见院里围满了一圈人。好你个刘氏，敢私吞你婆婆的嫁妆，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我说六婆，你好歹先让人家办完了丧事再说旁的呀，孙奶奶还在家里躺着呢。就是还说自己是娘家人，我看那就是看刘氏好欺负来占便宜的。这个老婆子是谁？这六婆是孙奶奶的妹妹，听说孙奶奶没了，今儿个一大早就急匆匆地赶来孙家，想要将孙奶奶出嫁时的嫁妆讨要回去，说是不能便宜了孙家。江雨薇听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江雨薇见刘氏一直被那六婆拉扯着，甚至要上手去搜刘氏的身，便再也忍不住了。你当真是孙奶奶的亲妹妹？谁能证明？你又是谁？竟然还来掺和别人的家事！你别管我是谁，你先说说你怎么证明你就是孙奶奶的妹妹？你算哪根葱啊？敢来质问我？我和我姐就是一个肚子里出来的亲姐妹，大家都知道。刘氏，你知道她是你婆婆的妹妹吗？你可曾见过她平日里来看望过你婆婆？我不知道，我也从没见过她来看望过我婆婆。你胡扯，刘氏，你胡扯！我打死你个刘氏！我姐姐怎么有你这么个丧天良的儿媳妇？我姐姐没了，我今日就来替她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没良心的小杂种！你是哪里来的疯婆子，敢来我们宁家村撒野？当真以为我们宁家村没人了？就是，也不看看今日是什么日子，就在这里闹个没完。孙奶奶走的不安生啊，这是哪里来的假妹妹？六婆听了众人的话，气得原地捶胸，拉过旁边的老头，指着她喊道：这是我们孙家村的人，当年我姐出嫁的时候还是她来送的嫁妆，她能证明我姐是我姐，我是我姐的妹妹，再或者你们派个人去孙家村打听打听就知道了。你说是不？老孙头，你说话呀！是我知道的，六婆就是她妹。我不信。再说了，若孙奶奶真是你亲姐姐，你又怎么忍心让她的尸体躺在炕上，死前都不得安生的？反正我是不信你说的屁话。无关人等莫要在这里打扰亡者。刘氏，葬礼可以开始了，棺材买好了吗？我托了李正去镇上帮我买了，一会应该到了。你先进去给孙奶奶换衣裳，我找几个乡亲去帮着做饭。今晚让狗蛋来守灵吗？是了，只能让狗蛋替他奶奶守灵了。他爹，不说了，外头的事我就交给你了，雨薇，多谢你能来帮我。好了，今日你是主人家的，总是哭哭啼啼的可不成？别不说了，先好好将孙奶奶送走吧。接上集，刘氏也已经安排着众人将孙奶奶搬到棺材里了。你也别太难过了，以后孙奶奶走了，这个家就要由你来当了，好好的把狗蛋抚养长大吧。我知道雨薇，我会好好活着的。狗蛋那孩子是个听话的，我会好好抚养他的。还是要多谢你今日这样帮我。你放心，只要这边的事情一忙完，我就去你那边做工。我那边不急，你安心处理孙奶奶的后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再倒下了。还有，你要留意这个六婆，方才她没得逞，却还赖着不走，我怕她再动什么歪心思。你的银子可一定要收好，别让她到家里翻了去。她是个无赖的，你不能一味的忍让她，否则她会蹬鼻子上脸的。你记住，该打就打，该骂就骂，知道了吗？我知道了，雨薇，今日若不是你拦住了她，我还真不知道她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你说我婆婆这么多年辛苦维持这个家，哪里还有什么嫁妆？就连她的下葬钱都是我朝你借来的，我真不知这六婆从哪里得的消息，竟然跑上门来讨要我婆婆的嫁妆。你记住，若是一会儿那六婆再找你讨要什么嫁妆，你就直接拿扫帚将她打出去，让她以后再不敢登你的门。若是她当真敢进屋翻找东西，你就直接跟她说要将她告到衙门里去，好好的吓一吓。你若是说不过她，就直接动手。再怎么说你也比她年轻许多，打肯定是能打得过她的。刘氏，你记住，靠人不如靠己。若是今日你强硬不起来，那以后谁都能骑在你头上拉屎。好，雨薇，谢谢你，你说的我都记下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
那我就先回去了，家里还有活计要做，回头你有需要了可以去小院找我。江雨薇告别了刘氏，就往自家小院走去。半路上就见一个身段妖娆的女子搂着一个男人迎面走了过来，走近了一看，竟然是徐芊芊搂着一个体态臃肿的男子。江雨薇只觉得晦气，想快些走开，哪知那徐芊芊竟然专门往枪口上撞，直接挡在了江雨薇的面前。徐老爷，您看看她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那个女人，被我们村里的无赖给轻薄了，却还这样在我们村子里横行霸道，一点女人家的样子都没有。若是换作是我怕是早就已经在家里扯块白布上吊自杀了，哪还有脸面出来瞎逛？哟，这不是那个克死了婆家一家人的寡妇吗？你那么厉害啊，自己在家扯块白布就上吊了呀？那你现在怎么不去死呢？你克死了，丈夫又找个糟老头子，算怎么回事？你就这么不知羞耻啊？还带着人在我们村里招摇过市，怎么生怕旁人不知道你找了个活爹啊？主心骨，我看是大冤种，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就敢这样在街上同你搂搂抱抱，你寻思着他能是个啥好玩意儿呢？接上集，徐老爷听了这话，顿时面色一沉，看向徐芊芊怒道：芊芊，你们村子里怎么什么人都有？我说不来你们村，你非要让我来，这个破村子有什么好看的？哟，你怕是还不知道吧？这徐芊芊在我们村里的风评可不太好，和村子里几个男人都有不清不楚的瓜葛。如今找了你这么一个脑满肥肠的活爹，他怎么也得拽着你来我们宁家村好好的显摆显摆才行啊！要不然找你干嘛呢？图你年纪大，图你不洗澡。好你个江雨薇，你就是故意的给我找不痛快是吧？你少在那里随意攀扯我这人可是最守妇道的，你以为谁都给你一样不知检点吗？徐老爷，你别听这个贱人胡扯，我跟着你是因为你人好，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我的，你平日里对我的温柔是旁人都没体会过的，如今你肯和我在一起也是我的荣幸。不是，徐芊芊，你是真能演啊，说这种违心话都脸不红心不跳的，我看当寡妇委屈你了，你应该去唱戏才对。江雨薇，你少在那里胡言乱语了，你怎么会明白我对徐老爷的那份心意？像你这种冷血冷情的人是永远都不会明白我同徐老爷之间的情谊有多深。哈哈哈，不是吧？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事了。你俩爱得深沉，我看你是爱财如命啊吧？徐老爷听了这话，脸色立马冷了下来，看向徐芊芊，沉声道：芊芊，你到底是爱我的钱，还是爱我这个人？徐老爷，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对你的爱意呢？江雨薇她就是个疯子，她的话你别听，咱们快些走吧，我爹娘还在家等着呢。江雨薇，你快点让开，别挡了我们的路。方才我要走你不让我走，现在想赶我走，晚了，我不让。要走你自己绕路走。你简直不可理喻！我再不可理喻，还能有你闺女徐芊芊不可理喻吗？因为没勾搭上我老公，为了报复，我找我们村里的张赖子轻薄我。他说了，若是张赖子成功了，他就日日陪张赖子睡觉。我呸！这种货色你还当成宝了？还跟着他来宁家村，你也不怕脊梁骨被我们村里的人给戳断了？徐芊芊，方才这个女人说的可都是真的，你当真是这么有本事的？徐老爷，芊芊这样被人欺负你，竟然还相信她，不相信我？不用信我，你自己去村里打听打听，不都知道了。徐老爷，我可真是天大的冤枉没处说去，你可得替我做主啊！我只相信你一个人，你就是我的主心骨。主心骨，我看是大冤种，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就敢这样在街上同你搂搂抱抱，你寻思着他能是个啥好玩意儿呢？以后当着外人的面注意点分寸，否则对你我的名声都不好。哈哈哈，不是，你都跟他在一块儿了，还在意什么名声不名声的呀？我说句老实话，这徐芊芊在我们10里8村的名声早就臭了。接上集，徐芊芊此时无比的后悔，方才拦住了江雨薇。徐老爷，你别听他胡说，我突然想起来，我爹娘今日回我姥姥家了，咱们先回镇上吧，下次我再带你来见我爹娘。我自己回去就成，至于你就留在你的宁家村吧。江雨薇看着二人渐行渐远的背影，笑道：糟老头子跑得倒还挺快。等等，徐芊芊叫他徐老爷。据我所知，平安镇上姓徐的富户也就是徐府一家，那这个徐老爷是？江雨薇只觉得有些奇怪，但是也不愿意多费心去想徐芊芊的那些烂事。这种人离自己越远越好，只要沾边就没好。江雨薇无奈地摇了摇头，就往自家小院走去。回到家，江雨薇在院里找了一块合适的木板，交给宁怀之。怀之，我记得上次你替我刻的那簪子十分好看，我给你个图纸，你能按照图纸将花样刻到这木板上吗？我试试看。雨薇啊，我给你送了点刚摘的新鲜菜，你尝尝。周婶，你这么早就去园子里摘菜了，吃过早饭没？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啊，绝少。我们家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就是1天2顿饭。我不着急呢，一会再回家做。哎，你听说了没？啊，什么事？昨个不是孙奶奶办丧事吗？我听人家说，那孙奶奶的妹妹六婆去她家里闹了，说是讨要什么嫁妆钱，这不是胡闹吗？咱们庄户人家结亲的能有几个嫁妆钱？再说了，咱们村里人谁不知道那孙奶奶家里过的是个什么日子？就算真的有嫁妆钱，恐怕也是早就花了个干净。
这是我知道，昨个孙奶奶办葬礼，我去送了送她。哎呀，这还不是主要的。你不知道，昨个大家伙吃完饭都走了，那六婆还是不依不饶的不肯走，非要找什么孙奶奶的嫁妆。要我说呀，就是那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呢。你可不知道昨夜闹出了多大的动静，就那刘氏，许是被逼得急了。平日里三竿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竟然跟那六婆动了手。再怎么说，刘氏也比那六婆年轻上好几十岁，真要动起手来，刘氏打那区区一个六婆，还不是手拿把掐？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你别急啊，我跟你说，你可别看那刘氏平日里不声不响的跟个闷葫芦似的，竟然也是个厉害的狠角色。我听那周围的邻居说，刘氏当时直接拿着扫帚把那六婆的头都给打出血了。等邻居们出来看时，六婆早就被刘氏给扔在院外了。有人上前喊她，她一抬头，满脸血糊淋拉的，硬生生将众人吓退了好几步。哈哈哈，干得漂亮！刘氏这么一闹，那六婆日后怕是见着宁家村都要躲着走了。那可不是吗？听说那六婆吓得屁滚尿流，连夜跑回孙家村了。雨薇，你忙着，我先回去做饭了。